哎呀，吓我一跳！这里和地球可真是完全不一样啊！喂，留你一个外乡人在这儿，可不是让你吃干饭的，赶紧干活去！没用的废物，体力连个小孩子都不如，就该把它扔到山里，让野兽吃掉。哥一个穿越过来的地球人，还跟你们这群牲口比体力？看我的天马飞锤！大鹏展翅！又开始了。上次举起来，我足足喘了5口气呢。哼，我喘了3口，下次挑战举2个。好啊，谁怕谁？哎呀，用力过猛，被我握碎了。这么一比，我确实挺废材的。唉，比起这个，更让我头疼的是这玩意儿。主线任务：宿主开山立派，建立此方世界第1大宗门，成为第1祖师。主线任务不同阶段，每阶段需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超时未完成，直接抹杀宿主。抹杀宿主？还能抹杀我？我就不信了，这到底什么破玩意儿啊！主线任务1：收纳4名亲传衣钵弟子。任务说明：哪怕是个散修，想要传承自己的衣钵，也要收徒。一个门派最重要的资源永远是人，是天赋出众的弟子传人。名师出高徒，名师难求，高徒更难求。坑爹呢！我才是找个弹弓当师傅抱大腿好吧？完成，直接抹杀宿主。通知：因系统维护，新手礼包延迟发放。连个新手礼包都能延迟发放，所有东西都要兑换点数，我哪来的兑换点数啊？这1圈200的，你让我教人忽悠吹牛逼吗？啊！你回来了，爸爸，猎物呢？我有。你们的武器都哪去了？啊，武器可是第2生命啊，咋就丢了呀？发生什么事了？似乎有故事呀。狼凤是我们狼村的希望，现在被10村的人打成重伤，绝不能善罢甘休，绝不能善罢甘休。这就是被狼村的人视为偶像，常挂在嘴边的天才。哎，如果是他的话，弟子天赋检测，该对象资质太低，无法成为宿主亲传弟子。你可真他喵挑剔啊！看来想钻系统的漏洞是不行了，还想着随便收个徒弟，把1年期限忽悠过去了。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正好这几天山里动静大，看样子有山宝要出世了，先拿到山宝，然后再跟10村算账。也不知道10村怎么养出那样的小怪物，不到4岁的小娃娃，竟然打败了咱们天才狼峰，真是见鬼了！不到4岁的小娃，狼峰这样10里8乡闻名的天才，居然被一个4岁不到的娃娃打败了，那得是有多牛逼啊！居然敢羞辱偶像，该死的小鬼，一定要弄死他！是啊，弄死他！那个小娃或许能得到这个系统的认可也说不定。要不现在直接去找那个小娃娃？等，我这身子出村子，不是去给凶兽加餐吗？新手礼包发布，是否立即查看？好家伙，总算来了！尿意来了！不迟不慢，来得刚刚好。新手礼包，宿主获得基础修为炼气期4层境界，获得1次抽奖机会，获得300点兑换点数，获得道法秘籍9霄天雷正法，获得神通9天动雷引。这是！恭喜宿主达到炼气4层，恭喜宿主习得9霄天雷正法，厉害！获得神通学校中的法力9天源源不断的涌上来，太牛逼了！这下总算有点自爆能力了！我要建立史上第1宗门，成为第1祖师，可差得远了吧？1瓶氧气弹要10个点数，炼气剑有30点，火球术、掌心雷这些需要100点。再让我看看我这300点都能买些啥啊！我靠，后面的高级货不更高了？
根本不够用啊！哼，还好，这失传多年的九霄天雷正法是这天元大世界最顶尖的雷系道法之一。新手礼包里能开这本书，已经超级幸运了。等我练成一身神功之后，再出来大杀四方！等等，既然是要去收徒，怎么也得好好包装一下自己才行啊！就这个吧。贵是贵了点，但质量和卖相是真的好，哇，真帅！好，趁着大家注意都在那个狼蜂身上，从村后溜走。徒弟，为师来了！这前面就是石村了吗？话说，这树好巨大呀，这是被雷劈过吗？这棵树已经枯萎10年了。小老儿是这石村的村长，不知有什么可以帮到这位道长的？本座发现目标，适合成为宿主亲传弟子。哪儿？天赋系统整理完毕，1号目标资料如下：歌舞指数10，别跑啊！悟性指数8，心智指数8，福缘指数8。目标天赋极高，建议收入门下悉心教导，必为宗门栋梁。根骨10的根骨，相当于别人跑步从起点到终点有100米，终点相同的情况下，这个小不点是从90米的地方开始起跑。难怪这小不点可以揍得那狼蜂满脸花。收这么个货当徒弟，压力是不是有点大呀？本座前日心血来潮，突然感到一个与我有缘之人在这山中，于是便来寻访，却没想到竟在这样一个小山村中遇见。道长说的是他？本座原先还奇怪哪来的有缘人，现在见了此子，才明白事情原委。实不相瞒，本座曾有一得意弟子，却因为看不破情关心魔，以至于渡劫失败，并劫转世。我一直在寻找转世之后的弟子，望可再续师徒之缘。结果悠悠100年，终于在今日找到。您是说小不点儿就是您的弟子转世？话说这个老人竟然是一个修真者，虽然只有炼气3层，但却是货真价实的修真者。刚刚特意隐藏自身气息于中一道，现在因为对我产生警惕而起了法力波动，我是不是被当成人贩子了？清风，你如今可愿重归为师门下？我不叫清风，我也不想离开村子。罢了，你素质未开，不记得前生之事，为师也不强求。不过为师算到你我缘分未尽，今日一别，终有再见之日。这枚护符，为师留给你防身，若遇到危险，便将护符扔向敌人，当可保你周全。你我有缘再见。哎呀，吓死我了！此人已看破老夫的底细，可老夫却看不出他的修为深浅，怕不是筑基期甚至金丹期的大修士。差点露馅，得想办法再前进村才行。系统隐藏福利，只要不出手和常人无异，修为更高的修真者也无法看穿实力。丰收满满啊！比起狼村那一片愁云，这边欢喜多了。兑换了前行术，只要不做其他事，就不会显形。你让小不点拒绝了那位道长，会不会有麻烦呀？你说小不点会不会真是那位道长的弟子转世？我本来以为那道人是帮着石天意的人，
来寻小不点儿要斩草除根，但现在看来却不像。小不点儿可是天生的筑基期，而且还是传说中震古烁今的至尊斗技。要说是大修士转世，倒似乎也说得通。那时候还不到半岁，他那至尊道基就被同宗兄弟石天一给夺走了，真狠心呐！真是个苦命的孩子。总之，我答应过他爹，一定要照顾好小不点儿。那道人终究来历不明，还是小心为上。小不点的身世，仅限你我二人知道，绝不能走漏风声，否则他就危险了。难怪那小娃的根骨能达到10的满值。不过他的道基已经被人夺走了，根骨一项为什么还是10呢？莫非他的道基还能再生？哇，简直就是真命天子级别的人物啊！唉，给人当老爷爷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呀。难不成是狼村的人提到的山宝出世？是给那小不点准备的吧？果然8的福远不能小看啊！哼，看来我是第一个赶到的。这晶石的内部会是怎样的宝物？这是。九霄天雷正法自动运转了。我为王雷之主，执掌诸天雷电，居然驾驭了这些雷。这是，我记得系统里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居然需要2000兑换点！紫玉魄需要数以千计的天雷连续击打在同一块岩石上，才有1%的概率诞生，蕴含了海量雷系灵气精华，对修炼雷系道法的修真者来说是无价之宝。嘿嘿嘿，就当是你的拜师礼啦，为师不会亏待你的。这么大的动静，2村人也该来了。天雷玉魄被人取出来了。这紫色晶石被玉魄温养这么久，也是不可多得的宝物啊！先回村吧。果然是10村的人先到了，看来狼村的人连个渣都没能捞着啊！哎呀，来晚一步，一定是10村的人拿了。我们追！你在这里干什么？想去山里长长见识，迷路了。别给我们添乱啊！意思跟在后面吧。老陈，那人3年前最后出现的时候，孩子不在身边，你说会不会就在那个时候被他寄养在这小山村里？这2个人好面生啊，不是狼村的人吗？要真是当年那孩子，就来个斩草除根，留着他，对表少爷来说终归是个祸害。我们直接出手，说不定会被人找麻烦呢。这眼前不正好有一只替罪羊吗？可以给余家的人背黑锅，也算他们的造化了。啊，他们在用法力传话，普通人可听不到。不过就凭狼村这些世俗武者，去了也只是送经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这不是狼村的人吗？你们聚众于此，所谓何事啊？少给我装！你们村的人打伤我孙子，现在还把山宝取走，这事儿可不是这么算了。山宝？我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你说什么。当老夫傻子呢！万岁财，10村的人可不好惹，待会儿要是打起来，这可是你们10村自找的。人呢？果然又躲起来了，胆小鬼！不躲咋行啊？万一被那村长和小不点看见，我不就穿帮了？而且，这2人，一个炼气3层，一个炼气4层，这是场恶斗啊！是凶兽！苍龙，
怎么突然会有这么多凶手？而且好像都只会攻击石村的，正好我给他们杀个片甲不留。再这么下去，小不点可不妙啊！小不点，带上皮革先走。是法器，大家跟上，快在这边跟上！是修真者，你们是什么人？是石家还是余家派来的？竟然连一个小孩子都不放过！此人没必要知道。这小崽子能为我家表少爷奉献，那是他的造化。你们不是好人，看招！不好！管好你自己吧！傻徒弟，赶紧把我给你的杀手锏用出来啊！到底是个小屁孩啊！这什么鬼东西？小七，不妙，得快点逃！今天是个好天气，你们以为我的9天冻雷影就这么简单？杀！杀！今天在场的狼村人一个不留！我是余家的人，你们这群乡巴佬敢杀我余氏家族的人，你们就不怕整个村子被夷为平地吗？哦，还好，虽然使用起来限制太多太麻烦，但威力总算没让人失望。老陈就交给小不点和村长吧。现在只要偷偷溜进村长家院子里，等村长和小不点回来，只看到我料事如神、安然自若的气度风采，还怕小不点不纳头便拜？第一个徒弟终于要到手了。对了，记得要把行头换回来才行。不是说这棵树生机全无了吗？之前来的时候可没看到树上有这么鲜艳的桃花，有古怪啊。刚一睡醒就有这么多食物啊！今天先到这儿吧，剩下的先放放。这手绝对有问题。桃仙，是桃仙，桃仙显灵啊！多谢桃仙，祝我石村度过多谢桃仙保佑，桃仙保佑，桃仙保佑，多谢桃仙保佑。桃仙是我们石村的保护神。好险，差点被村长发现。这老树绝对是不分敌我的，所有人在他眼里都是食物，而且连老陈这样的修真者都能秒杀，绝不简单。唉，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合适的弟子，怎么这么多灾多难？系统运行满1个月，抽奖系统正式启动。哦，对，都快忘了抽奖系统这茬了。乖徒弟，你既然是真命天子级别的人物，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挂掉吧？坚持一下，为师很快回来救你。
这里比较清静，就在这儿抽奖吧。灰色的是未开放系统，先看看轮盘这都啥玩意儿。怎么还都是些垃圾啊？这3个道法的层次都不如9霄天雷正法，啥也不是。换一个。这是让我掷骰子呀，3个骰子最大点数18点，看来是掷出来的数相加起来，就会得到相应数字的道具了。这乌雷破天锥居然是筑基期的法器，这个法器看名字就知道跟我的功法相辅相成，对于我这个小小的炼气4层修士来说，就是神器了。有了它，让我面对老桃树，我也有一战之力呀！就你了，13，5、6点，这一下就出了最大的点数啊！看来我是有机会得到乌雷破天锥的。哎呀，这3个点数居然不是一起同步停，真吊人胃口。这就11点了，再来个2。对，2，停下来！啊，换我2来！这还没过完啊，还有希望！12什么都没有啊！终于停下来了，这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似的，可真会逗啊！这系统该不会是拿我寻开心吧？乌雷破天锥，我跟你无缘了。希望这箱子不会是坑爹货吧？这卖相肯定比乌雷破天锥强。第一次抽奖，运气不差。虽然得了筑基法器，但我实力肯定是不能完全发挥法器的威力。9天冻雷引虽然强，但要消耗10枚雷晶，真要打起来，恐怕仍不是老桃树的对手。若是能把寻找小不点的瑜伽高手引来，跟那老桃树拼个2败俱伤，事情就有转机了。师妹，你早就应该决定去那萧家退婚。现在去退婚也不迟。退婚？他们刚刚谈论的话题是传说中的退婚，这可是造就无数逆天强者的退婚啊！嫣然师妹，话说这萧燕不是个修道天才吗？如今怎么变得这般废柴了？有外人在，不谈这个了。一个山野村夫罢了，我用法力传音，他听不到的。曾经天才，现在废柴，还有一个未婚妻上门退婚打脸，这绝对是玄幻主角真命天子级别的待遇呀！不管他是天才还是废柴，我都要去退了这门婚事。就算是爷爷，也不能强迫我嫁给一个从没见过的人。没错，妹子，要坚定不移的去退婚，哥看好你。哎，等等，他现在去退婚，主角就翻身了。主角翻身就没我什么事了。可恶！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要是现在去退婚的话，主角就会爆发了。有可能是随身带着老爷爷，又或者是出门捡神器，又或者家中翻到超级功法之类的。我可是要取代主角老爷爷的男人呐，怎么可以放过这种主角徒弟呢？但是上不点的事还没解决呢，怎么办呀？婚是要退的，但不是现在。等一下，3位高人可是传说中的剑仙？你有何事？小人住的村子里出了妖怪，还请仙长出手除去，我们全村人都感激不尽，还请仙长救救我们。是小人亲眼所见，本来被劈成焦炭的老桃树，突然抽出新枝，还开出娇艳的桃花。等等，枯木逢春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对，仙长说的是，但是那桃花会杀人，杀了好多人。你说说看，桃花怎么杀了好多人？事情是这样的，那桃妖是我们村口被雷击后的死树。
事情便是这样。叶长老，我们就走一趟吧，否则那树妖还会杀更多人。按这村夫所言，这树妖也应有妖丹了，也有一杀之价值。除魔卫道本就是我流光剑宗修士的天职。这位小兄弟，前面带路。三位剑仙大人，这边请。三位，你们来得太及时了。作为我未来二徒弟的对头，不坑你们坑谁呀？这是攻打我们的狼村人，还未来得及收拾，仙师们勿怪啊。前面就是我们石村了。救命啊！要敢杀人了！这么快就开始杀人了，不好，得快点溜掉，不然遇到村长和小不点就说不清了。他要杀人了，快跑啊！胆小鬼！既然来了，就不能让妖怪危害人间。我来会会你，让你看看我的绝技！哎，什么？这猴是什么鬼？叶长老，退下吧，这树妖你们不是对手。去！这老头树妖果然也有筑基实力，幸好把他们忽悠过来了，不然就麻烦了。只要你们是两败俱伤，小爷我就有可乘之机。去！三、震、杀！这就是筑基系修士的实力吗？果然有两把刷子。好，这仙长把他们压制住了。总感觉不对，这树妖不应该这么弱才对啊！就等你这招了。果然，这树妖忒狡猾了。叶长老，你没事吧？快走！这树妖还未死，你们不是对手。这树妖秃了不少，看来他也不好过呀。机会来了！这东西太消耗法力了，法力快被抽空了。对了，我还有个天雷玉魄。哇，是浑厚的力量。受死了，老桃树，北齐天赐神光！村长，你看那边。哎，终于搞定了，还好这一击桃树就死了，要是没死可就要跑路喽。好美啊！这就是那桃树的本相。我的名字叫龙叶，请你记住，因为我已经记住你了。啥？记住啥？不是大姐，你记性千万别那么好啊！得救了！我们得救了！是啊，不好，我还没换装呢，你先溜！这家伙也太会解谜了吧！多谢这位冲着两败俱伤才出手，得救了！罢了，看那道雷光的威力，对方实力比我只高不低，我有伤在身，回去理论也是自讨苦吃。我们走吧，
只是妍儿的婚事，老头子有伤，需耽搁一段时间了。叶长老，您的伤势要紧，妍儿婚事推迟一会儿不打紧。忙活了半天，终于要到收获的时刻了。嘿嘿，徒弟，快到为师碗里来！村长，这大劫之后有何打算？这一天两头的大难，是不是我们村风水不好啊？对呀，村长，你给个准信儿，不然我们心里没底呀。我们先回去再说吧。话说狼村那边要怎么处理呀？道长，是您出手除了那老树妖的吗？多谢道长救命之恩！这一下子给我整这出，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淡定，不管怎么样，先把高人风度摆出来。大家请起，除魔卫道本是我们道家职责，不必多礼。多谢道长慈悲。小不点儿，快到为师碗里来。为师留给你的护符用掉了？用掉了。我之后也去找过，但找不到了。道长勿怪，情况危急，也所幸道长护符威力绝伦，才可救小孙一命。这道长不会又想让小不点拜师吧？无妨，本就是留给你护身用的。为师也是感应到护符有变，所以才又返回来。所幸我这里还有一枚护符，收好了，以后自己多小心。为师还有事，咱们就此别过，有缘再见吧。快叫住我呀！3、2、1，县长请留步。稳妥的很。不知村长还有何事？这孩子自幼多灾多难，能得县长青睐是他的造化，还请县长垂怜收下这孩子。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还请县长一步去寒舍。小老儿有些隐情，需向县长容禀。小不点儿，你愿意拜这位县长为师吗？能学跟县长一样大的本事吗？对，快到为师碗里来。那是自然，甚至更大的都有。我愿意。不过，你若是拜我为师，就要跟为师离开村子了。为师不能在这里久留。要离开村子吗？小不点儿，你不是总是问我爸爸妈妈去哪儿了吗？我脑子里有些印象，可是总也想不起来。爷爷，你终于肯讲给我听啦！县长，这孩子他的身世很不一般，日后或许会给您带来麻烦。无妨，既然收了这个徒弟，我自然有义务解决他的后顾之忧。小不点儿本名叫石天浩，出生在大秦皇朝皇室，虽然不是正统，但也贵不可言。小不点儿天赋不凡，不仅是天生道基，更是千古罕见的至尊道基。但天生道基却没有第一时间体现出来。当他父母发现时，正逢他祖父在一处险地失踪，他父母急于寻救他爷爷，不得已将他寄养在别人家。这一寄养就出了事情，这一家也出了个小天才，名叫石天意，天生重瞳，看穿了小不点儿身怀至尊道基。结果就是石天意的母亲找人硬生生夺走了小不点儿的至尊道基，移植到他儿子石天意身上。小不点儿父母回来后大闹了一场，迫于家族逼迫，不能杀石天意夺回道基。为了救活生命垂危的小不点儿，不得不前往绝地寻药。我与小不点儿父亲有旧，算是他唯一可信任之人，他父母便将小不点儿寄养在这儿。只是小不点儿父母外出寻药，已有3年杳无音讯。
好在小不点体质够好，熬了过来。但石天翼的母亲家族于氏家族的人已经找了过来，势必要斩草除根。于氏家族亦是皇族4大家族之一，这次摸到大山的2人不过是最低级的奴仆。爷爷，我想起来了，父亲，你们在哪儿啊？小不点儿，果然是真命天子级别的待遇啊！放心，以你10的根骨，什么千年皇朝、万年宗派，通通都是垃圾。石天昊，我问你，你失去了至尊道基，那石天翼的族兄现又要赶尽杀绝，你当如何自处？不就是道基吗？师尊不是疯的，是自己一步一步闯出来的。我便在原神上等着他，请师父收下我，教我道法。恭喜宿主收得第1名亲传衣钵弟子石天昊，宿主获得奖励，抽奖机会1次，获得奖励500兑换点数。耶！第一个徒弟到手。好，你有此心性，为师自然全力助你。收拾一下吧，我们明日出发。要按时吃饭，别着凉了。一路上小心，多跟师傅学习道法。爷爷奶奶再见，等浩儿道法有成，就会回来看你们的。老石啊，小不点就这么出去闯荡了，我有点不放心啊。玉家人已经寻到了这儿了，我道行浅薄，已经是护不了小不点了。小不点始终要强大起来的。既然机会在眼前，自然要把握住。下一站去乌州，我的2徒弟萧燕，我来了。况且小不点鬼精着呢，不会吃亏的。哼，不愧是沙利的孩子，在前面开路方便多了。正好可以传授小不点9霄天雷阵法。哎，对了，还有一次抽奖机会没用呢。箱子，哎，再过来点，哎，对，哎，都在这停，哎，别，快停下！恭喜宿主获得安魂草1枚。安魂草有镇定稳固神魂之效，灵药定魂丹的主材料，数量稀少，不易寻找。哎，定魂丹嘛，感觉好像有点用处。哎呀，算了，不管了，先收着。还有500点呢。现在有了攻击功法，那就弄本身法。龙盾，这个不错啊。什么鬼，这么贵？这么多分支选择，这云龙盾感觉不错。嘿，就你了。请稍等，正在输入神通。恭喜宿主获得云龙盾。师傅，我什么时候才能跟您学道法呀？放心，你是为师的开山大弟子，为师不会忘了你的。师傅，我不想当大弟子，我想当小弟子。啊？为什么？在村子里就是这样的，谁家有几个孩子，一般都是最小的那个比较惹人疼。我在村子里就是最小的孩子，大家都最疼我了。你呀你，那是在你们石村，又不是所有地方都一样。有些地方，越是小的就越受欺负。你可想好了啊？日后你那些师兄师姐们指使你打洗脚水、刷马桶的时候，你可别后悔哦。我给师傅打洗脚水、刷马桶，给您捶肩膀。有师傅您在，小不点又那么乖，想必师兄师姐们也不会为难我的。小鬼灵精。没有了，真的一滴也没有了。没想到八的悟性是这么逆天啊！什么指导都不用做，就能举一反三。再这么下去，我也就只能是一个炮灰级别的老爷爷了，或者
一个打酱油的引路人。不行，这都不是我想要的，我要变强。师傅，我想要喝兽奶，可以吗？师傅。没想到身为真命天子级人物，竟然3岁半了还没断奶，你确定？人家也不是非喝不可，只是比较喜欢喝，就像村长爷爷爱喝酒一样。那行吧，看来以后打猎还要打个母兽才行啊。罢了，多喝奶有益身体健康嘛。就这么放了，不喝奶了？不是，只是想换换口味。白兽奶其实是最美味的，比单一的兽奶的味道好多了。臭小子，你这张嘴不仅馋还挑得很啊！百兽奶现在是没有了，单一的换着样来吧。哎，谢谢师傅。终于练起7层了，真不容易啊！现在已经到了山脉外围了，估计用不了几天就要出山了。我在高兴个什么呀？小不点都不用怎么苦修，都已经练起4层了，再不努力就要被追上了。又不知道去哪儿疯了，果然是熊孩子的本质啊！抓到了！你飞得好快啊！我练习4层了，都差点追不上你。你怎么找的呀？圆圆的真好玩。这家伙小年纪，居然达到了练气4层，这种天赋，就算整个宗门也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我把这个小家伙带过去，门里的长老们非疯了不可，连宗主都会坐不住的。那到时候我立下大功。小娃娃，你家里人呢？我跟师傅一起出来的。你是哪个宗门的？你师傅是谁呀？我没有宗门，师傅就是师傅。有门儿，看来他师傅并不是什么大宗门的，估计是个散修。小娃，你我今日相见，便是你的仙缘。来，跟我回山。我传授你无上道法，成就大道。哥哥我是烈火剑宗的弟子哦，听说过吗？可是我有师傅了。哎，那无妨，你仍可拜入我们烈火剑宗门下。你师傅是散修，若是为你好，他自然会答应的。当然，如果他愿意，也可投入我们烈火剑宗。小子，你跑什么？练气6层的我，居然追不上一个练气4层的娃。你说有个自称烈火剑宗的想收你入宗？听村长说，这烈火剑宗虽然不是9天剑盟之一，但也是天元大世界中1等1的强大势力了。这可咋整？乖徒弟啊，你就像暗夜中的萤火虫，你那忧郁的眼神，还有出众的天赋，以后是少不了各路的牛鬼神蛇来打你主意了。算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花了这么大力气才收小不点为徒，要我拱手相让？哼，爱谁谁！要是敢来跟我抢小不点，我就跟他干到底！臭小子，以后还敢乱跑不？为了安全，我们现在启程。来到这个世界快3个月了，一直在大山里。许久没见过这么热闹的景象了。任务也过了1/4时间了，再不抓紧时间就要被抹杀了。先去打听一下情况。啊，你想打听萧燕？你有什么事啊？
为什么要打听他？贫道听闻这乌州萧燕是位天才，来这儿想收他为徒的。哈，那看来你是消息来得太慢了。现在的萧燕不收也罢。可想当时8岁开始修炼，1年练气5重，12岁练气大圆满，当时举世皆惊啊！无数门派踏破了萧家的门槛，甚至还惊动了3大圣地的太虚观。估计你要当时在，也轮不到你了。不过在萧燕快13岁时，不知何故，一身法力1天之间化为乌有，从练气大圆满倒退回练气1重，萧燕就此跌落神坛，受尽无数的白眼。传闻慕容世家与他有婚约，想来也是快要来闹退婚的了。你若是想收这废物为徒，估计他也不能为你传承下去的。师傅，萧燕她好可怜啊。是啊，是啊。来了，主角模板。如果不是，我倒立吃屎。有屁股想都知道，天才变废柴必然是有隐情的。这个慕容嫣然上门退婚打脸，男主就要发掘金手指开挂了。只要在萧燕开挂之前收了他，就妥妥的。走，小不点儿，先找个地方落脚，然后师傅带你去喝百寿奶。好啊好啊，多谢师傅。这慕容嫣然啥时候能来啊？要是那叶长老休养个1年半载的，那我不就凉凉了？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让萧燕崛起的老爷爷是我的竞争对手，万一提前觉醒了咋整啊？要不要直接过去收了？不过萧燕有那么好忽悠吗？发现目标，适合成为宿主亲传弟子。天赋系统整理完毕，2号目标资料如下：根骨指数8，悟性指数9，心智指数9，福缘指数8。目标天赋极高，建议收入门下悉心教导，必为宗门栋梁。果然是真命天子啊！我想看看你的金手指是啥，要方便携带的，估计是手镯或是戒指。戒指还是2枚，2枚戒指，这尼玛还是2个老爷爷呀！哦耶！尼玛，教练，我要举报，这完全是在犯规啊！哎，或许只有1枚戒指有老爷爷，另1枚只是普通戒指。又或许一个有老爷爷，另一个为隐藏神器。先跟上去瞅瞅。看来这里是他的自留地，不顺心就来这里独处。等到慕容嫣然退婚后，就会来这儿，然后就是老爷爷登场。哟，这不是萧家的天才萧燕吗？听闻你武技高强，本世子不才，想跟你切磋切磋。不知我们乌州的萧大天才意下如何呀？哟，这么快就有人来打脸了？这套路果然是真命天子模板必备呀！既然如此，也是时候露脸了。先给他们个牛叉的印象，再套路忽悠，那萧燕还不到我碗里来？第一形象最重要。你想切磋的话，无需萧燕哥哥出手。有人捷足先登了，听声音还是个女孩。发现目标，适合成为宿主亲传弟子。真儿跟你们过2招好了。好。天赋系统整理完毕，3号目标资料如下：根骨指数为9，悟性指数为8，心智指数为7，福缘指数为6。总结：目标天赋高，建议收入门下悉心教导，必为宗门栋梁。又有一个新徒弟，今天真是走大运了。特殊备注：目标目前修为高出宿主1个大境界。高我1个大境界有点难办了。这少女的根骨和悟性资质与萧燕差不多，心智和福缘略逊色，能快速达到这么高的境界，说明资源肯定不少。那么这真儿必然是有大背景，比如隐形的世家子女白富美之类的。在弄明白她身世背景前，先别轻举妄动吧，估计是真命天子的正宫呢。怎
怎么，不敢了？哼，萧燕，我们走着瞧。要走了吗？正好上去打听一下消息。居然遇到萧真儿，晦气！在下赶巧路过，不慎看到刚才之事，因好奇，所以来打听一番。那就是城里人尽皆知的萧家天才，怎么只会躲在女人裙子底下啊？居然能这么对萧燕，知音呐！道友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他们这眼神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跟那啥似的？我可不那啥。哪里？道友是哪儿的人啊？贫道是峡边过来的。峡边？未曾听闻。对了，刚才萧燕身边的女孩是谁啊？她本名叫萧真儿，与萧燕是青梅竹马。真儿小姐比较念旧，所以萧燕变废柴后仍然护着她。只是那个废柴脸皮也太厚了，利用真儿小姐。我要是他，早找个地洞钻进去了。我看那萧燕脖子上的饰品还挺新奇的，一根绳子串俩戒指，戒指不应该戴手上吗？一个是他父亲留给他，一个是他母亲留给他的。他爹妈现在都死了，大家都说那2个戒指是被诅咒的，也就萧燕还当个宝贝随身带着，生怕丢了。亲人遗物戒指，在乌州自然是不能戴手上的。尼玛，父母遗物，这下不会错了，双份遗产，双份金元，双份的老爷爷。对了，贫道想起家中还有事，先走一步。真奇怪的人呐！不行，得做更充分的准备才行。2个老爷爷又如何？土地是我的。差点因为2个老爷爷的事忘了给小不点买收奶了，还好老板没收到。也不知道小不点有没有安分待在客栈啊？到底是个小孩子。还挺乖的，居然在安分修炼，不错。既然这么乖，为师也得奖励一下你才行。还得感谢一下村长啊，这裹着天雷玉魄的石头必然是个好东西。用兽皮袋喝奶太不方便了，为师就用这个石皮给你做个碗吧。终于弄好了，这稀碎的石皮就留着用来做9天冻雷饮的材料好了。小不点也要快洗礼了，是不是应该找点好的寿血来给他了？有时间得去找找才行。现在就用百寿奶打下基础好了，加上天雷玉魄，慢熬1刻钟，完成。师傅，好香啊！你在弄什么呀？你醒了？那，这是刚熬好的百寿奶，不过为师在里面加了点料。喝的时候要用法力引导奶中的灵气，要是身体受不了就停下来哦。谢谢师傅。好热啊！好热！这熊孩子，刚说完就忘了。引。刚才不是跟你说了要用法力引导灵气吗？这个碗给你，以后在市中买来的寿奶都用这个碗盛。这个碗对你有好处，能增强你的雷系灵力。谢谢师傅。好了，你一边玩去吧，别闯祸哦。为师要修炼了。是。长老，张楠便是在这儿追丢的小孩。按照他们留下的痕迹，应该是往山外走。从这儿出山，最近的大城便是乌州了。张楠，你确定那小孩有炼气4层修为？嫌你炼气6层都追不上他？是，弟子句句属实。不过乌州是流光剑宗的地盘，那小子会不会是？若那小子真有你说的天赋，别说是流光剑宗，便是蜀山剑宗的地盘，我们也要闯一闯。是。废话少说，我们出发，目标乌州。是。客官，在吗？什么事啊？客官，您不是让小的留心，城里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儿，都第一时间通知您吗？
哦，说来听听。萧家萧燕少爷不是不能修炼了吗？他之前还是修道天才时啊，下过一门亲事。现在，人家女方上门啦。这是个不错的情报，拿去喝茶吧。多谢客官。慕容嫣然终于到梧州了。傻小子，来，帮为师做件事。师傅，什么事啊？有什么好处吗？你小子，好处就是你即将要多一个师兄了，你自己要当老幺的，可不能怪为师。快点，带上为师昨天帮你弄的10碗鱼料。是。慕容小姐，送你一句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3年之后，我会找你，我会把今日之辱全部讨要回来。3位，既然已经达到目的，那便请回吧。萧爷爷，今日之事，嫣然向您道歉了。日后若是有空，请到慕容家做客。哼，来迟一步，还是错过了退婚大戏。不过结果还是在预料之中。慕容家的小姐，希望你日后不会为今日的大小姐举动而感到后悔。谁？再有，不要以为有流光剑宗撑腰，便可横行无忌。天元大世界很大很大，比流光剑宗强横的力量也并不少。个人好恶太明显了，都不用费心思收你为徒，哥收了萧燕，你这也在掌心里了。哪儿来的丫头，竟然敢在这儿大放厥词？我们走。他刚才瞳中的金色火苗，看来有古怪，能吓退同为筑基期的叶可，一定不简单。按照套路，这妮子的身世不是上古彝族圣女，就是哪个大国的公主。要是错了，我名字倒过来写。还是先把萧燕收入门下再说吧。一切已经表明，萧燕去哪儿，这个小丫头就必然跟到哪儿。萧燕成了自己的弟子，萧真儿也就不远了。先去把萧燕收了再说。切，没有实力，连一坨狗屎都不如。至少，狗屎还没人敢去踩。今日的侮辱，我不想再受第2次。小家伙，看来你需要一点帮助啊。这人一点气息都没有，凡人，还是我看不透。你是谁？要干什么？本座是谁？你先不忙问。你不觉得你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你知道？随本座来，你自然会知道一切原委。等等我，师傅！腾云驾雾，肯定不是凡人，是高级的修士，而且刚刚没注意，他徒弟居然是4层炼气者。这孩子才几岁，居然是炼气4层，能教出这么出色的弟子，这道人已然是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了。也许他真的能知道我身上的问题。没错，就是这种眼神。想不到这个广告实在是太出色了，快到我碗里来吧，小燕。这里比较清静，便在这里说吧。还请这位前辈指点，在下身上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你也大致能猜得出吧。你的问题就出在这2枚戒指上。哦，前辈也认为在下这2枚戒指有诅咒。平常人认为诅咒荒诞离奇，却不知诅咒是真实存在的。但你的戒指与诅咒无关，你身上的巨变不是天灾，是人祸。啊，人祸？前辈是说有人故意害我？难道连我爹娘的死也和害我之人有关？你双亲生死是否与戒指有关，本座不清楚，但你身上的巨变，正是这2枚戒指造成的。好家伙，脑补能力一流啊，有前途！戒指中寄居了阴魂，
它吸收你的法力，壮大自身，这就是你修为骤然倒退之因，也是你后来不得进寸的症结所在。因为你努力修炼得来的法力，全都成了阴魂养料。先下手为强，把老爷爷打到反派位置上，看你们怎么跟我竞争。何况我也没有冤枉人啊！萧燕落到这步田地，绝对和这戒指里的老头脱不了干系。但接下来，恐怕我要和戒指里的老爷爷硬碰硬了。变天了，9天冻雷影可以发挥真实威力了。我也有底牌陪你们玩了。若非想有你的供奉，我也不知还要沉睡多久。女人的声音，原来戒指里的不是老爷爷，而是老奶奶。不对，老奶奶这么美若天仙吗？供奉，我体内的变化，真是你搞的鬼！明月也是出于无奈，还请小友莫怪。我不怪你，我怪神马。小友气愤，明月可以理解，但小友的另一枚戒指，才是你这番遭遇的根源。这位道友慧眼如炬，我确实吸取了萧燕小友3年法力，我深表歉意。但3年前，萧燕小友从炼气大圆满跌落至炼气1层的变故，却与我无关。不好！短短几句就将自己的责任摘得干净，让人不禁跟着他的节奏走，此女绝非省油的灯。那枚戒指中，寄居了一只太古凶兽饕餮的残魂。饕餮。10年前我受重伤，神魂被迫寄托于你的戒指中，期间见饕餮残魂吞噬了你全部法力，还准备吞噬你的生命力，于是用天龙咒印将它封印，结果自身神魂受损，不得不再次沉眠。为修补神魂，我一直无意识吸取你新修炼的法力，却不料这给你造成了困扰，十分抱歉。天龙咒印，他是太虚观的人。在天元大世界，3大宗门鼎立，剑道圣地蜀山剑宗，佛门圣地大雷音寺，还有当之无愧的天下第1宗门道门圣地太虚观。不同于其他2大圣地的香火鼎盛，太虚观极为低调，门下弟子虽然不多，可一旦有弟子入室，必震动天下。自我介绍下，我叫燕明月，师承太虚观。太虚观，没记错的话，萧燕的天赋曾经惊动过太虚观，她差点就被收入门下了。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何况是天下第1宗。即将怪到手的弟子，就这样从我手下溜了。啊！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太虚观又如何？第1圣地又如何？拐了萧燕，就等于拐了萧真儿，大大的划算。不过，他眼神的歉意却不炙热，难道并不打算收萧燕为徒？也难怪，他出身太虚观，从小就在天才堆里长大，啥样的惊天妖孽没见过？恐怕他自己就是天才。既然如此，我还是有希望的。哎，有了！哦，饕餮嘛，真是好久没见过了。这位道友见过活的纯血饕餮，不知道友如何称呼？山野散人，名号不值一提。本座姓林，叫林道人即可。本座方才听燕道友提到，你是10年前受伤，然后脱身于这戒指中，对吗？我竟看不穿他修为深浅，他到底是何人？的确是10年前。不久之前，本座曾遇一妖，那妖明显也是重伤在身，被迫将神魂寄托在一棵老桃树上。当地人说，那妖怪也是在10年前突然出现的。哦，对了，她是女妖，自称龙叶。果然，我没有死，他也没有死。看来我赌对了。多谢道友告诉我这个消息。道友可知那龙叶下落？这本座就不知道了。但那女妖精养好了伤，多半要来找哥的麻烦。这燕明月同那龙叶应该是标准的宿敌关系，很有可能是道门圣女对阵妖族圣女的戏码。
二人容貌、天赋、道道不相伯仲，相互欣赏却又生死对立，恩怨纠葛一生，上演一出相爱相杀不对，是亦敌亦友的好戏。哎呀，一般来说，或许还会爱上同一个真命天子呢。但最重要的是，得知宿敌还活着，他果然不淡定了。以防万一，让我再添一把火。燕道友失了肉身，神魂寄托于戒指中，行动怕是多有不便吧？现在他总不会再惦记萧燕了吧？我有办法重塑肉身，但需要做许多准备。准备时仍需寄托戒指中，否则虽不会伤及神魂，但会白白流失法力。本座或许可以助道友一臂之力。安魂草，它是炼制定魂丹的主要材料。有了定魂丹，我的确可以脱离戒指，神魂稳固。只是，道友苦心造诣，可是为了这萧燕小友。他现在锋芒外露，已经洞悉了我的意图了。淡定，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冷静。本座一介山野散人，自然比不得太虚观。想要找几个衣钵传人，着实费尽心力，所以还请道友让本座一让，本座感激不尽。如此，便多谢道友的安魂草。我之前布下的天龙咒印已非常衰弱，饕餮残魂随时可能觉醒。这枚戒指，萧燕小友还是不要带在身边了。林道友怎么看？干啥？那么似笑非笑的看着我？这女人和龙爷完全是一丘之貉，都不是啥好鸟。难怪你们打架两败俱伤，咱们干脆同归于尽呢！啊，世上还能少俩祸害。小事情，交给本座处理便是。安静，遇到这种时候也不能心虚。先把法力输送进去试试。虽然只是一缕残魂，但实力至少也在筑基期，又能吞噬万物，远比一般人族筑基修士恐怖。萧燕当初12层炼气大圆满修为，就这样被他吸成废柴了。想要收拾这头凶手，办法恐怕还是要落在这天龙咒印上。原来如此，现在这光线如此细，定是天龙咒印为饕餮消耗了很多法力。这样的话，我就来给他充电。为何我输入法力后，光线反而变得更细了？天龙咒印的法力运转方式极其复杂精密，不摸索清楚咒印运转方式，贸然注入法力，只会起到反作用。这不就代表我要学会天龙咒印吗？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啊？你同你未婚妻定下3年之约啊，现在有什么打算？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成功！我的小饕餮哦，你可安分点吧。当然是奋起直追，把之前失去的东西重新拿回来。你的天赋很好，但你们都在进步。他的起点比你还高，哪怕你恢复天资，可论修炼方面，你确定能在3年内赶超他？他可还有流光剑宗，道术资源远胜于你。我作为外人，本该不便知会你的私事，但你身遭巨变，多少同我有关。为表歉意，我授你一门太虚观法术作为补偿，还请见谅。这妞虽然刁钻，但人品还算坚挺。可，就算我有了这法术，我真的能赢吗？慕容嫣然修炼的是流光剑宗最顶尖的道法，而我萧家道法不过3流，他还有无数丹药和法器。啊，对了，我还有这位前辈。这就对了，快徒弟，快到为师碗里来吧！前辈既然说这话，就是表明有办法让我3年后胜过慕容嫣然。本座自然有办法，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一块朽木终究成不了大器。我不知在前辈眼中，到底是朽木难雕，还是可造之材。但我的决心绝不会动摇，再多的苦我也能受，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克服。很好，那你拜师吧，本座收下你了。还要拜师？
凡入我门下，定倾囊相授。本座要的是衣钵传人，不是投机分子。谁？萧真儿。本座不欲见他人，你先去迎他，本座就在这里等你。谢前辈。可恶啊！虽然还想一箭双雕，但贸然行动怕是会节外生枝，还是先退让一下吧。真儿，我们去别处。这眼神是在看我？这位真儿姑娘，倒也算萧燕另一番机缘际遇。她藏于戒指中，怕是早知道萧真儿的异常了。人生在世，遇见每个人都是一场机缘，只不过是否会产生影响却难说。林道友的想法倒与佛门有些相似。这天龙咒语也太难解了吧！咱们快点解决，我还怎么收徒啊？自己玩去吧，别跑太远哦。谢谢师傅。林道友还说收徒不易，实在过谦了。你这位弟子天资根骨之高，实在世间所罕见。除我一师兄外，我还从未在其他人身上见到过。道友可不要当着他面说，小孩子不经夸，受心难。若不是被族兄谋害，天资还绝不止如此呢。话说回来，太虚观天才遍地走，要是我能去太虚观忽悠几个徒弟回来，对象符合标准，但以拜他人为师，需解除原师徒关系后，方可成为宿主亲传弟子。看来想挖墙脚，还要先鼓动此人叛出原来的师门，我才能收徒。那似乎是火蜂鸟，从前只在烈火剑宗的山门见过，欧洲这一带没听说过有火蜂鸟。或许是有人带来的吧。该死的，是烈火剑宗！小红鸟，不要跑！李长老，就是那个孩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好，好，果然天赋出众，根骨不凡。娃娃，跟老夫走，你是烈火剑宗弟子了。可是老爷爷，我已经有师傅了。哼，老夫说你是烈火剑宗的弟子，你就是，你也只能是。老爷爷，我要走了。哪里走？你们是坏人，我不跟你们走。不知好歹，张楠，教教他规矩。好。小鬼，你终究还是落在我手心里了。让开！哼哼，老实在里面待着吧。天赋再高，你也就是个炼气4层的小鬼头，敢和炼气6层的我硬碰硬，自讨苦吃。哪里跑！你放开我！这臭小子好大的力气，我竟要治不住他了。连个小屁孩都治不住。小畜生！今天就教你学学规矩。好啊，有种再跑啊！师傅，我在下风时，你越服输，敌人越高兴，越会欺负你。所以输人不输阵，意志坚定，才能反败为胜。给本座住手！啊！雕虫小技也敢出来卖弄？金丹期，别说我现在才炼气7层，就算我成功入气，面对金丹期修士，也只是送菜罢了。师傅，放开我！
作为9天剑盟之一的烈火剑宗，竟会欺负一个小孩子？不过一介散修，以你这点修为，也配在老夫面前卖弄唇舌？这娃子天赋出众，跟你学道，简直是明珠暗投，白瞎了他的天赋。而收他入烈火剑宗门下，正是为了不浪费他的天赋，此乃他的造化和运气。至于你，今天老夫收了个好徒弟，心情好，不跟你计较，赶紧有多远滚多远。从此你再敢出现，老夫一剑劈了你，看看有谁敢说老夫的不是。他在向我施压，这属于金丹修士的压力。怎么办？要不要忍？和对方实力差距太大，要是动手的话，肯定会被这老头杀死的。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今天先忍了，等以后修为高了，再有这老头加倍偿还。明知不是对手还要硬上，那不是勇敢，是二货。去，二货就二货，老子穿越过来可不是给人当孙子的。那窝囊还活着干嘛？死路朝天，死万万年，就是一个字：干！哦，哼，看来你是要自寻死路了，那老夫就成全你。其实如此恐怖的一切，直接揭晓，我就立刻勾带了。臭小子，看清楚了，你那师傅在烈火剑宗面前就只会下着干站着了。这威力，每道剑光都可以摧毁一座小山了。啊，是金丹级修士。萧炎哥哥，你要拜的这个师傅好像都吓呆了，只怕是虚有其表之人。道友有什么手段也该使出来了，否则要来不及了。要不要救他？宿主自行解析失败，系统工具神通分析器启动。神通分析器可分析某一种神通法术，解析其构架原理，帮助宿主在最短时间内了解该法术。强大的吸力，法力都被吞噬了。这样的话，真是自不量力，准备受个焦炭吧！这不可能！真好吃，这几年亏的全补回来了。不过我还要继续吃。长老，我们身上的热量也中了这一剑，恐怕会直接化为灰烬。哎！他这次极大概率会选择只攻击一点，只能赌一把了。若是猜错了位置，我肯定必死无疑。哎！这次你还不死？我是小贼，你敢利用我，我今日不死，定要吃了你！不对了，剑魄是刺向胸口。怎么回事？我的法力正在飞速流失。居然把我凝聚的能量吸干净了，看走眼了。这人修为之高，完全不是我可以抗衡的。逃，必须逃！所有人都要逃，否则等到他出手，我们全都要死。小家伙，你闹腾够了？受不了，受不了，我吃不下了！叫我小家伙。
既然闹腾够了，你的东西还给你。小家伙碾压了，好强啊！只会更高。这世上当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萧炎哥哥若能拜这位前辈为师，也定然前程远大。那红发老头可是货真价实的金丹期修士啊！我若是能拜此人为师，必须拿下人质，否则我们无法全身而退。从现在起，本座弟子少一根毛，你们留下一条人命。饕餮吐出的一部分法力在我体内燃烧，热死我了！等我恢复了力量，一定把你整个吞掉。我怕你没那么好的牙口。又是天龙咒印，你也是太虚观的，气死我了！要不是借助神通分析器学会了天龙咒印，我现在怕已经成人干了。幸亏一击得手，不然就要露馅儿了。长老，快把衣服穿上！师傅，刚才这招好厉害呀，教我好不好？你现在学不来的，努力修炼，为师以后自然会传给你。刚才你打本座的徒弟，打得很爽啊！这前辈，我只是，都是你惹下的大祸。这一巴掌真狠啊，他要半条命了都。本座今天不会为难你，日后天昊会亲自找你报仇。等我跟师傅学了本领，我自己来。你们都听清楚了，带上你们的长老走，别在本座面前出现。本想借天龙咒印试探他，没想到感应突然断了。为了不让我看出深浅，居然利用饕餮来应战，他到底是什么来历？小家伙，你闹腾够了？难道这句话也是对我说的？我有哪儿招惹他了吗？来了，弟子萧燕拜见师父。从今往后，你便跟着为师修行吧。恭喜宿主收得第2名亲传衣钵弟子萧燕，宿主获得奖励，抽奖机会1次，获得奖励500兑换点数。嘿嘿，第2个终于到手了，这回真是玩了命才搞定的。修炼火系道法，我手头上只有一部九霄天雷正法呀，这可咋办？而且还得是最精妙的才行，不然这个小姑娘绝对不同意啊。前辈会带萧燕哥哥离开乌州吗？本座不会在这里久留，等他处理好家里的事，我们就该动身了。有一个很艰难的目标等着他去完成，外面更多的磨练和机缘，才能让他突飞猛进。当然，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啊。对不起，萧燕哥哥，真儿无法陪你去。果然，刚刚的表现还是无法折服他。他的背景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牛。哎，第3个呀，第3个，你到底在哪里呀？真儿，你不用为我担心，这一时半会儿我还不会走，而且我有预感，我们应该很快会再相见的。萧燕小友，我说过我会传太虚观的一门神通作为补偿。我本来想传你天龙咒印的，但现在恐怕不需要了。他知道我掌握了天龙咒印。现今这门法术名为红莲破，火系法术神通，他修炼极其不易，甚至有一定风险，但可以越级战斗，善于以小博大。多谢前辈。除了林道友提供的主要安魂草外，还需几味辅药，劳烦萧燕小友帮我收集一下。放心吧，前辈。为师在附近替你们护法。萧燕哥哥，刚才动静太大，我得先回大宅稳一稳人心。好，那就麻烦你了。安魂草、定魂丹都归那个臭女人了，我恨呐！哎呀，你别骂了行不行？我就要骂！吃了定魂丹，我立刻就能恢复至少5层的实力。我诅咒太虚观的都没有好下场，就像你们前任圣女一样，道心未破，一身修为尽毁，
嫁给他人为妾，受气呕血而死，遗留独子孤苦伶仃，父亲默然视之，敌无百般打压。我没听错的话，你刚才说昔日圣女被人害死后留下了个儿子，而且过得极惨。你相信说昔日太虚观圣女被人害死，留下了个孩子，身为豪门庶子，却被父亲和嫡母打压，过得极惨？我凭啥告诉你？嘿嘿。看什么看？我的年纪化为人形就是这个样子，少见多怪。难怪说话做事那么幼稚，原来还是个小屁孩呢。你说谁是小屁孩？若你真认为你是大人了，那请机智一些，最起码弄清自己现在的处境。比方说，弄清楚在这里到底是谁说了算。你要不是之前挨了烈火剑宗那臭老头一下狠的，你这种法术不知的天龙咒液早就被本姑娘吃干净了。你这话的意思是提醒我趁你现在最虚弱的时候彻底干掉你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可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彻底灭掉你啊。首先，3年前被你吞光法力的人是我徒弟，你坑他太惨，做师傅的是不是该帮徒弟报仇？然后，你恨之入骨的燕明月，我跟他虽不算朋友，但关系也还不错。最后，最重要的一点，留着你，等你恢复了力量，肯定对我不利。我有这么多理由彻底干掉你，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放过你？这位前辈，有什么我知道的，我现在就告诉你。按太虚观的传统而言，收徒贵精不贵多，门下的弟子稀少，很多人终生闭关，专心修炼，参悟大道。每当太虚观弟子入世修行，必将掀起巨大的波澜。其中最出色的弟子被称作道门行走，若是女弟子，则被称作太虚观圣女。太虚观上一代圣女孟冰云精彩绝艳，是公认近1000年以来太虚观出世的最杰出的弟子。她所修之道名为太上忘情道，与虚空阴阳道合称太虚二经，是观中道藏最强道法。太上忘情之道讲究的是先得情后忘情，以人道求天道，修到至高境界已无情化大爱，言不语，众生听令，身不动，天地俯首。修此道最忌为情所困，纠缠不清。但孟冰云偏遇上了一个男子，大周皇朝太师玄机侯朱洪武。孟冰云因其力情结无法化解，导致最终道心破碎，惊天修为化为乌有。大周皇朝是比大秦皇朝更加强盛的国家，君王们励精图治，国势蒸蒸日上。皇位传到了当代君主梁盘的手中，国家实力更是急速扩张。梁盘和朱洪武君臣2人都有意压制带有宗教信仰背景的宗门在大周发展。20年前，更是联合了9天剑盟等势力，合伙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一举改变了整个天元大世界的势力格局。灭佛！大周皇朝联合诸多的势力，围剿位于大周境内的世间3大圣地之一的大雷音寺。那一战惨烈到了极点，强者高手战死无数。更不知道有多少元神级的大修士陨落，但最终大周皇朝胜了，大雷音寺从世间除名，天下3大圣地只剩下了太虚观与蜀山剑宗。而孟冰云因为太虚观与大周皇朝的对立，因同朱洪武的结合，甚至被太虚观逐出了师门，更差点被清理门户。因为道法的缘故，孟冰云入世历练时做过卖艺不卖身的花魁，而玄机侯府重礼教，所以她嫁过去也只能当妾，然后很快就被侯府的大夫给欺负死了。一入侯门深似海，
朱洪武这种人物，就算动感情，在权力面前也完全不值一提。那孟冰云的儿子呢？我只听说孟冰云和朱洪武有一个儿子，名字好像叫做朱毅。古怪的名字。孟冰云死后，他过得更不好了，也不知道现在是生是死。这样看来，得尽快赶去大周了。别走，放我出去啦！在赶去大周之前，得先解决一件事。被饕餮吞噬后反哺到身上的火象精气，快压不住了，得马上把它化解。我选择现在就抽奖。第3次抽奖，第1目标是抽中一门火系道法，第2目标是抽中能化解体内火象精气的宝物。若能一举抽中火系道法，通过修炼，不但可以化解这些火象精气，还可以利用精气提升修为，一石2鸟。所以这次抽奖千万要给力呀！治疗火系伤害的话，投资系统有绛珠天霜丹。哎，这个好棒！火系道法的话，转盘里有一本烈阳战气，一本不动冥王诀残篇。哇，这个更牛！若是抽到绛珠天霜丹，也只能解决我的伤势，不能解决萧燕修炼的功法需求，所以还是选转盘系统吧。有2个目标，成功抽出的概率也会高一些。烈阳战气可修成7大真火之一太阳真火的根基烈日阳炎，修成旭日真火者，若能学习太阳真火法，便可修成7大真火之一的太阳真火。不动冥王诀上半部，大雷音寺秘传道法，自大雷音寺破灭后已近乎失传，可修成不动冥王怒火，威力仅次于7大真火。不动冥王诀虽然只有上半部，但却比烈阳战气高档多了。可之后我带萧燕和小不点去大周天京城，万一暴露功法，会不会被当作佛门余孽受到追杀啊？虽然烈阳战气目前层次低了些，但胜在没有后患。就决定是你了。搞得好像我真能抽到一样。2选1概率虽大，但人倒霉喝水都塞牙，上次就没抽中。难道真的只能拼运气？等等，转盘系统似乎有规律可循。与真实的实物转盘不同，真实的转盘，人伸手转动，用的力量大小会直接影响转盘的转动。但是，虚拟转盘随我心念而转，我想它转它才会转。既然如此，它的转动会不会有固定的规律呢？上次抽安魂草时，转盘大约转3圈半。若规律固定，烈阳战气在数字9的格子里，那么这次我应该从数字18或1的地方开始转。一定要中啊！1圈、2圈、3圈，3圈了！我靠，半圈停！停啊！系统，你故意玩我是吧？宿主是否立即启用不动冥王诀？罢了，好歹是部很不错的道法。等搞到下半部，他跟9霄天雷阵法基本是一个级别。离开梧州城后得看紧情况，绝不能让消息走漏。现在最要紧的是把我体内的火象精气处理掉。宿主启用不动冥王诀，修习进度加载中。怎么回事？火系法力填满了我已经打通的7个诀窍。这个感觉简直就像是我从一开始就修炼不动冥王诀到炼气7层，一直以雷系法力对抗的火象精气，丝毫没有拒绝不动冥王诀的火系法力。他们渴望相融，居然就这样误打误撞地冲到了炼气8层，而且我身上的火系法力与雷系法力可以自如转换。只有境界很高的修士会突破瓶颈，才会兼修其他道法。但不同道法大多不兼容，强行修习只会影响修行。元神级巨擘以自身根本道法作为修行基础，其他道法至其辅助作用。
但是我就不一样了，有系统在，别人看不穿我修为，我能自由转换自己的道法根基，无论学什么道法，法力水平都能立即提升。哈哈，搞定！小不点，我们走，找你大师兄去。啊，来啦！学完了，领悟的如何？领悟的很顺利，我感觉已经掌握诀窍了。林道友似乎有喜事，得此家徒，自然是喜事。这3年你百经磨难，却仍坚持修炼，道心坚固，这很难得。日积月累之下，你的根基会更扎实，将来提升境界的瓶颈也就少了。你看似浪费了3年时间，但其实以后很容易把这3年追回来的。那师父什么时候教我道法？林道友，我看你小弟子修行的似乎是雷系道法。这个小家伙适合修行雷系，于是本座便传他雷系道法。为人师者，因材施教。对于萧燕，我自然也有适合他的道法。师父还会不同的道法，不愧是师父。能掌握不同道法，而且造诣不浅，他绝非普通散修。难道他是某个大势力隐世多年的修士，突然入世了？爹，娘，你们在天上还好吗？孩儿很好，虽然法力消失后在家族内受尽欺凌，但现在没事了，法力消失的原因找到了，今后我可以重新开始修炼，而且我还有了个很厉害的师傅，还有一个比我小的师兄。从今日起，你就是为师的大弟子，暂代掌门弟子之称。你身为大师兄，得做出表率才是。是，师傅。10天后见过大师兄。放心，以后出事，师兄会罩着。我一定加倍努力修炼，师傅放心。日后师弟师妹们有了麻烦，你这个大师兄就得出头哦。师傅放心，就算惹出老的，也不需要您出手。到时候我老的小的一起打。是啊，师傅，我也会去帮大师兄的。你回去准备吧，把其他事安排好。3天后，我们就得离开梧州了。我的药材也有劳萧燕小友了。不知燕道友日后有什么打算？还请林道友指点一下，之前在哪里遇到龙叶？我稳定神魂后，要先去寻他。这么大的仇啊，他抢你哪儿了？他手里有个东西，不管是师门还是我，都必须设法追回来。本座是在1个月前，在梧州东北的连绵山脉中遇到过此妖。以后有燕明月出马，那女妖应该没工夫来找我麻烦了吧？当时他寄身于一株老桃树上，突然觉醒，危及村中人性命。本座正好路过，破了他的邪法，也救下了这个小家伙。这龙叶是什么根底？本座看他不似凡妖。林道友说的没错，他的本体是狼环玉树。狼环玉树，万物有灵，草木也可修成精。草木妖族的修炼潜力与物种直接挂钩。天地间最顶尖的4大灵种神树分别是梧桐神木、沙罗铁树、人参果树、狼环玉树。这等根骨天赋，难怪能给叶明月当宿敌啊！原来如此。若是当初知道他的底细，便顺手除去了。他是妖族大圣天妹的嫡传弟子，修行至高道法，天道妖姬。我与他若是死逼，便是同归于尽。还要谢过林道友重创了他，让我多了几分胜算。嗨，无心之举，不敢居功。这就对了，赶紧摆平他吧。谢谢师傅。太好吃了！这2个败家玩意儿，慢点儿，慢点儿！你们这么吃丹药，为师要破产了。
嘿嘿，才不到3天就冲到了炼气3层了。教练，我也想退魂。他明明做道人打扮，为何有大雷音寺的秘传道法？是他本身是昔年大雷音寺逃亡的僧人，这番打扮只是掩人耳目，或者是无意中得到了大雷音寺破灭后流传出来的道法。真儿，我一定会回来见你。我等萧燕哥哥回来，取回属于你的荣耀。狼骑竹马来，绕闯弄青梅呀！3天，他便已突破到炼气3层。林道友好眼力，明月甚至都有些后悔了呢。严道友过奖了。严道友，就此别过，预祝你此行一帆风顺。林道友也多保重。走喽！注意，为师这就来。老夫打你，是因为你没有摸清楚对方底细就盲目上报，懂吗？不能就这么算了，这个仇必须要报。好，贵派有什么仇要报？说来听听。9天剑盟，同气连枝，本公子不介意帮个小忙。金丹七星修士，蜀山剑宗。哎，走一走，看一看喽！瘦奶，我要喝瘦奶。哎，别乱跑，走丢了怎么办？你陪他去玩吧，为师先去找一个人。居然找炼气6层的人当家丁，这玄机侯府还真是有够气派的。客官，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嗨，要说这人杰呀，都比不上玄机侯，文武双全，征讨四方，立下赫赫战功之后啊，又器物檄文，金榜题名。嘿嘿，这样的人物啊，才是真正的这个。发现目标，适合成为宿主亲传弟子。哪儿？天赋系统整理完毕，4号目标资料如下：根骨指数7，福缘指数10，悟性指数9，心智指数8。目标天赋极高，建议收入门下悉心教导，必为宗门栋梁。复原指数10，这是刚站着就有经验法宝送上门的逆天运气啊！不会错了，就是他。那青山少年是谁？看他衣着简朴，但气度凛然，不似奴仆之流啊。小道爷好眼力啊！那人名叫朱毅，是玄机侯的庶子，生母青楼出身，早年呀就已病故了。啊，他学问不错，听闻准备参加恩科和会试呢。前些天呀，我听说他要去城外青阳山给他母亲扫墓，然后在寺庙里借住几日，以便专心备考。就是这个。多谢了。能不能为母亲挣名分，就看今年的考试了。金榜题名，加封3代，朝廷册封我后，母亲的灵位就能迁入朱家祠堂供着了。可惜，我要是成了修真者，那地位就高了，立下战功，封个爵位，那母亲的名分地位都会远远高过少夫人。地震了！既然要看，为何不大大方方走出来，光明正大的看？学生并非有意窥视，唐突了，道长，还请见谅。你害怕吗？圣贤书说，正直聪明为神，只要内心刚正严明，自身念头强大纯净，便不怕魑魅魍魉。何况雷霆乃9天至阳精气，正是阴鬼克星。道长既可以操纵雷电，周身又气血充盈，自然不是妖鬼之流。读书人不是不与怪力乱神吗？你倒是不拘一格。我辈读书人，存大义，明六合，知妖鬼，达神明，这才是格物。哦，想不到你对修炼感兴趣啊。这道人莫不是想收我做弟子？
家里父亲不准我习武修炼，我也没钱请师傅，眼下似乎是个机会，但谁知这道人是什么底细？唉，果然不出所料，此人心思缜密，不太好忽悠啊。可惜，都只是道听途说，修道一途又其简单，门外之人自然无法了解门内之事。本座还有事在身，你我就此别过，有缘再见了。就这样走了？我当那位道长有收我为徒的心思，原来是我想太多了。那道人看上去年轻，却不知真实年龄几何。道法，我若是修炼有成，是不是可以让父亲认错，让少夫人俯首？门外之人无法了解门内之事，这门要怎样才能进去？哎，这是何物？是为师留给你的好东西哦。九霄天雷正法，开篇章。糟了！唉，刚刚逃的救赎，竟然就这样没了。哎，地藏真经，这是一部佛门道法。我方才还在苦恼如何入门学道，真乃天助我也。这个也行，这不是他刚刚出城前在旧书铺里逃的吗？满之为实的福缘，实的福缘。我去年买了个表啊。这道法竟然是与不动明王诀相同级别的佛法秘传。昔年大雷音寺秘传护体神功。所谓地藏，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密藏。可得地藏金身的法体，法体不灭，则万劫不磨，万法不侵。昔年逃出来的僧侣把它隐藏在旧书中，静待有缘人发现，而这个有缘人就是福缘爆表的朱毅。这样一来，已经开始转运的朱毅还会拜我为师吗？这是。不愧是9点的悟性，这么快就引气入体了，人比人气死人呐！该怎么做？索性冒充佛门修士，谎称这真经是我藏在旧书里的。可朱毅戒心很重，这样空手套白狼，他多半不会相信啊！啊，有了！哼，静待一晚，明日就行动。那人是谁啊？从侯府后门出来的下人吧？怎么这么嚣张啊？嘘，小声点。他是玄机侯夫人少师本家带来的奴仆，叫朱军，外号朱胖子，炼气8层的修士。朱哥，朱毅那小子去哪儿了？他不在，我的拳头都痒得没处使劲了。那小子躲到破庙去了，等他回来，我再好好教训他。今天先去天香楼好好搓一顿。嘿嘿嘿，老大阔气，铁废物。哎，听说了吗？山上旧庙里有个青山书生，竟然能吞吐雷电。哟，那书生怕不是修真高人，在渡劫吧？别是以讹传讹吧？那朱毅怎么可能得到那么强大的道法？侯爷曾经发过话，要朱毅先学好经义学问，然后再谈习武修炼的事儿。侯爷立的规矩，谁敢破？我们一起去看看，若确有其事，就把他交给侯爷处置，其他不要擅作主张。我的好徒儿，待会儿你吃苦也不要怕，为师会罩你的。走。把道法交出来！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干得漂亮！易少爷，这是……我不清楚，为何我的火盆中会有这么一件东西。既然如此，东西我们便收下了，到时候上交给侯爷，再请他老人家处置。侯爷，只是易少爷，你我一同发现的这东西，少不了一起走一趟喽。绝不能让他知道我偷偷修炼道法。哼，轮到我登场了。
糟了，有人来了！先撤。就是这个书生。什么情况？啊？所以说老子最恨意外事件。你们是什么人？为何找我？叶少爷，你这是在哪里惹的麻烦？莫非欠了人家赌债？聒噪！除了这个书生，其他周狗都杀了。是。你这厮知不知道？不过一只苍蝇也敢叫嚣？啊！你说什么？我们可是玄机侯府的人，你敢动本大爷一根指头，灭你满门！灭我满门？我满门亲族早就死在你们周狗手上了。玄机侯那老贼的手上沾满了我国人鲜血，今天便先找他儿子付点利息。雪花，你们是雪峰国余孽，你们是烈风会。我只是一个不受重视的庶子，这要拿我当人质，你们找错目标了。哼，我当然知道你不受那老贼待见，但你从小在那老贼府中长大，府中布局还有守卫排班，想必都很清楚。动手！是。该死！别留活口，我们的行踪不能泄露。是。站住！这个胖子还有用，不能让他死了。先用传音经通知一下徒儿们吧。不过这经师虽然方便，但也忒贵了，肉痛。小燕子，带着你师弟到城西青阳山跟为师会合。放心，我们很快就到。小燕子这是怎么了？这两个皮猴，可千万不要出事啊！算了，先解决这边。我跑不动了，爹娘，你们总是给我生了2条腿啊！不好！是谁干的？正是在下。道长今日出手之功，在下一定会禀报侯爷。别在本座耳边聒噪，东西留下，赶紧滚蛋。他日有空，本座必当亲自登门拜访朱洪武。至于你，同一句话，本座从不说第2遍。方才您说的东西，小的也不知道在哪里啊。这1个2个的，真晦气，都不把侯爷放在眼里。我好像想起来了，道长，东西在这儿呢。道长，小的可以走了吗？你转告玄机侯，让他届时准备准备，本座不日便前来造访。快点啊！你赶快回去通风报信啊！是。方才他从我手里接过东西，却感知不出一点他的修为，难道真是世外高人？管他的，先禀告夫人。该死的，下次可别落在你家胖爷手上。胖子，看你的了。朱毅再不得宠也是亲儿子，掳走他的还是雪峰国彝族。所以玄机侯府必会来寻，只希望侯府的救兵能再快一些吧。幸好留给朱毅的那枚晶石还没有暴露，他们往东边的群山移动了。得先回青阳山跟萧燕和小不点他们会合。谁干的？发生什么了？师父放心，我没事。师父，我和师弟在坊室里转悠。见几个登徒子欺负妇女，便出手管了管。突然出来一个中年人，逼问我不动明王诀，还想捉我。我看到他头顶有好几个戒疤，此人修为很高，怕是筑基修士。那人用的道法也是不动明王诀。不动明王诀，八成是大雷音寺出身的僧人，没想到居然招惹来佛教门徒。这件事暂时先放一放，我们现在去追你们的新师弟。他被人掳走了，是，但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记住那人的样子，日后这个场子一定要找回来。好哎，我又要有一个师兄了。
你自作自受。这边是去青阳山东边的必经之路。师傅，我们干嘛这样偷偷摸摸跟在后面？您直接上去救人不就行了吗？现在不着急出手，为师想要观察你的新师弟心性和意志如何。对了，小燕子啊，你们遇到的那个和尚，他可修炼出不动明王怒火？我不确定。巡城兵马将那和尚围住了，他发出一道恐怖的青焰，才杀出重围的。寻常火系道法炼成的真火都是橙黄色，按不动明王诀道法记载，不动明王怒火是乳白色的，可那个人发出的火焰却是青色。他所修道法应该是不动明王诀没错，但并不完整，应该是缺失了最重要的开篇总纲。师傅，我修的也不完整，您什么时候把下半部传给我？贪多嚼不烂的，把现有的先学好再说。动我徒弟，抢我功法，贼兔！咱们看到底谁抢谁。贵苦还没来会合？还没有。我们别等他了，总是这么不守规矩。就算出身带来阴死又怎样？不怎么样，只是比你们都强。舅老，可是有什么不对？总感觉有人在窥视。没想到侯府的援兵这么快就来了。有埋伏！师傅，那个穿灰衣的人就是之前截住我们的和尚。大和尚，那些裂风会的人留你断后，分明是拿你当炮灰。闭嘴！日后一定要把那小子擒住。若修成真正的不动明王怒火，哪会这般费劲？什么？我的火焰竟然无法阻挡！好强的剑修，自身筑基期的修为，更有一把高品质飞剑。想不到大雷音寺的余孽竟然和烈风会混到了一起。这附近都已经被我用阵法封住，你跑不出去的。出去的是你们！这是舍利子，你这孽障，莫非把师门长辈的舍利子炼制成了法器？欺师灭祖的败类！欺师灭祖的败类！贫僧就是拼着命深陷无间地狱，也要你们这些邪魔付出代价。这是佛祖给贫僧的指引，师门长辈们必然会理解贫僧。五佛慈悲，横扫群魔。24诛天罗汉阵，开！这每尊罗汉的法力波动都可以媲美筑基期修士了，这法器也太猛了！我佛慈悲，回头是岸。可恶，竟然是精神攻击！我有罪！少啰嗦，给我死！这罗汉相竟如此坚固，好脱离，见归！怎么回事？不好对付啊！保萧炎、救朱毅都要过他这一关。想要制裁这秃驴，得先找到他的弱点。小燕子啊，过来。等下，你这样。这是要做什么？为师自有安排，你依言行事。今天在这里，说不定有你的一场机缘。是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小子跑了。要活的。若那和尚驱使法器玲珑对付你，别在原地纠缠，往远处山林跑。果然，24罗汉只能在佛光覆盖范围内活动，大和尚自己也不能离开佛光范围。就是布置布阵的那24颗舍利子，是否缺一不可？只要少了一颗，阵法是不是就无法维持下去了？去，
帮你大师兄宰了那条蛇，宰了它，为师给你们包蛇羹。这家伙盘起来跟座小山一样，速度却这么快。师兄，这里！我来试试你的厉害。嘿嘿，打蛇要打7寸，你个头再大，我也能摸穿你的7寸所在。哎！哼，你这长虫，方才追我，追得很畅快呀。请你尝尝这个如何？这样的臭小子还真狠，这场战斗应该没什么悬念了。不对，光团里有什么法器？威力堪比筑基修士。这法器受过损伤，以蛇养气，让法器尽快恢复；以气助蛇，让巨蟒更加强大。那大和尚当真是打好的主意。干得漂亮！小心，快躲开！躲开！大师兄！看谁先完蛋！北极天赐神光！师傅，你差点玩死我了！师傅，为师说过，今天有你的一场机缘，所幸有惊无险。待为师抹去原主人设的禁制，这法器就是你的了。师傅，我的法器呢？你去搜集那蛇的蛇血和蛇胆，为师准备给你根骨洗礼。我的金蟒，怎么可能？我寒阵的法力变弱了，快跑！谁想逃出去？不行，要回去找更多高手，才能降服此疗。我的鼓棒去哪儿了？我看到星星，我看到月亮。都看清楚了吗？头顶百会穴向前或向后1寸的位置，击打后可让人迅速昏厥。师傅，这不就是敲门棍吗？师傅，让我试试。是归是，有点分寸啊，别打死了。为师一会儿还有事情要问他呢。造孽呀！哦，对了，先查一下会苦这个法器。这个法器似杵非杵，似锥非锥。法器惊雷禅，仿制品。原来不是受损宝物，而是仿制品啊！哼，竟然能扛下北极天磁剑全力攻击，防御力杠杠啊！哼，到了我手里，可没有还回去的道理。在他找来之前，得尽快将法宝带走。既然是佛门护法神兵，法器里会不会藏有玄机？解析完成，神通名称小轮回诀。果真有玄机，白捡一个新技能。师傅，蛇血和蛇胆取出来了，来得正好，借一点蛇血给我。筑基期法器惊雷禅炼制成功。成功了，小燕子，这个给你了。谢谢师傅。师傅，我也想要一件筑基期法器。你不是挺喜欢你那个榔头吗？为师待会儿帮你修好它。现在先干正事啊！刚刚没注意，小不点玩榔头的时候把他打得有点狠啊！嘿嘿，别打了！你醒了？有杀气！是谁呀？告诉我，玄机侯府一共派了多少人进山追捕烈风会？快说！玄机侯府派了多少人追捕烈风会？你是什么人？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没有提问的资格！不想死就乖乖回答我的问题。你年纪一把了，
修成筑基期不容易，不想继续活下去，好好享受一下人生吗？玄机侯不是你亲爹，你只是为他服务，没必要把命也拼上，对吧？唉，算老夫在内，筑基期修士共10人，炼气期修士上百，侯府黄三先生带队。黄三先生？哦，黄三是谁让你看了？他是侯府的参管事，是金丹期的大修士，侯府外围事务一向都是他负责。哦，金丹期修士当管家，这玄机侯府排场可真不小啊！小不点儿，来帮为师个忙。来了，师傅。这老家伙，好东西还真不少啊！我本买卖就是来1000块。嘿嘿，这是道法名称：苍冥长河诀，属性：水系道法，详情可以增加修炼者的法力厚度。这不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法符外挂吗？有了它，我至少还能再打通3个诀窍，法力就不用愁了。时间紧迫，修炼道法就交给系统了。徒儿们，我们继续赶路。是，师傅。师傅，三徒儿，我来了。桃儿，我们还要等那个和尚吗？不等了，再等下去，追兵就要来了。已经来了。消失了。进去吧。下面居然是一座地宫，这地宫到底是什么鬼地方？污浊之气和灵气混合在一起，都感应不到朱毅身上的晶石了。恭喜宿主触发随机支线任务——黑云地宫。是吧？手头的任务都没完成呢，还来新的，恭喜你个头啊！黑云地宫任务背景：地宫本是100年前散修黑云真人的洞府，黑云真人昔日开辟洞府，竟不慎打通虚空，使地宫最底部与幽冥血河相连接，黑云真人遭劫陨落。任务目标：获得黑云真人遗失在洞府深处的本命法器黑云旗。任务时限7日，未完成任务作废。哎呀，未完成作废啊，还好还好。那个黑云真人是指金丹期修士喽？天元大世界有些约定俗成的规矩，金丹期修士可称真人，元婴期修士可称真君或老祖。啊！能让金丹期修士陨落的幽冥血河，我一个炼气期的菜鸡怎么可能搞得定啊？这地宫非比寻常，你们跟紧为师，千万不要乱跑。好的，师傅竟然如此认真，看来这地宫确实要万分小心。反正支线任务可以作废，不去做也死不了，大不了不做了。桃儿，这是哪里？这里是我们在大洲腹地的秘密基地，隧道里面有可以传送出去的空间法阵，是一条撤退路线。都注意脚下，这地宫深处怕有什么东西。进去探查的兄弟没有1人回来，全部失踪。走快点，前面就是我们的空间法阵了。和先前穿过的隧道不同，这是新开凿的隧道。前面就是烈风会的传送阵法。再在这里等一会儿，魏谷他们若是仍赶不上，我们只有先行一步了。是，别人赶不上不要紧，我们赶上就好。都给我留下吧！烈风会在这里经营多年，岂容你们放肆！可恶！受死吧！叫你看看我们五行宗的手段！逆行封魔阵！该死，我撑不住了！怎么这样慢？6个对付1个，还要这么长时间？叶少爷，我来接你回家。啊！敢问尊号？我姓黄，很多人习惯叫我黄三。你是玄机侯的人，狗贼，那你来！你们还弄不清状况呢！狗贼，
也太嚣张了！我的金丹符箓只能撑一时，走，去空间法阵，去死吧！不要！快撤！这些老鼠倒是贼滑，可惜那些法阵早就被三爷我动过手脚，你们就死在虚空乱流和空间裂缝里吧。天可怜见的哟，幸好易少爷还在，不然侯爷的脸面要往哪儿搁呀？不过，如果易少爷为了孝道，不愿侯爷为难而自戕的话，传出去反而是一桩美谈吧。我要死在这里吗？谁？喂，胖子，见没见过一个身穿白袍、羽衣星冠年轻道人，身边还带个小孩子？这把剑，蜀山剑宗的人？放肆！黄森先生岂是你能侮辱的？哼！你好大的胆子！斩虚破空，蜀山少泽剑气果然名不虚传，但你耍威风耍错了地方。你杀了玄机侯府的人，就休想活着离开大周。兵锋天下，万里飞霜。这话朱洪武可以说，但你算什么东西？更何况，就算是朱洪武，我总有一天会超越他。这不是少泽剑气，是蜀山六脉剑气中最刚猛霸道的少商剑气。他竟然同时掌握了2种剑气神通，万载冰封，无可撼动。记住我的名字，刘洋，我将会击杀朱洪武。唉，真无趣。我还是去找那个年轻道人玩玩吧。他先前说白色长袍、羽衣星冠的年轻道人，难道是那个人？裂缝鬼在搞什么呀？空间裂缝都炸出来了，把老子传送到幽冥血河，难道我真的要去做支线吗？当务之急还是先把朱毅弄到手吧。这血河真水会侵染法力，你们离远些，不要沾上。是，师傅。师傅，何事？你看那边。裂风会的人要真敢丢下我，我定要他们好看。这秃驴染的血河真水，我们趁他病要他命。等等，先把你的惊雷禅拿出来，这个你拿着。嗯。待会儿你们以为是指示行事。若我修炼成完整的不动明王诀，这巫血根本不值一提。那小子杀我灵蛇，夺我法器，我定要把他挫骨扬灰。小子，居然还敢送上门来！大和尚，你瞪什么？当初你为难本座弟子，便注定要遭今日之劫。他的不动明王诀是你教的，这是我大雷音寺秘传道法，速速归还于我。24诸天罗汉阵，开！看你们的了。什么？猜对了，佛门道法和法器之间可以产生共鸣，而金光罗汉把萧燕他们当成自己人了。贼人，给我死！地藏真经，哼，就算你会地藏真经，也不过是虚有其表。一只井底之蛙，守着仙人骸骨，还在大放厥词。你好，一个罗汉人能挡住，那24个呢？哼，小小法阵都无需本座亲自动手，本座2名徒儿便已足够。有人在试图收取那作为镇人的舍利子，你个小孽畜，好大胆子！就是他了，动手，我为你护法。成功了！你们好大的胆子！
给我！快！24诸天罗汉阵就此告破。哎，师傅，其他舍利子我也挖来了。贼牛鼻子！贫僧注定要下地狱，但走之前，必然要拉上你这邪魔歪道一起。不好！邪魔，贫僧一起下地狱吧！天赐神光！地宫内的灵气已经紊乱，要小心了！好晕啊！唉，幸好被传送前抓到那和尚的储物袋。哎，等等，我这么大2个徒弟呢！哎，算了，反正有主角光环护体，也死不了。还是先看看这储物袋里有啥吧。无动冥王诀残卷，哎，还有2张丹方。雷音大还丹出自大雷音寺的疗伤圣药，治疗肉身受损有奇效，活死人，肉白骨。破障丹帮助修士突破修炼瓶颈，小境界的瓶颈，服用后可立刻突破。此丹可以大大提升成功率。接下来该怎么从这里出去呢？宿主已接近支线任务物品黑云旗，请宿主按照地图前往物品所在地。不是吧？黑云旗金丹期法器，黑云真人本命法器，由黑云真人的成名法术诸天大挪移祭炼而成，可在短距离内虚空挪移，攻防一体，载人飞行，妙用无穷。看来这就是系统说的黑云旗所在地，幽冥血河了。好重的血腥味儿！找到你了，看你这副打扮，你就是给烈火剑宗苦头吃的那道人，看着也不怎么样嘛。蜀山剑修，还是金丹期的。天不作人呐！短短几个月，3大圣地的弟子被我转了个遍。不是说你还带着个小孩吗？人呢？小孩？什么小孩啊？这人是金丹期修士，看来只有智斗了。别装模作样，就是你当初跟烈火剑宗的人交手时，身边带着的那个小孩。在下只是个炼气10层的修士，怎么有胆子惹烈火剑宗呢？难道真是我认错了？就是这身衣着没错呀。奇怪，你不动手，我竟然看不透你的修为境界。这是因为，在下无意中得到一件小东西，可以隐藏自身修为，请上仙过目。为什么我用没有效果？这可能是因为我修为低吧，自然是因为这是假货喽。既然你不是那个道人，那你来这地宫做什么？在下是听说这地宫底下有件宝物，所以想来碰碰运气，看有没有机缘。宝物？什么宝物？在下听说这地宫有个黑云旗，而这旗子有挪移虚空的妙用。我怎么感觉不到这里有宝物存在？因为这旗子在这条血河里啊。在河里？你是在骗我吧？你先下去，我看看。上仙明鉴啊，这条血河至邪至祟，在下这点修为下去就是送死啊！要是这下面没东西，我就让你后悔从娘胎里生下来。不敢不敢。这是我前日斩杀一名魔修时从他那里得来的法器，而这法器正是用这幽冥血河中的巫血祭炼而成，所以这水是奈何不了我的。这厮修为颇高，还有这等魔道法器在手，若非有心算无心，我今天算是死定了。你看，这不就……你笑什么？我笑好戏刚开场啊，精彩的马上来了。什么？
怎么回事？怎么挣脱不了？所料不差，黑云真人的遗骨和法器就是阵眼，压制着幽冥血河。拔出了黑云旗，这幽冥血河就会喷薄而出。乌纳道人，受死！朋友，你真是个好人呐！要不是你，我还头疼如何再次振风这幽冥血河呢。真是谢谢你啊！恭喜宿主完成随机支线任务，获得黑云旗，奖励500点数。黑云旗攻防一体，内部有法阵可吸收天地灵气，滋养自身。不错不错，这点数先攒着，等收朱意为徒后再干票大的。现在还是先炼化黑云旗。炼化成功，黑云地宫地图+1。哎，这黑云旗居然还能显示黑云地宫的地图，把精神与黑云旗互通后，能否确定朱意他们的位置？哎，有了！朱意和小燕子他们居然在一起，他们周围有没有别人？这么多，得赶快过去了。这么小就炼气7层了，好苗子呀！小朋友，找到了，你叫什么名字？叔叔爷爷你们好，晚辈于浩有礼了。旁边这位是我堂兄于燕。小朋友，你姓于，难道是大秦皇朝于氏家族的子弟？是啊。您认识我家的人？小家伙还挺聪明。如雷贯耳啊！可惜无缘碰面。大秦皇朝4大家族之一的于氏家族是霸主级势力，于家的人可不好抢啊！哎，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呀？我和族兄一起出来游玩，远远望见山洞便进来看看，谁知出不去了。老爷爷，你能带我们出去吗？哎，大秦使节团确实在前几日到了天津城。这孩子难道是跟着长辈过来的？哦，不对，有问题。你修炼的是雷系道法，而你堂兄修炼的是火系道法。啊！于家的水系道法玄冥诀举世闻名，你2人为何不修家族道法？我师父传我什么道法，我就学什么道法了。一派胡言！你若真是于家嫡系弟子，怎可能另拜他人为师？因为他师父比于家更强啊！弟子见过师父。阁下口气不小，敢问是哪方得道高人？之前险些失之交臂，原来你竟是冰云的儿子，都长这么大了。你竟然识得我娘亲！本座当日前往青阳山，便是到坟前看望故人，无意间遇见你，却对面相防不相识。之后，问那庙里的老僧才知道你是冰云之子。你能时常记得去为你母亲扫墓，这很好。虽然世人皆已忘了孟冰云，但他总归在这世上留下了最宝贵的东西。虽未曾听母亲提过道长，但母亲过世多年，道长仍能记着她。所以在此代母亲谢过道长。本座昔日曾答应过你母亲，若你愿意，本座可收你为衣钵传人。此后，本座将授你道法，助你踏上仙途，逍遥长生。如意，你可愿意？诸公子择何人为师，日后走何种道路，过何种生活，自有侯爷为他安排。别说孟冰云已生死道消，便是他还活着，也就是个妾室，无权干涉侯爷的决定，算什么东西？我劝你啊，速速离去，否则惹恼了玄机侯爷，天下虽大，也没你容身之地。本座与人说话时，保持安静。朱洪武虽被朱意血亲，却从未尽过教导的责任，只以依法规矩约束他人，满足私欲和控制欲的人，简直枉为人父人父。朱意是本座故人之子，不管他今日是否拜入本座门下，本座都不会坐视不管。这孩子的路，由他自己选择。狂徒，该死！快躲开！天罗汉阵，开！
快躲开24诸天罗汉阵，开！哈哈哈哈！还当你有多大本事呢？不过如此。活佛慈悲。不过如此的究竟是谁呀？第3敌，有何可得意？我们这里5人便灭了你的罗汉。现在还想灭了我的罗汉吗？不要慌，这应该是个阵法，突入法阵范围就好了。罗汉怒目，镇压诸天，震！你会付出代价的。通风报信，正好来个祸水东引。师傅，师傅好厉害呀！多谢道长援手，救学生脱困。学生有一个问题，希望道长为我解惑。但说无妨。敢问道长心中，这天地间，到底是道理最大，还是力量最大？没有实力，你的道理就无法伸张；空有实力而无道理，不过是恃强凌弱的暴力罢了。有实力的人讲道理，这道理就最大。便如师傅所说，有实力讲道理，这才是正道。求师傅收下我，出意愿在师傅门下修行，学道法，讲道理。恭喜宿主收得第3名亲传衣钵弟子朱毅。我手头这么多雷系神通法术，还是传授他9霄雷霆阵法吧。这是你大师兄萧燕，也是目前为师的掌门弟子。这是你小师弟石天浩，本来他才是为师收的第1个弟子，但懒得很，自愿当老小。朱毅见过大师兄，天浩师弟。无需多礼，咱们同门师兄弟间用不着那么客气。石天浩见过二师兄。人说学无先后，达者为先。比起这位小师弟，我差的太多了，必须奋起直追，然后超越他，才能起到师兄表率的作用。为师行走天下，不会在大周停留很久。你有什么打算？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弟子愿随师傅行走天下。今年的科举，弟子不打算参加了，但3年后，希望师傅准许弟子回天津城。来了，主角学成归来，一拳打死老父亲的戏码来了。入我门下，只需守我门下规矩即可，为师不会限制你们人身自由。还是那句话，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弟子明白。好了，我们走吧。看看这次抽奖能不能开出什么好的武道神通来。老是给他们修炼其他门派的招式，着实不行。这次用骰子抽吧。碧波掌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 ，pass。雷音罗汉拳，品级低，且又是佛门道法，不行。灵鹫神掌，数千年前散修灵鹫上人成名的神通武道，但自灵鹫上人作画后便失传。这个不错呀，就决定是你了。为什么我想要的总是得不到啊？哎呀，又抽出神秘箱子，不知道这次能开出什么来。物品名称：九转炎魂丹。神通名称：无方飞剑。居然有一本武道神通，我还是很欧的嘛。这丹药也不错。物品名称：狼环玉树叶。还有一个是狼环玉树叶。狼环玉树叶，我要这么个东西做什么呀？狼环玉树不是龙叶那个女妖的本体吗？你要这东西无用，不如送给我吧，好不好？声音是从我的剑中传出来的。龙叶，这妖女难道从半年前石村那时起就已经附在了我的法器上？怎么样，要不要给我？你终于肯出声了。你这人
真让我看不透呢，究竟是什么修为啊？当初本座心慈，饶你不死，看来你还未吸取教训。人家吸取教训啊，所以一直没有动手杀你，因为我真的看不透你啊。本座深浅，又岂是你能看透？所以啊，人家不找你麻烦了，而是跟你做交易。你似乎在寻找合心意的弟子。看见良质美才，任何人都会心动，本座自然也不例外。哦，可你收下的弟子见明珠蒙尘，却被你慧眼识得呢？难道他发现了什么？关你收徒，你是想开山立派了？哼，我知道一处伏天动地，助修炼，人无主，你或许需要。说话不要大喘气啊！只是这样还不足以打动我。你这人，想加价你就直说呗。我先用这石笛换树叶，再告诉你洞天所在，由你亲自验证，这样你不会吃亏，如何？这机器是太虚观。这就是燕明月要找的石笛，但我不知它有何重要意义。这交易你可愿做？这妖女怕是想利用我牵制燕明月，但你有你的算法，我有我的计划。得到狼环玉树叶后，你会怎么做？燕明月要重回太虚观，我自然也有我要回的地方。我已经说过，没有要找你麻烦的想法了。为你自己好，你说的最好是真的。你的交易我接受，成交。先不管石笛有何玄妙，眼下最重要的是去找最后一个徒弟。但愿能顺利完成，一定会顺利的。爸，侯爷这次是真的发怒了。这次黄三的失手与佛门余孽和大秦朝余家有关。侯爷有令：其一，集合人手前往黄三他们失踪之地，掘地3尺也要找到线索；其二，捉拿大周境内已知下落的烈风会人员和大雷阴寺余孽，一个不留；其三，随我一起前往大秦使节团驻地，向余家人查问此事。陶二先生，请慢走。他们也太嚣张了，手下失踪竟赖到我们余家头上。这明显是有人嫁祸我们余家。这件事你也去查，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若人手不足，就跟本家联系。听说石家那边也不太平，有人要对石天意不利，多事之秋啊。这里有舍利子的气息，慧苦在这里出现过，还跟人动手了。还好，舍利子没有受损。慧苦这欺师灭祖的孽障，竟敢亵渎师门长辈骸骨，必须得夺回舍利子，让众师长昏暗西天。而对这个孽障，贫僧定要剁了他。不愧是我的徒弟，这么快就突破了。不过最后一个徒弟还没着落，我的时间只剩1个月了。趁他们在修炼，用黑云旗去附近的城镇找找看吧。大周大秦都被我踏遍了，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难道我真要回去找萧真儿？难搞啊！哎，还是先回去找小不点儿他们吧。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地方？黑云气破开虚空，竟将我传送到了一处异度空间了吗？还来也要瞎了！怎么回事？只是无意中被卷进这片虚空吗？老夫乃玄道宗朴为子，阁下是何人呐？玄道宗，势力名称玄道宗，地理位置大秦皇朝南疆。详情：大秦皇朝南疆的一个宗派，宗门中最高修为的高手是元婴期。山门所在位置靠近大秦最南部人族和妖族世界的分界线。大秦皇朝宗门还有元婴期高手，山野散修，道友唤本座林道人即可。观道友模样，似乎有伤在身。不错，
老夫在虚空战场被人所伤，不过闭关休养一段时间便会好了。虚空战场又是什么？地理名称：虚空战场，地理位置：天元大世界外的异度空间中。详情：虚空战场有许多天元大世界稀缺的修真资源，但空间内乱流涌动，极不稳定，非常危险。目前仍有许多区域处于未知状态。哦，原来如此。我记得石村村长讲过，小不点的爹娘就是为了救援失踪在险地的祖父，才让小不点遭了大难。这个险地会不会就是指虚空战场？虚空战场虽有风险，但收获应该也不小吧？我竟看不出此人修为。哎，岂止是风险呐！和老夫一起进去的横越派老祖直接陨落在里边了。若非你突然闯入扰乱了虚空，恐怕老夫也要陪在里面呀。道友身中冰寒之伤，本座便赠你9转炎魂丹，化解冰寒伤势吧。为何要给老夫啊？本座想给你便给了，没有为什么。倒是老夫婆婆妈妈了。好，老夫承你这个人情，以后随时欢迎来我玄道宗做客。什么事啊？聊得这么开心？哎，朱毅，你换新衣了？是大师兄给我买的。师傅啊，我们听说附近的横越派开山门收徒的时候，有个人没通过考核，不能入门，就跑去跳崖了。他跳崖后不久被横越派的人救了，破例收为记名弟子。你们刚才说的这个人，现在在何处？这不就是废柴流和凡人流主角剧本吗？最后一个徒弟又着落啦！拜师大典已经开始了，那个主角命不会已经拜入横越派了吧？这人怎么也在啊？哼，丢脸，干脆直接摔死算了。发现目标，适合成为宿主亲传弟子。目标：光灵，根骨指数5，悟性指数10，心智指数10，福缘指数8。总结：目标天赋有欠缺，但发展潜力巨大，建议收入门下，悉心教导，必为宗门栋梁。两相反之，这个徒弟我是收呢，还是一定要收呢？还是必须收呢？从今往后，各位就是我们横越派弟子。弟子谨遵宗长教诲。对象符合标准，但以拜他人为师，需解除原师徒关系后，方可成为宿主亲传弟子。没事，刚才只是一点小意外。汪林这个徒弟一定还是我的。汪林，你这种人简直就是我们横越派的耻辱。没错，你有本事再自杀一次啊！啊！你要能再靠自杀通过那门考核，那才算你有本事。晦气，怎么和这种人同宗门？以后让他知道什么是强扭的瓜不甜。这小子以自杀威胁的方式加入横越派，肯定师长嫌弃同门鄙夷，师门的归属感定然不强。这样看来，我还是有很大机会的。爹，娘，我一定会成为仙人的。在这种环境里，你可成不了仙人。你是什么人？你在这样的师门中，只会被分配杂役的粗活，如何修行？再加上你天资本就比常人差，如今速度更慢，怎能攻城？仙长，您的意思是？你可愿意离开横越派，拜入本座门下？本座必悉心教导于你，将一身道法神通尽数传授。你若想要见识本座的能耐，本座1时3刻就能挑了这横越派。他是在提防我。对了，这小子福缘也有8，该不会是捡着什么宝贝了吧？觉得不可思议，无妨，你自己拿主意。
本座在山下小镇停留20天。若你想通了，自己来小镇寻我。是我太多疑了，难道他不是冲着我的秘宝来的？刚才汪林那防备的模样，肯定是怕我抢他的东西。说不定那小子已经有超神法器或者老爷爷相助，可能已经走上属于自己的逆天之路了。这横岳山的灵气果然比咱们的山门浓郁啊，太适合修炼了。要不了多久啊，这里就是我们玄道宗的地盘了。玄道宗，咱们朴北子老祖安然无恙归来，他们横岳派老祖却死在了虚空战场，一切皆是天数。没错。哎呀，好的山门洞府为强者居之，他们很快就要搬家喽。天无绝人之路啊，这下好办了。天雷玉魄内的精气已经用完了，修炼变慢了不少，但慢慢修炼也能助我熟练运用功力。恭喜宿主全部打通12穴窍，达到炼气期的顶峰，12层的大圆满境界。耶，终于成功了！即使哥是从炼气4层开始的，但不到1年就达到如此境界，莫非我也是个天才？师傅，您在屋内吗？弟子有问题想问您。进来吧，是时候在徒弟面前神迹一次了。你们修炼的如何了？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吗？弟子昨晚琢磨出一门武道，正要请师傅点评。此外，我道法境界瓶颈松动，想来是要突破了。师傅容禀，弟子昨日偶然发现了一株奇花，特地带回来，请师傅处置。师傅，我突破炼气10层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破的。物品名称：3叶幽兰，类别：植物，详情：聚天地灵气，占金色光华，作用：破障丹主材料。真没琢磨你福缘之石的属性了。你们修炼有德，为师倍感欣慰，但修炼并非一日之功，切忌持之以恒。回去休息吧。谨记师傅教诲。做师傅的怎么能输给徒弟？必须要加快筑基了。筑基又名铸就道基，分为3个层次。筑基前期，修士开辟气海，法力远胜炼气期修士。筑基中期，铸建灵台，灵台有9品之分，1品灵台最佳，9品灵台最次。筑基后期，则是要在灵台之上凝练丹鼎，也是筑基期最重要的环节。因为丹鼎的品质不仅决定修士结丹的成败，更决定着日后能否冲击金丹期以后的境界。小不点当年身遭横祸，就是因为他天生气海中立着一座比1品灵台还要强大的至尊灵台。至尊灵台上立至尊丹鼎，其所结金丹必然是最好的。莫说金丹期了，元婴乃至元神都大道可期。而且小不点的根骨仍是实的满值。他日筑基开气海，是否还能得一座至尊灵台？但是不完成主线任务的话，我还有命知道吗？我的第4个徒弟还没到手呢，也不知道那玄道宗什么时候去横岳派踢馆呢。不过听说这横岳派和玄道宗地缘较近，2个门派互为奥援，共同抵御外来势力和妖族入侵。虽说是为了抢修炼宝地，但2派好歹有个同盟情谊。也许玄道宗手段会温和点儿，所以他们该不会2、3个月后才来吧？那时候我坟头草都3米高了。看来不能只等那个玄道宗来搞事，还要做好随时上山抢人的准备。只是这样不仅会得罪横岳派，还要跟汪林的金大腿竞争上岗。现在我必须动用一切有用的力量。有了！光顾着用戒指练习天垄咒印，差点把他给忘了。饿死了，饿死了！光着我就算了，好歹给我弄点吃的呀！所以你来干什么？哎呀，咱们认识时间也不短了，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呢？我干嘛要告诉你？有好处啊，比如说吃的东西。真的？真的，不过前提是你必须说真话。
要是敢糊弄我，你知道后果。我家村村，现在告诉你了，能有吃的了吗？吃吧。太少了，还不够塞牙缝呢。那上次烈火剑宗老头的剑光够不够啊？你又想骗我给你做挡箭牌？但不用这种方法，你的小肚子又要饿得扁扁的了。你也不想挨饿吧？好吧，我答应你。这下就有个大帮手了。刚才那个大蜈蚣是朝那儿去了吧？上面好像还有人呢。估摸着蜈蚣能有100米长短呢。那个方向是恒月派所在，莫非是玄道宗的人已经到了？哈哈，果然是去恒月山的，应该是玄道宗那边的比试要开始了。嘿嘿，王小徒弟，为师来找你了。道友，你们恒月这一次出了不少有潜力的苗子呀。哪里，道友远道而来，请先稍作休息。不用，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比试吧。这么迫不及待，看来玄道宗胜券在握呀。几天不见，这小子居然已经有引气入体的征兆了。不对，这个人也只有炼气8层的水平。看来这汪林是得到某种奇遇了。太慢了，你们恒月派的弟子一起上吧，我一人足矣。居然如此狂妄，这不合规矩。这次咱们就一人定输赢吧。你们恒月派弟子中，若有人可以坚持10秒不败，就算你恒月派赢。不过嘛，得附加一个彩头。若我玄道宗获胜，我宗要你们恒月山500年的使用期限。来了，开始恶霸抢地了。道友，你是在开玩笑吗？你以为那弟子真能一人赢我恒月派的所有弟子吗？把符箓解开吧。他居然瞬间长到炼气大圆满的修为，他手上的符是元婴期修士才能制成的。难道说他们老祖回来了？没错，我玄道宗朴北子老祖从虚空战场回归了。他带回了消息，你恒月派2位老祖全部陨落。看在往昔交情上，玄道宗不会巧取豪夺，就通过比试决定恒月山的归属吧。若再无人上前，就是我们玄道宗赢了。我们最高修为的弟子才炼气10层，怎么可能打得过啊？这下完了。若非我赠药助玄道宗提前上门，这场比试或许会成为主角汪林的翻身仗，可惜了。嘿嘿。既然无人应战，那这场比试胜者就是我玄道宗了。老夫朴北子，恒月派的小辈儿都给老夫出来！此恒月山已是我玄道宗的地盘。可恶，他们是由背而来，外开护山大阵。哼，不自量力！可恶！我再说一遍，除了人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带走。再啰嗦，老夫不介意灭你恒月派满门。此外，我玄道宗在此大招门徒，有意加入者留在此地即可。这要不加入玄道宗算了？是啊，恒月派连地盘都保不住，还留着干什么呀？哎呀，走吧。我靠，这个朴北子直接挖人根基啊！接下来看汪林怎么选了。就这么点人了，哎，走吧。哼，汪林还挺有情义的嘛，居然没放弃恒月派。不过去哪儿都没差，我徒弟在哪儿，我就在哪儿。那玄道宗真不是东西，简直就是土匪！你去那边打点水来。哦吼，
这个师傅看起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呀。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吗？从山崖底下捡来的珠子，既能替我疗伤，又助我修炼。难道它就是改变我命运的钥匙？我一定不能让他人知道这个秘密。乖徒弟，把那个石珠给我看看。师傅，只是一个寻常的弹珠，徒儿耍着玩的。还敢骗我？你这么差的资质，还能引气入体，肯定有什么好东西。敢跳，是时候让我这个准师傅登场了。这是……我去，你还真有个老爷爷呀！哪来的孤魂野鬼，在此猖狂？受死吧你！自我量力，逆徒，竟敢勾结邪魔歪道来谋害自己的师傅！我今天就逐你出师门！目标已解除原有师徒关系，宿主现在可以收该目标为徒。不是吧？这么简单？待我禀明2位金丹期祖师，定要将你和这魔修一起诛灭，清理门户。你觉得自己还有命回去？你要干什么？不，等等！法力完全使不出来。好久没有尝过如此美味了。看什么看？我辈修真之人本就是逆天行事，谁惹你，你就杀了谁。可惜你那无用师门被人夺了山门赶出来，像丧家之犬一样奔逃，屈辱啊！你想说什么？我说，你想不想变强？老大的，这老鬼不仅抢我生意，还抢我台词。你能让我变强？你能传我道法神通？你随我学道，不出10年便可功成名就。到时就连今日的元婴期修士也不会放在眼中。不过修仙路上要受万般苦楚，你可能忍受？什么苦我都能忍受。真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呐！只能趁现在强抢了。等等，这老头不对劲，这亡灵在其他人眼中就是个废柴，这老鬼又不像我一样有系统提示，干嘛那么积极收他为徒啊？一定有古怪。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老夫先带你去个隐秘之处。让我看看你这老货到底搞什么鬼！这里应该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了。修炼我的道法，需配合你手上这枚黄泉珠。你根骨较差，基础也弱，想要尽快提升实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老夫以灌顶之法帮你突飞猛进。灌顶？待会儿你用身心与手上的黄泉珠沟通，来引动它的力量，同时对老夫敞开你的识海，方便老夫为你灌顶。双管齐下，双方力量联合，方可让你脱胎换骨。前辈，您为什么要帮我？老夫大发慈悲帮你一把，你倒还拿捏上了。谢谢前辈的好意，但还是不劳烦前辈了，还请前辈送我回去。不识抬举的小子，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无功不受禄，晚辈天资笨拙，修为低微，恐无法报答前辈的大恩。这就由不得你了。老夫想省点时间，既然你小子不识抬举，那老夫只好再费点事情了。这剧本不对啊！
真命天子和他老爷爷干上了？不能睡过去，有什么办法能保护我？求求你，黄泉珠，回应我吧！糟了，老夫的秘密被这小子发现了。当年那一战后，老夫肉身尽毁，神魂重伤，只能依附在黄泉珠中。本想借此炼化黄泉珠，却差点被他炼化。又是这小子在捡到珠时，手部伤口的血滴落在上面，无意血击了此宝。还好他修为低，不能完全驾驭。若能夺舍这小子，老夫就能重新获得一具肉身，更能彻底炼化此珠。原来不是老爷爷，而是反派啊！敢欺负我徒弟，不知死活！好冷，好冷啊！爹，娘，我要死了吗？孩儿不孝，不能回去看你们了。那时候，要是跟着那个道长走，是不是就没有今日之祸了？老鬼，你本座滚开！离本座弟子远点！啊！老鬼，立刻滚蛋！饶你不死！哼，干坏老夫好事，是你找死！让你见识一下老夫的百鬼夜行之术！这老鬼只剩一缕残魂，实力也相当于筑基巅峰。要是被他恢复到全盛时期，该多恐怖！今日既然劫下了这个敌人，就一定不能留后患。佛门的屠贼，老夫最讨厌的就是和尚。之前亮起的那些赤红色光点，原来是他们的眼睛。这不是刚刚被司空南杀死的那个孙小柱吗？小畜生！待老夫杀了你，就把你变成他们中的一员，永生永世供老夫驱策。哼，你可真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关公面前耍大刀啊！什么？你方才说对付谁绰绰有余来着？那么，我们开始吧！我的厉鬼呀！我若不是落得如此重伤，现在哪怕是筑基期修为，杀这小畜生也如杀狗一般呐！你若落在老夫手上，老夫定要将你的神魂当灯油来煎！可惜你这老鬼邪孽遇上了我这个克星，九霄天雷正法，黄雷电刃。老鬼，不行，不能再硬拼了，否则老命要断送在这里了。去，这老鬼重伤的神魄居然在飞速恢复。哼，小子，任你如何嚣张，只要老夫在这黄泉珠里，你就杀不了我。老夫迟早要找你算账，咱们看谁能笑到最后。哼，毫无疑问，笑到最后的人必然是我。你做了什么？你怎么可能隔断黄泉珠和我之间的联系？这是太虚观的天笼咒印。你怎么可能会太虚观的秘传法术？你不是修的佛门道法吗？老鬼已经被封印住，亡灵应该快醒了吧？为何用法力刺激也毫无反应啊？糟糕，他的神魄也陷入此珠内了，必须尽快把他的神魄捞出来。他没有道法修为，神魄出窍太久就回不了肉身了。得先联系一下那边的3个徒弟。师傅，有什么事？啊，为师今日有事要办，你要有一个新师弟了。新师弟？师弟什么时候来？我也不好确定。这段时间你照顾好小不点和朱毅，耐心等为师回去。啊，师傅放心，我们等你回来。
灵气啊！哼，你以为你用天冷咒印困住老夫就万事大吉了？正好相反，这个天冷咒印反而让老夫看破你修为深浅。老夫马上破了这咒印，拿你的神魂下酒。在这之前，我先把你凉拌了。竟可以将法力渗透到这黄泉珠内，也把佛门舍利炼制成了法器。老鬼，我今天就用这佛光大阵渡了你。事情就是这样，在师傅回来之前，我们就先留在客栈里等着吧。大师兄，我们留在这里等多无聊啊！那我们去找师傅。咱们一起去城里的集市逛逛吧，去看看有什么好剑。我想配一把。我也想买把剑。对了，我们给新师弟也买点东西吧，就当做是见面礼。行，咱们就一起去放松一下吧。东西已经买好了，接下来要去哪里？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东西，大师兄，你看上这东西了？我总感觉它和我似乎有某种联系。就用师傅常说的一句话，莫非我与此物有缘？去看看，去看看。喂，长得好奇怪啊！大师兄既然喜欢，那就也买下好了。好。这波动是惊雷禅，佛祖垂怜，终于让弟子找到了。我说，你们两个就不能等等我吗？想笑就笑，别憋着。大师兄，你说你跟什么东西有缘不好，非要跟这么一个笨重家史有缘，这下苦头吃大了吧？大师兄，你是不是上辈子造过什么孽呀？我也没想到会这样，这东西还能压住我的法力运转。慧苦的惊雷禅为什么会在你们身上？慧苦在哪里，舍利子又在哪里？这和尚修为深不可测，师傅不在身边，应聘容易吃亏。是因为大师送给我们师傅，然后师傅传给我们的。这小娃娃居然已经有炼气10层的修为了，真是不可貌相。尊师不知是哪位高人？师傅不让我们说，不知大师有何指教？好吧，也没什么，我是来问惊雷禅的下落的。在你身上吧，那是我佛门法器。法器是我恩师赐下，未经恩师许可，晚辈不敢轻易赠予他人。你说什么？师兄。好吧，那赠你们惊雷禅的和尚，你们可知他现在在哪里？不清楚，我们是半年前在大周皇朝都城天津附近遇见他的。大师若要寻人，不妨往天津一行。原来如此，感谢3位小施主。南无阿弥陀佛。这和尚雷声大雨点小啊，就这么走了？很可能卷土重来，我们尽快回去跟师傅会合吧。好。放了长线，但愿能钓大鱼。天少爷，在下刚才看见一个小孩。小孩子怎么了？那小孩与石子灵眉眼间有7、8成相似，恐怕就是他儿子。你没看错，老奴记人样貌是最准的。若是当初那孩子还活着，也该这么大了。去，找2个人跟上去观察一下，找到他们落脚点后回来通报。是。黄泉珠内的灵气无比粘稠，仿佛千古一般。接触时间长了，我的法力竟然渐渐有失控的趋势。这老鬼借用了黄泉珠的力量，居然能抵挡住佛光的炼化，得找个办法才行。百鬼夜行术，昔年万鬼宗秘传神通，
杀死目标后可拘禁对方，以秘传炼制成阴鬼，藏身于使用者法力中，需要时放出攻击敌人。厉鬼完全保留生前修为，驾驭厉鬼数量同使用者修为高低息息相关。百鬼夜行之术，万鬼宗，似乎是数百年前风光一时的魔道宗门，没落后直接被蜀山剑宗的一个剑修灭了满门。这个话题似乎可以用来动摇他的心神。哎，你是万鬼宗的人？哎呦，想不到啊，居然还有人记得我万鬼宗。不错，老夫正是万鬼宗末代长老司空南。我的一个朋友提起过，在他师门一直流传着你们万鬼宗的传说。你朋友也出身魔道宗门？不是的，我朋友叫刘瑶，他是蜀山剑宗弟子，在他师门里一直流传着一位前辈大能孤身单剑挑掉你们万鬼宗山门的传说。啥？你忽悠我是吧？老夫宰了你！他急了，他急了，越急破绽越多。哎，不对，小畜生，差点就着了你的道。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黄泉真水、血河真水同样位列天地间6大真水，来源于地府幽冥黄泉，是比幽冥血河更靠近无间地狱的存在。黄泉珠这件宝物很有可能跟传说中的黄泉真水有关，甚至有可能就是黄泉真水祭炼的。黄泉真水也被称为忘情水，人的神魄沾到一点黄泉真水就会失去记忆，法力沾染到黄泉真水也会还原为最纯净的天地灵气。黄泉珠这件宝物很有可能跟传说中的黄泉真水有关，甚至有可能就是黄泉真水祭炼的。黄泉真水也被称为忘情水，人的神魄沾到一点黄泉真水就会失去记忆，法力沾染到黄泉真水也会还原为最纯净的天地灵气。这黄泉珠内看不见黄泉真水，但却带有黄泉真水的几分神妙。水火不容，想要克制黄泉真水，非要与它同级别的7大真火不可。好在这里没有真正的黄泉真水，说不定可以用不动明王怒火试一试。虽然以我的境界还修不成不动明王怒火，但他们说不定可以。用不动明王诀的法力，或许可以与他们沟通。成了，修炼不动冥王诀的居然有3个，嘿嘿，老鬼死定了！啊去！小畜生，你要做什么？我慈悲，化愤怒啸，无穷怒火，直灭万国，斩尽一切吧！这。冥王已经修成了不动冥王怒火。去！你这小畜生，老夫就算死，也要拉你鞭背！什么声音？我去，这竹内还真有黄泉真水啊！这老不死的还把他引来了！小短鬼一剑，做梦！可是我要驱动的不动冥王真火，只是一个小火苗，怎么能抵御这么多黄泉真水啊？啊！那是汪灵的神魂。好徒儿，来的正是时候。秘籍参悟中，这个触感，黄泉涅槃诀，这就是祭炼黄泉珠这件宝物的道法。原来如此，等亡灵醒来后，就会通过这黄泉涅槃诀，彻底炼化这件宝物，走上真命天子的康庄大道。嘿嘿，现在就让我这个做师傅的先掌握这道法，等他醒来后再慢慢传给他吧。该死的，竟然让老夫被黄泉珠这件宝物给炼化了！老夫虽未死，却生不如死。
虽然老夫此生都无法离开此处，不过也因祸得福，不仅不用再畏惧着黄泉真水，相反，还可以肆意的操纵。两个小畜生，这回你们死定了！二位师兄，有人跟踪我们。我用法力探查过了，修为只是练气期，不是刚才那位大师。刚才出楚州城的时候，迎面走过去一队人，里面有个老头一直盯着我看，会不会是跟他们一伙的？前面找地方解决掉他们。好，好。不好，快跟上他们！天少爷为什么非要我们跟这3个小鬼？完全是浪费时间嘛！嘘，少爷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别那么多废话。怎么脚印突然消失了？不好！像样！别乱动比较好，我们已经有一个活口，留你不留，看你自己表现。好啦，说说吧，为什么跟着我们？我是余家的修士，你们聪明的话，最好放了我们，否则你们有苦都吃。我听师傅提起过，就是那10天翼的外公家。没错，助纣为虐之徒，直接斩除了吧。嘿嘿，收到。他们是认出小师弟了？有可能，不过他们应该还不确定，所以只派了这2个人来盯梢。是我拖累了你们。哎呦，这有什么拖累不拖累的？要说拖累，是我拖累你们才对。唉，这剑太重了，继续带着怕是会被余家的人追上，要不我还是丢了吧。那也太可惜了。咱们3人轮流搬，应该很快就能回去。待会儿我再给师傅传个相。派出去的2人没消息了，难不成被发现了？月老，还请您出手一次，这对家族很重要。我只负责保护你的安全，其余事一概不管。家族怎么把这个老怪物派来了？真是倒霉！跟着脚步继续找。这剑重到罢了，怎么感觉我的法力都凝滞了？这就是这把剑的古怪之处，所以我想带回去给师傅看看。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师傅吧。但现在我们身后还有追兵，大师兄，易少爷竟然已经拜了他人为师，这可真是不好。易少爷虽然不是侯爷嫡子，无法学习侯爷的大道神通，但侯爷也自会安排合适的师傅给你，请跟老奴回去吧。我心意已决，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易少爷平时最讲孝道，如今却被人引上邪路，可见您的师傅必然是奸邪之徒。如此妖人，当废除其修为，进粪坑，游街示众，方可警醒世人。另外，侯爷吩咐过老奴，若寻到易少爷，务必要平安带回府。侯爷的命令是必定要完成的。还差一点点。小辈，之前给老夫的屈辱，老夫现在要100倍还给你！死老头儿，又在我参悟黄泉涅槃诀的时候来搅局。24舍利子，发动！老夫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休想坏我好事，看你的了！对。竟然想让我喝黄泉真水！不干不干！好吧，不过我要跟你说清楚，不吃这个的话，你就只能挨饿了。但是，难道你喝过黄泉真水？喝过，味道很好，但喝完后脑袋
晕乎乎的，以前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真不愧是凶兽，连霸道的黄泉真水都不怕，喝下去也只是丧失一些记忆。哎，怕什么嘛？食物好吃才是最重要的。这家伙真是不怀好心。不管了，先吃饱再说。这半年多来饿死我了。那就拜托你了，吞吞。天龙咒印，接！小畜生！黄泉真水，和我沟通吧。这就是我上辈子、上上辈子无数轮回的前生，黄泉轮回，涅槃重生。万物在这里走向腐朽寂灭，然后重获新生。他刚才笑了。收。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你给我下来！老夫已与黄泉珠化为一体，除非毁灭黄泉珠，否则你杀不了老夫。是谁告诉你只有毁去黄泉珠才能杀你？你做了什么？这水怎么？你可曾知，黄泉涅槃诀还有一门衍生法术，名为幽冥操偶。幽冥操偶，就是用黄泉真水将人炼制成傀儡。傀儡不仅保留生前记忆，还有自我意识。简单说，你跟没变成傀儡是一样的，除了一点以外，那就是你将无条件服从我的任何命令。哎，总算把这老头送走了。啊，我徒弟醒了。我在哪儿？我是谁？是那老鬼的声音，他怎么会？我想起来了，是这位仙长救了我。小子先前无礼，辜负仙长的好意，现在还蒙仙长搭救，实在惭愧不已。你知道就好。是儿，你没事便好，区区小事，于本座来说不过举手之劳。你现在可愿拜本座为师了？承蒙仙长不弃，出手搭救，小子愿拜在仙长门下，听候差遣，求仙长收下我。恭喜宿主收得第4名亲传衣钵弟子汪灵，宿主获得奖励，抽奖机会1次，获得奖励500兑换点数。恭喜宿主完成第1个主线任务，主线任务特别奖励发布。终于，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好想看看任务奖励是什么，但谁让我是个好师傅呢？这枚黄泉珠是你的机缘，自己收好，好生参悟其中的奥妙吧。啊，师傅！日后为师将一身所学倾囊传授给你，你还有3名师兄弟，以后在这条修真路上能走多远，还要看你们自己的努力。请师父鞭策弟子，弟子一定不会辜负师父的期望。如此可教，你有这份决心就好。接下来，等等，差点忘了看汪莲的教育方案了。汪灵15岁零6个月，导气入体，即将炼气1层，根骨指数5，悟性指数10，心智指数10，福缘指数8，建议修炼水系道法或魔门道法。神通方面，建议以法术为主要发展方向。根骨天赋较低，初期修炼难度较大，但提升境界不易遇到瓶颈，修炼进程先慢后快。哦，水系道法，让汪林修炼黄泉涅槃诀吧，有黄泉珠的辅助，还能帮他尽快度过前期修炼困境。你我先离开此珠，到了外面，为师就传授给你黄泉涅槃诀。
学会了黄泉涅槃诀后，你就能彻底炼化黄泉珠。今后在黄泉珠内，你就是绝对的主宰。谢谢师傅，师傅大恩，徒儿没齿难忘。这趟收获真不小，收了真命天子为徒，还修成了黄泉涅槃诀，掌握了法术幽冥操偶，炼化了一个老魔头做傀儡。但幽冥操偶法术虽好，却也有缺陷，只能毁去对方肉身，以神魂状态炼制傀儡。而且炼成的傀儡等同于死人，生前修为固定，无法继续提升。如果施法者和对方修为差距过大，也无法炼制，反而可能遭到反噬。看样子这法术的限制还挺大的呀。哎呀，算了，船到桥头自然直，还是先看看特别奖励是什么吧。哇，不愧是特别奖励，看样子就比抽奖系统的神秘箱子高级多了。啊，这东西……战神魔偶，只要提供足够的能量消耗，不畏生死的战神魔偶就可以爆出绝对恐怖的战斗力。消耗足够的能量，那老鬼的神魂不正是个好材料吗？虽然司空男重伤之下修为减退，但是昔日的实力极为强横，想来神魂品质也是极高的。只要把那老鬼打入战神魔偶中，献祭燃烧他的神魂，就能驱动战神魔偶。师傅，我已将黄泉珠炼化了。战神魔偶，神魂能源，系统对我是真爱呀！师傅，不愧是我的好徒儿，这么快就学会了黄泉涅槃诀。刚刚师傅是无聊，自言自语罢了。师傅，你怀里好似有个什么东西一直在闪个不停。传音晶石，莫非小不点他们3个有事？师傅，我们外出游玩时遇上了余家的人，他们可能认出小师弟了，我们正尽力将他们甩掉，现在在回衡月山的路上。我们走，去救你的师兄弟。是，师傅。包围他们。现在看来，却是我先连累了你们。哎，你这么说我可不爱听了。没错，师兄弟就是要并肩作战。佛门余孽也来了。贫僧大来阴寺会空，陶二先生有礼了。明知道我在这里，你还敢现身？贫僧要追回师门长辈舍利，就算面前是刀山火海无间地狱，也会一往无前，绝不畏惧。既然如此，你便早入轮回，追随你的师门长辈去吧。龙象金刚拳，我大来阴寺秘传佛门护法神通，你怎会？昔年侯爷率大军剿灭你们大雷音寺，收缴你们的道法神通作为战利品，还赏赐给所有参战的将士。老朽虽然只得到这门龙象金刚拳印，但几十年苦修，也算有些心得。大雷音寺僧众蛊惑人心，危害社稷，理当诛灭。但道法神通本身没错，当由更适合的人来学习使用。我今天便先除了你，他日再找朱洪武那恶贼算账。大鹏金翅刀！不好，我不是他的对手。不愧是大雷音寺最强遁法神通——大鹏乘风诀。看来今天是杀不死他了。这就走了？好了，易少爷带老奴去寻那蛊惑你的妖人吧。打死了他，老奴好带你回天境跟侯爷复命。哎，今天怎么这么多不速之客呀？陶二先生这话便不对了，真要说这里是我大秦皇朝的地盘，各位远道而来的才是客人吧？哼，阁下可是聚灵门的山岳真人。玄机侯府陶二先生，老朽有礼了。
不知于公子来此有何建树啊？就是这个小鬼。是，我今天是为这个小鬼而来。陶二先生呢？我来此是为了找回易少爷，不过我要先问出他们师傅的下落，好去除掉那妖人。哦，还拜了师傅，那确实需要除掉。陶二先生可知那人在哪里？这师兄弟三人嘴巴紧得很，易少爷和那个小鬼动不得，那就撬开这黑衣小子的嘴，拷问便是。不错，正合我意。上！我说你们是不是盘算打得太好了？黄连破，太虚观，拿下他们，要活的！我要清楚他们来历。一起上！好。擒贼先擒王！来得好。不好，他想把我们吸进去。玄冥诀。好冷，这招式下，法力居然运转不了。拼了！如果你我真的有缘，就帮我渡过眼前的难关。雕虫小技。好家伙，还好我的神山没事。你这柄剑也给我吧。剑确实不是凡品，但不是你能配得上的。说，你师傅在哪里？住手！全部晋升！老鬼，别急，我师傅终有一天会找你们算账，斩下你们的狗头！全部晋升！老鬼，别急，我师傅终有一天会找你们算账，斩下你们的狗头！是吗？可惜结果注定是我斩下那妖人的头，但你看不到那精彩的一幕了。哼，连自己徒弟都护不住的师傅，就是个窝囊废。你放屁！易少爷看到了吧？说不定那妖人现在就在附近看着，根本不敢出来救他呢。你说，拜一个废物为师有什么用啊？啊？陶二先生想差了，看这黑衣小子便知，不过是废物拜废物为师，正好搭配嘛。别叫我废物！我叫了你又能怎样？你叫啊！但要把命留下。师傅，师傅，你们上前领死！装神弄鬼，老夫就来称称你的斤两。凭你还不配做本座的对手，本座给你找个同档次的对手。小畜生，居然强迫我燃烧神魂，为魔偶功能！宰了这老鬼！我的本命法器竟然被一拳击飞了，这怎么可能？这到底是什么怪物？继续，把这老头的骨头给我碾碎！黑石神山！你方才想将本座徒弟全身的骨头压碎？不呀！
还有你，别着急走啊！你刚刚是不是说本座的徒弟是废物？我去，你不要过来啊！你要做什么？识相就快放我下来！我可是……气老不妙，先抓人质。好快的速度，看来不得不使出那一招了。眼明天下，镇压万魔，攻下伏魔。还没完呢！力量燃尽了，彻底燃烧，全部爆发！头儿先生居然死了！怪我，怪我！还有谁？想躲在一旁捡便宜吗？他怎么会知道？今天打本座弟子主意的，一个也别想跑！我佛慈悲！不香啊！碍事的都清理了，刚好战神魔偶的力量也耗尽。哼哼，有用的东西我就收下喽。倒有好手段，让老夫看了一出好戏呀！这傀儡当真霸道，哼！不过也只能在金丹期修士面前逞凶了。道友看热闹也看够了，眼下现身，怎么说？他们在我玄道宗地盘上带头闹事，老夫自然责无旁贷。既然恶手已被道友诛除，剩下这些人由老夫代劳，如何呀？老奸巨猾，谁不知道余家与大秦皇朝南疆的霍家对立？你玄道宗本就是大秦皇朝南疆的势力，不过是想借此向霍家邀功罢了。哼，不过算了，有人帮我转移余家视线，何乐而不为呢？哦，那便有劳道友了。师傅，我都看见了，打得真好。小燕子，你做得很好，非常好，不用担心，为师一定会治好你，不会耽误你跟慕容嫣然约战的。这孩子的骨骼多处碎裂，难怪动弹不得。师傅可要说话算话，要不然徒弟我到时候丢的可不只是自己的脸，还有师傅你的呢。痛！师傅你轻着点。大师兄，你们叫我一声大师兄，我便要尽我所能护你们周全。就像师傅说过的，寻常百姓家哥哥尚且要保护弟弟妹妹，何况我们？谢谢大师兄。哟，你就是师傅新收的弟子？汪林见过师兄。好了，回去再认识也不迟。现在当务之急是治疗你们大师兄的伤势。是，师傅。老夫要是也有这样的徒弟就好了。我要是也有这样的师傅就好了。师傅，大师兄到底怎么样了？小燕子这次伤势有些严重，如果不好好调理，肉身怕是会废掉。都是因为我们，大师兄才……哎，行了，小燕子的伤我会想办法的，你们别自责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是，师傅。我记得以前在惠苦那里得到了一张雷音大还丹的丹方，也许能治好小燕子的伤势。他兄根本不会炼丹啊，甚至连丹炉都没有啊！喂，我怎么把他给忘了？不愧是我，小燕子有救了。好丑呀！能带人飞行，能短途空间穿梭，还有独立的空间，黑云气真是个居家旅行的好宝贝呀！
你想将贫僧怎样？你也是冲着本座弟子来的？听本座几个徒儿说，你认出了慧苦的惊雷禅，而且在找他。贫僧是在找他，他忤逆亵渎师门，残忍杀害师门长辈。贫僧要追回他手里的佛骨舍利。你法号叫什么？贫僧法号慧空。本座若是告诉你慧苦的下落，你找到他之后会怎么做？尽废他的修为，压他在佛前诵经终生，赎其罪过。唉，小和尚，很可惜，你办不到了。前辈的意思是，你要杀了贫僧，因此贫僧无法找慧苦师弟追回舍利，还是说，慧苦师弟已经死在前辈手上，所以贫僧无法压他在佛前诵经赎罪？慧苦确实死了，不过并非死在本座手上，而是与朱洪武手下的修士同归于尽了。玄机好，你是指统帅灭佛运动的朱洪武吗？没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朱洪武手下的二管家和于氏家族的月老都被本座拍成渣子，于家嫡系子弟敢踩本座徒弟，本座就要他一条腿。你以为本座为什么留下你不杀，而是生擒？是因为贫僧并未真的冒犯尊师徒，只是想查明舍利子的下落吗？错，当然是因为司空南的神魂烧完了，不得找个新的燃料喽。这只是其一，另一个原因，便是因为你的师弟慧苦。慧苦圆寂时，本座就在他面前。这只惊雷禅，便是他临终前交给本座的，但那24枚舍利，却毁在黑云地宫下的幽冥血河之中。慧苦在临终前说，知道自己欺师灭祖，一定是要下地狱的，只恨看不到大周覆灭，师门血海深仇得报的那天。你师弟虽然为人偏激，但为了师门血仇，直道而行。本座欣赏他这样的人。师弟，你走错路了，你糊涂啊你！所以，你今日之所以能从本座手下逃生，有一半功劳要记在那个被你一直追捕的师弟身上。日后何去何从，你好自为之吧。这只惊雷禅是慧苦师弟送给前辈的，贫僧自然不会讨要。那本座放了你，你待如何？贫僧欲往那地宫一行，拜祭过慧苦师弟后，再试试能否侥幸寻回几颗舍利。既然如此，本座先带你出去。之前得罪尊师徒，承蒙前辈宽怀大量，贫僧感激不尽。日后若有什么贫僧能做的，前辈尽管吩咐。地宫深处凶险，还望多加小心。没想到还真让我给圆上了，这大和尚还挺好忽悠的啊！阿弥陀佛，贫僧告辞。去吧去吧。大雷音寺金丹期修士的储物袋，总该有雷音大还丹吧？大雷音寺金丹期修士的储物袋，总该有雷音大还丹吧？腿麻，慢着，我扶你。还好我眼疾手快，方才扶那个大和尚起身的时候，顺走了这储物袋。不过这上面的封禁，凭我现在的修为是打不开的。对了，可以找汪林拿点黄泉真水浇在上面，不就打开了？叮咚，什么东西？这是好吵啊！主线任务：创建宗门根基道法。任务说明：一个宗门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其他传承的道法神通固然是好，但必须要做到继往开来，在现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拥有独属于自己的道法神通，方可领袖群伦，传承万古，奠定第一宗门的地位。任务时限1年，超10未完成，直接抹杀宿主。首先任我又杀，有完没完啊？啊！系统一个 C 班的，而且时间才1年，最起码先让我中个鸡呀！我才是个炼气大圆满的小可怜呀！根基道法创建系统启动，是否立即进入？
温馨小贴士：铸就道基，万载修道长生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根基。宿主必须以宗门自创根基道法筑基。宿主冥想一幅影像，系统根据影像自动创建道法。什么画面都可以吗？皮卡丘和变形金刚啊！不行，脑洞一时爽，时候丧场啊！要是因为这个影响后面任务被系统抹杀咋办啊？道法根基，太极！宿主念头确定，开始创建。天道得经，创建成功。这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请宿主选择基础参考道法，创建《天道得经》第1篇章八卦篇。这是要我弄上8种这个世界已有的道法，然后融合起来，得到一种全新道法作为我的自创吗？代表八卦的8种物象，应该就是道法原有的属性。用9霄天雷正法试试看。猜对了，不愧是我。这个黄泉涅槃诀，亮了。然后苍冥长河诀，没反应啊。看来每个空位只能对应1部相同属性的道法。接下来就是不动明王诀和地藏真经。还剩下天风山泽。有了。太岳书，上面刻着那老头的本门道法道诀，真是天助我也！好，还剩下天、风和泽。我已经攒了不少兑换点数，收亡灵为徒还奖励了一次抽奖机会，黑云地宫的支线任务，再加上收朱毅和亡灵为徒的奖励点数，我应该也算是个小款爷了吧？星罗妙法兑换点数800。天风道典兑换点数800，逐浪诀兑换点数800。这三样倒是符合天风泽的要求，但是这么贵，就算卖了我也凑不出来呀！先买一个，然后试试抽奖，实在不行，想方设法也要弄个支线任务赚他一笔。星罗妙法兑换成功。恭喜宿主参悟完成。这门道法的利益极佳，但创立道法的人层次不够，只能浅尝辄止，似懂非懂。幸好这星罗妙法符合要求，现在还差2个就可以融合了。接下来验证血统的时候到了。此道法不符合抽奖要求。转盘系统抽的道法都不符合要求啊，看看骰子系统吧。好家伙，居然有雷音大还丹，还有一个天风道典，这让我怎么选啊？奸商啊！雷音大还丹的序号是1，3个骰子怎么摇出来啊？那我只能一心冲天风道典了。13点。去年买了个表啊！你这系统你才13点，你全家都是13点。退了。宿主触发随机支线任务风雷符印。物品名称：流风符印。作用：风雷化生符阵，风雷激荡，相互助长。修真者在风雷化生符阵中修炼，可享受源源不断的风雷灵气滋养，修炼速度远超常人。随机支线任务风雷符印。任务目标：宿主前往雷源符印所在的大横断山脉风雷海，凭流风符印与其之间的感应找到雷源符印。任务时限3个月，超时未完成，任务作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不知道大师兄现在如何了，都怪我们贪玩要去集市。真希望大师兄能早点醒来。放心，有师傅在，他一定没事的。王林，为师有事找你。
师傅，可以了，这样乾坤袋上的禁制就消除掉了。辛苦了。这和尚走的苦修的路子嘛，真是一穷二白。不过幸亏还有一些培元丹和制成雷音大还丹的药材。这是宿主触发随机支线任务，修补乾坤镜。又一个支线任务，我人品大爆发了。随机支线任务，修补乾坤镜。任务目标：宿主前往出产星河沙的古玉大泽，采集足够星河沙，修补乾坤镜。任务时限3个月，超时未完成，任务作废。时限3个月，古玉大泽。大横断山脉和古玉大泽一东一西，相距何止110万里。就算有黑云旗，也来不及3个月跑完这2个地方啊！不，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为了医治萧焰，得想法子弄一个丹炉，炼出雷音大还丹。为了炼制雷音大还丹，一定要一个上好的丹炉。只是这上好的丹炉要去哪里找呢？师傅，发生什么了？为师在想怎样医治你们大师兄。难道说师傅也没有办法吗？朱毅，有了！为师当然有办法啊！朱毅，你跟为师去一个地方。师傅，您带我来这里是？当然是让你这个气运之子逃出个丹炉来呀！来访师帮为师挑选一顶给小燕子炼丹的丹炉，总比坐在客栈里整日愧疚不安好些吧？你可要好好为你大师兄挑选哦。多谢师傅体恤，我一定用心寻找。那是什么？看中什么了？师傅，这个丹炉虽然看似平凡，但弟子总觉得它有古怪，还请师傅定夺。好徒弟，你觉得有古怪就好。这位道友想买什么呀？接下来就看为师表演。这东西瞧着不错。道友可真是好眼光啊！这风元匣可是由一整块品质非凡的风元石雕成的，珍稀药材放入其中啊，可以完美保存其灵气和药性。怎么卖？不知道道友是准备拿东西交换呢，还是用丹药交换？培元丹你收吗？30个培元丹，这个风元匣就是道友您的了。培元丹炼制不易，会空的储物袋里不过也就5、60个，真是狮子大张嘴啊！贵了。这等宝贝怎会贵呢？本座肯用丹药跟你换东西，你出价就靠谱一些。25个培元丹，真不能再低了。5个。怎么可能啊？你诚心来捣乱的吧？既然你刚才说这匣子是一整块风元石雕成的，那你告诉本座，这道接缝是怎么回事？在这座坊室里弄虚作假，你以为会是什么后果呀？15个，真不能再低了，否则我就要亏本了。10个，你答应的话，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不然咱们就去坊室管理那边好好谈谈。15个培元丹，我再搭送这个丹炉给你，令高徒方才可是看上了的。搞定也行，谁让我徒弟喜欢呢？你是不是觉得为师为了区几颗培元丹，跟那小辈讨价还价很奇怪？弟子冒犯，确实觉得为了一点小利斤斤计较有些难以理解，还请师父指点。说到底就是个钱字，但你千万不要小看钱。所谓钱，包含了一种坚不可摧、鬼神必异的意境。每天求钱的人，远比求仙拜佛的人要多得多。亿万人共同的意志、诉求汇聚在一起，你可曾想过，那是多么庞大的愿力？钱之一字，贯穿了整个人道，而天地间处处有道理，大有大道，小有小道。谨遵师父教诲，这前世弟子浅薄了。走吧，该回去炼丹药了。没反应，果然古怪，还是在系统里查一下吧。天外星火炉，简介：以天外陨铁烧制，炼丹时自生星火，平添一股强劲火力，故可以大大提升炼丹成功率。备注：唯有7大真火，方可使天外星火炉的功用发挥到极致。所需兑换点数3000。
哈哈，赚翻了呀！朱毅的眼光果然没错。不过这丹炉既然这么好，为什么所有经手人都没发现呢？这丹炉怎么运转啊？哦，看到了，还有备注呢。原来要7大真火呀！唉，7大真火哪是那么好弄的？哎，发挥到极致，也就是说，比7大真火层次稍低的灵火也可以发挥作用，只是效果不如7大真火。越高级的灵火作用越明显，但灵火层次过低就无法驱动这丹炉。有了！中天罗汉降。不动明王怒火就是公认仅次于7大真火的高级灵火。那朵赤红火焰应该就是所谓的心火了，焚烧之力比起不动明王怒火也差不了太多嘛。虽说有了法力丹火，但是我没炼过丹啊。哎呀，不管了，碰碰运气吧。炼丹这种事果然不能靠运气啊！是火力太猛了吗？还是药材配的不对？等等，善于炼丹的修真者往往修炼火系道法，因为要以自身真火化为丹火炼制丹药。那不就有了？啊！小燕子，你终于醒了，感觉如何？谢师傅关心，弟子还好。师傅来找我们有何事吩咐？都看见眼前这丹炉了吧？这就是之前在坊市买的那个丹炉。对，此炉名为天外心火炉，为师重新激活了它，让它露出了本来面目。今天叫你们过来，就是要用这丹炉考考你们。还请师傅指示。为师今日本来是要炼丹给小燕子治伤的，但想着丹炉和药材俱在，不如就顺带教你们些丹药之道。为师故意在这雷音大还丹的丹方中留了些错漏，这次就来考考你们是否能找出来。你们相互之间可以商量，为师就在一旁听着，看看谁能提出正确的见解。这个嘛，应该先这样，然后那样，然后那样。我是不是太无耻了？只能算一般无耻吧。避火灵草要怎么处理啊？碾成碎末试试。有道理。然后呢？啊，天蛊草可以整个放下去吗？应该不行吧？不得不说，系统的判断真的很准。萧燕对于炼丹一道理解最深，对我布置的错漏之处也找得最多最快。好，时间到了，你们谁来告诉为师，这丹方都错在哪里了？弟子觉得天蛊草不能整个放入丹炉炼制，要先碾成碎末。寒霜露和避火灵草则必须混合在一起，才能投入丹炉炼制。另外，弟子斗胆猜测，开炉时间应该提前半个时辰。你们可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那好，为师以你们的方法炼一炉丹，看看最后是什么结果。臭小子，你可千万要给力啊！时辰已到。好奇异的香味啊！感觉伤口都没这么痛了。不错，你们成功找出了为师留下的全部错漏，炼制出了雷音大还丹。小燕子，服下此丹，调息一阵，你的伤就无大碍了。你大师兄得来的那柄黑铁巨剑呢？拿来给为师看看。什么材料制成的？竟然这么重，还让我一身法力运转变得滞涩，果然有点门道。进入一探吧。这里是剑内的世界吗？蓝紫色的火焰，邪皇霸剑。名称：幽冥邪皇，类别7大真火之一。详情：燃自幽冥炼狱的邪皇真火，霸道无边，其破坏力在7大真火中排行前列，堪称万火之王。
因幽冥邪皇毁天灭地的破坏性，所以被镇压在九幽冥域最底层，极少现世。好家伙，这恐怕是萧燕的本命宝物吧？所以我才说，我也想被上门退婚啊！小燕子，这把巨剑你从何得来？弟子是在坊市上偶然买的。这把剑怎么了吗？此剑名为邪皇霸剑，剑中蕴含了7大真火之一的幽冥邪皇。幽冥邪皇，7大真火，嘿嘿，这下发达了！大师兄，买剑石花的丹药，我和二师兄都有凑份子，东西也有我们一份。你的丹药我明天就还你啊！大师兄耍赖，真好，羡慕。看来这小子当真与火有缘，火中帝王或许就是他的天命之路。若是这样，其他6种真火岂不是？小燕子，你使用过这把剑吗？使用过。当时情况危急，弟子冒险一搏，就将心神注入到了此剑当中。弟子记得，当时脑海中涌现如同火海一般的紫色火焰。那就是幽冥邪皇吗？不错，幽冥邪皇不仅霸道无边，甚至算是一种拥有自我意志的生命。我记得当时还是那把剑带着大师兄冲了出去。我也记得，那时候大师兄全身都是火，这是为什么呀？因为小燕子的修为不够，强行驾驭真火，反而被火给压制了。小燕子，现在的你莫要盲目驾驭它，不然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变成失去自我意识的火奴。弟子明白了。不过也是你该有这番造化，此剑你便继续带在身边，全当做防身之用。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动用。谨遵师父教诲。观萧燕现在的气色，一身伤势赫然已经痊愈，看来再休养几日就会恢复如初了。接下来就是2个支线任务，如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呢？任务提示：记得弟子系统好像有个说明，我还没有仔细看过。弟子系统，师父有事，弟子服其劳。宿主的弟子可以代替宿主本人完成系统布置的支线任务，任务时限和条件不变。任务成功完成，宿主正常获得任务奖励。这下有办法喽！虽然吃了点苦头，但这次你们3人表现得不错，已经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了，但仍需锻炼。为师这里正好有一件事让你们去做，全当是一次磨练好了。师父说的磨练是？这是流风符印，为师最近探得风雷海中有一个与它成双成对的雷元符印，你们的磨练就是去风雷海取回它。师傅，那风雷海在哪里呀？自此向西万里有个大横山脉，山脉东路的湖泊就是风雷海了。流风符印能御风而行，你们不用受舟车劳顿之苦了。平日你把邪皇霸剑放在乾坤袋里，若想要锻炼自己，也可以拿出来背着。好，就这些，都听明白了吗？弟子明白。为师眼下要去古玉大泽寻找星河沙，你刚入门，就跟着为师边学习道法边历练吧。师傅，我们怎么寻找星河沙啊？我也想知道，但系统只提到古玉大泽出产星河沙，没告诉我具体方位啊。寻找星河沙不过是小事，此行更重要的是要好好磨练你，你应该也知道吧？你的根骨天赋并不出众，但为师觉得你是一块璞玉，只有付出比常人更多的魔力，你才能焕发惊人的光彩。或许这些魔力会让你觉得很苦，
不过为师相信你，你一定会成功。弟子一定努力，不会辜负师父的期望。这古玉大泽就是你的第一处历练场所，寻找星河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从中得到锻炼。如若有危险，为师会出手的，但其余的需要你自行应付。是，师父，弟子会好好锻炼自己的。好，那为师跟在你后面，为你护法。好。我虽然没有出众的天赋，但论坚持，我是不会输的。虽说寻找星河沙主要看我自己，不过这小子8的幅员，最起码不会让我空手而归吧？这股法力波动，筑基期修士吗？不止一个，除了一个筑基期修士，还有几个炼气期的。小林子，是师傅的声音。再往前行几百米，会遇到一行人，为师不会现身，有什么事情你自己处理。记住，与人交流相处，同样也是一种磨练。是，师傅，我一定不能辜负师傅的期望。他们来了。早知这古玉大泽这般无趣，本公子便不进来了。嘿，公子，咱们这次进来主要还是为了赚到功勋。本公子知道，这还用你说？3000神武军的精锐都进来擒拿叛逆抢功勋，叛逆就那么几个，本公子能分到多少啊？3000神武军擒拿叛逆，看来是有人反抗大周皇朝的统治，失败后逃入此处，还想借助大泽的天险躲避追兵。薛公子，古玉大泽地形险恶，能有收获的还是少数人。况且叛逆不是还有家属吗？他们极易擒拿，几乎就是白得的功勋。麻先生所言极是。你是谁？在下汪林，见过各位前辈。才炼气2层，区炼气2层就敢进古玉大泽，你胆子不小啊！在下奉师命来此历练，寻找一种名为星河沙的东西，不知几位前辈可有耳闻？你要找星河沙？不错，把此人拿下！嘿，小子，识相点，就束手就擒吧！莫非这些人也在寻找星河沙？师父没有动静，是想要考验我吗？打不打得过是一回事，有没有勇气打又是另一回事。本来你乖乖不动，就不用吃苦头的。可现在呢，你已经没有机会了。好强的压迫感！受死吧！就是现在！黄泉指！不要！我真的要杀了他吗？糟了！虽然注定会成为杀伐果断的真命天子，但毕竟第一次同人动手，终归不可能像机器人一样冷血。哦，这小子有点意思。小兔崽子，接招吧！都怪我一时犹豫，现在打蛇不死，还被反咬一口。动手不容情，容情不动手。斗法搏杀，可容不得我心慈手软。怎么会？马先生，这件宝物本公子要了，还请你出手，事后自有后报。我不想以大欺小，但会帮你制住这件宝物。薛公子可以自行出手擒下这小子，正好可以显一显手段。有先生这句话，本公子就放心了。去。起！这藤蔓生长速度远远快过枯萎的速度。如此宝物在你手上不过是暴殄天物，给我拿来！不妙，我的法力不多了。不
过是炼气2层的小杂碎，还真以为自己能翻天了。这宝物是本公子的了。啊！什么？谁人多管闲事？本公子出来！师傅，做得不错，剩下的交给为师吧。你们知道星河沙的下落？这帮人反应怎么这么奇怪？我穿错衣服了？没错呀，是这一身行头啊，很有世外高人的样子。不过是个炼气大圆满的修士，居然敢在本公子面前装模作样，真是笑掉大牙。你是有掩饰自己修为的宝物吧？不动手我还看不出来，你刚才那记法术彻底漏了你的底细。看你一身道人装扮，用的却是佛门法术，如此驳杂不纯，想必是个散修吧？不知天高地厚，是谁给你的胆子？我师父的修为高深莫测，岂是你们这些小喽啰可以窥探的？切，没见识的小杂种！你以为炼气大圆满的散修师傅就能护住你了？也不看看你惹到的是谁？我们薛公子那是大周皇朝薛氏家族的嫡子，你这山里的野鸡道人，怕是听都没有听说过吧？本座只听说过大秦皇朝有4大家族，大周近些年来皇权空前集中，所谓的世家大多都烟消云散了。薛氏家族没听说过，是新起来的暴发户吗？就凭你这句话，今天别想活着离开这儿。炼气期的小虫子本不值得我出手，但此人如此狂妄，可能有后手。薛公子无需担心，他有什么手段，我帮你接下就是。哼，有后手又如何？我大周3000神武军强者都在这古玉大泽中，邪将军还在附近，他还能翻到天上不成？此人虽故作道人打扮，但法术却是佛门一路，很有可能是大雷音寺余孽。秦下这等逆贼余孽，正好是一份功勋。我大周律例，凡叛逆拒捕者，立杀无赦。立刻跪下投降，献上那颗宝珠，本公子可以只废你修为，饶你不死。公子还是心软了，对付这么一个狂徒，一剑劈了便是。哼，若是筑基期的马先生出手啊，踩他不跟踩死只虫子一样。就算没有马先生，公子也还有杀手锏没出。有杀手锏又如何？在本座面前动剑，知道是什么下场吗？本座不愿以大欺小，你是炼气期，所以本座先前动手也只用炼气期的修为，没想到竟被你们这些小辈看低。你这道人是失心疯了吧？你以为你是谁啊？哼，筑基期，你便是你们这里最高的修为了。参了一点野狐禅便不知天高地厚了，这种时候还在这里说疯话。既然你是不知死活的废物，本公子便送你去死好了。虽然本座不愿做以大欺小的事情，秦丹期的力量都算本座欺负你们了。这怎么可能？这位道友，不是这位前辈，还请收了神通。这中间可能有些误会。误会？你们为难本座弟子，更是在本座面前妄动刀剑。事实俱在，本座一点儿也没误会。是晚辈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前辈。晚辈是长青山碧螺观弟子马武，家师是花藤老祖，恳请前辈卖个面子，原谅晚辈方才的冒犯。邪将军和大军就在附近，你怕什么？你这道人，受死吧！
金丹符箓。杀出去！到时候引来大军，就算他是金丹元婴老怪，也必死无疑。是，公子。这位道友，若肯就此退去，之前的事情我们便不追究，你看如何？哼，想得美！我看这道人只是仗着个不知从哪里捡来的法阵装腔作势，待破了这个法阵，本公子要他好看。这位道友，若是再不退去，薛公子可是不会跟你善罢甘休的，到时候你悔之晚矣。到底是谁悔之晚矣？那是什么？我佛慈悲！这就是师父的力量。差点都烧干净了，我还要问他们星河沙的事情呢。火熄灭了，幸好我还残余一缕神魂。趁现在，看来就剩你了，居然还能残留一缕神魂，不愧是筑基期修士，就是比炼气期的耐烧啊。你要做什么？既然你还残留一缕神魂，不如就帮本座一个忙吧。我师父不会放过你的。本座知道，你那元婴期的师父在你神魂内刻下一道符咒，只要你魂飞魄散，他立刻就会察觉。但要是本座不杀你，他还能知道你现在的遭遇吗？现在说说吧，为何本座弟子一问你们星河沙的消息，你们就立刻翻脸动手？是因为要捉拿逃入此地的烈风会叛逆。烈风会？星河沙和烈风会又有什么关系？凡是烈风会的修士，身上都会带有星河沙。原来如此，但我还是不知星河沙的具体下落。难不成我要抓个烈风会修士来问？练习法术最好有个具体的施术目标。接下来的日子，你就在黑云起的独立空间里练习黄泉指吧。不过切记别弄死他，为师留着他还有用。好的，师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你现在已经算是鬼了啊。这都过去半个月了，不仅星河沙找不到，烈风会的人也找不到，好像都在跟我玩躲猫猫。烈风会的人不会轻易暴露行踪，但如果被大周追兵追上发生战斗的话，法力波动就会传出来才对啊！啊，那是……这就是大周皇朝的神武军。势力名称：神武军。详情：神武军是一支以大周境内数万修真者精英组成的军队，军队配合默契，严明纪律。神武军配备了统一且强大的法器，更有神武诛仙阵作为王牌杀器。神武诛仙阵，这又是个什么阵法？阵法名称：神武诛仙。又有神兵利器，又有霸道阵法，那三个人对上这些神武军，实在不妙啊！周狗们，尝尝这个！
这红衣女子应该只是筑基前期开辟气海的修为，但是这战斗力着实强悍啊！岳红颜，放下武器，束手就擒，这是你唯一的活路。烈风会叛逆，团拒捕者当场击毙。我先毙了你！大灭神枪！心理阵，原来你迟迟不动手，是在准备这个。杀！杀！撤！是。你快走，周口的大部队很快就到了。此人好重的心机，冒险诈败，就为了找到烈风会在古玉大泽的老巢。刚才稍有闪失，他就真的死在岳红颜的枪下了。我也跟着去吧，说不定岳红颜那3人能带我找到星河沙的所在呢。他不肯赞美我，你呢？现在赞美我。赞美我，否则我就杀了你。这个恶魔带着大军追杀我雪峰国的同胞，还在我眼前杀死了我的丈夫，现在却要我赞美他，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将军，您英明神武，神通广大，求您放过我的儿子。继续，不许停！一停我就杀了他！你无人匹敌，天下无双，英明神武。没有了吗？我生平最讨厌就是你这群小崽子，哭得人心烦，又不赞美。留你何用？孩子，孩子！杀了这3个人，法力又增强了1分，不错不错。这就是那个不肯赞美我的男人的剑吗？嘿，烈风会叛贼就是用这种法器在古玉大泽中定位的嘛。开拔启程，目标叛贼在大泽中的老巢，一个都不许放过。是。好重的血腥气和杀气啊！是我的错觉吗？走。原来如此，岳红颜和烈风会的修士就是借助这件法器，在古玉大泽中辨明方向吗？遍地沼泽的古玉大泽里，竟然还有这样一片干燥的沙地，简直就像沙漠里的绿洲一样。哎，沙地，沙地，莫非同星河沙有关系？此处已无瘴气，还是用潜行术隐藏一下自己的气息比较保险。这地方果真隐蔽啊，怪不得这么多神武军都没找到他们。是红颜回来了吗？嗯，大家都回来了。太好了！轮岗期间提高警惕，别轻易暴露自己的位置。
嘿嘿，看见是你们我才出生的，若是周狗，直接就一剑斩下去了。这法器可比我的潜行术要高端多了。若不是我关注你的法力波动，怕也要被这假象所骗。哼，不过这隐藏行踪的法器嘛，我也有。这里是村庄。你们几个臭小子又来偷鸡，老娘今天非给你们点教训不可！能直干戈，以为社稷，虽欲勿伤也，不亦乎？这些人应该都是昔年雪峰国的移民，那些裂缝会修士的亲属家眷。薛将军杀性滔天，若是被他寻到这里，就算是凡人也一样会被斩尽杀绝。我到底……大家听好，周狗这次来的人不少，最危急的情况下，你们也要上阵杀敌。若不努力修炼提升实力，是没办法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你们要时刻牢记在心。是。罢了，传音晶石。虽然不想多管闲事，但既然碰上了，总不能视而不见吧。你是谁？唉，虽然我坑人无数，但我还是一个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心地善良的好人。实在不忍这桃花源里的人遭殃啊！吾乃一介散修，金丹期的空间类法器。唉，看来就算捏碎传音石，也无法同外界取得联系了。其实这样也好。你叫什么名字？刀志强，大周神武军前军左营一旅校尉。这次领军的神武将领是谁？除了你的名字，任何军情，本座都别想再从你嘴里得到。你是这个意思吗？道长是明白人，可惜你不是。本座若真想知道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审问你的魂魄。你以为你能瞒得住？那就要看道长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哼，尽忠职守。本座观察你许久，看得出来，你其实并不想将这里的情报回传给你的上级。何去何从，你自己想吧，本座就不奉陪了。看来这次神武军的领军将领杀性很重，连他自己的手下都担心他屠戮平民凡人。这个刀志强有军武纪律的意识，但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周帝和玄机侯虽然可以把修真者聚集、操练成军，但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队。罢了，就让他在这自生自灭吧。怎么感觉后背凉凉的？应该就藏在身上吧？哪儿呢？哪儿呢？哎，找到了，他们的法器。这是星河沙。虽然这剑上只有一粒星河沙，但倘若每个裂缝会修士都有个小木剑，说明这里星河沙的数量非常可观。这些短剑法器帮助裂缝会的人在古域大泽中分辨路途，但自始至终都指向一个方向。所以这短剑很有可能并不是用来分辨方向的，或许是经他人祭炼过的星河沙，用来感应矿脉方向的。我得赶紧试试。这里是岳红颜传授道法的大宅后院。
坑洞内的灵气极为纯净，在古玉大泽晃悠半个月，我都有点不适应了。本该驳杂的灵气突然纯净起来，说明是某个修真大能出手所为。或许有人在这里布下了强力的阵法，为了保险起见，还是用潜行术进入吧。金色沙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这几道水流看似杂乱无章，但却隐隐组成一个巨大的符咒。有个人。这人与金色沙丘与水流符阵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完全看不透此人的修为深浅，那就说明他的修为境界远在我之上。大周修士吗？竟被你潜入到我面前，岳红颜他们越发懈怠了。啊！大意了！这个金色沙地有极强的探测能力，还云气。好险，撑住了。金丹系法器，不过破损了，挡不住我的。凡是和大周皇朝有关的人，都是狡黠残忍之徒，不得心软。不好，这些沙粒每一粒都经过沉重凝练，重达千百斤。就算我避开，水流也会改变方向，卷着那些沙粒追击过来。这样的话，天网咒印，见！这都什么鬼东西啊！当然是好吃的喽！可恶！河南林峰，你又给我吃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噎死我了！有的吃就不错了，至少我还想着经常给你换花样呢。混蛋！早晚有一天我吞了你！闭嘴吧你！竟然被化解了！你可是有伤在身。不劳阁下担心，有什么能耐，放马过来，康南华接着便是。本座从不占人便宜，更别说欺负你一个有伤在身的小辈。小辈？本座与大周皇朝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可以说有些摩擦，你无需戒备。愿闻其详。本座的一个弟子是大周皇朝玄机侯朱洪武的儿子。感情阁下是在消遣我？如果本座说我那徒儿险些死在自己父亲手下呢？之前，小黑试图劫走朱洪武的一个数子时失败了，然后被黄三救回。可不久，又传出那个数子和黄三一起失踪。我记得那个数子名叫朱毅，难道这人的徒儿便是他？1个月以前，本座灭了朱洪武的二管事，似乎是叫陶二吧？那阁下来此，所为何事？本座来此是为了寻一种矿产，名为星河沙。阁下需要多少？嘿嘿，这里果然有星河沙，我真是机智他爸给机智开门，机智到家了。至于要多少，先试探一番。1立方你可有？没法给你那么多。哼哼，没法给那么多，也就是说他手上其实有超过1立方的星河沙，只是不愿意给我。但我跟此人无仇无怨的，实在犯不上生死相搏。若能采取交易的方式得到星河沙，那就最好不过了。是那只石笛。往日毫无动静的石笛，今日他怎会？这股法力波动，难道这石笛可以治疗他的伤势吗？哼，现在我多了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此人就算身受重伤也如此强大，若是让他伤势痊愈，岂不更难对付？你也是雪峰国移民？不，并非如此。如果真要说的话，我其实可以算作大周治下的子民。我父母都是大周治下的百姓，我未学到前，也曾苦读诗书，甚至还考中过大周的秀才。
那你现在为何同周军为敌？莫非你家人死在周人手上？我父母都是寿终正寝。哦，那就是这烈风会里有你的恋人。那妹子虽然脾气烈了点儿，但绝对是祸水级别的美人呢。阁下见过红颜了。我虽不排斥男女之情，但修道至今，尚未遇到令我心动的异性，红颜也算在内。鬼才信你！那你又是为了什么帮助烈风会啊？烈风会创始人之一的岳洪峰，同我是生死之交。他临终前托我照应保护他的同胞，我答应了他。这个人被伤痛折磨，还能保持从容平静。不说周帝和朱洪武，就算是侯府上下跟他同一级别的管事，对抗这样的势力，随时可能生死道消。但他仿佛对这些危险都视而不见似的，即使伤痛缠身，也不放弃对固有的承诺。承认一诺，必守一生。你的伤势，本座或许有办法，但不敢保证一定痊愈。这是阁下这样做，可是为了星河沙？可是这星河沙与我有大用，实在分不出一粒方给阁下。这康南华为何如此看重星河沙？星河沙的事情无需着急，这东西本座想给你便给你了，无需那么多理由，你也不用想得太复杂。但只有一点，本座今天以这石笛为你疗伤的事情，不得外传，你能做到吗？我可以做到。那就无妨了。此人如此轻易就将石笛给我，看来是对自己的能力十分自信。多谢阁下。那里莫非是某位仙人大佬的洞府？是和虚空战场类似的域外空间？这石笛似乎是开启洞府的关键，恐怕这就是燕明月和太虚观看中他的原因了。这通天阶梯，感觉似曾相识。10年前，我无意中在一处山峰里发现了这通天阶梯，以为自己得遇仙缘，便想着登上阶梯。谁曾想，刚踏上台阶一步，便如遭雷击，重伤当场。若非我立刻后退，只怕当时就死在那里了。康南华这等金丹级修士，只登上台阶一步就被打成重伤，那这处洞府的禁制该是何等强大？开辟这处洞府，设立如此恐怖禁制的人，又是何等的逆天？石笛或许与洞府有关，但仅凭那石笛，也不能完全确保能在通天阶梯上行走。自那之后，我体内就始终残留一股神秘力量，不仅折磨我的肉身，更损伤神魂。虽然侥幸保住一条命，但却重伤缠身，直到今天。这座山峰在哪里？我曾重回原地寻找治疗之法，但那阶梯已经消失不见了。尽管重复去找多次，都是一无所获。那阶梯似乎不是固定在某个地方，而是飘忽于空间乱流中，不定时的出现。确实，刚才那影像中的洞府若隐若现，好似隐匿于虚空，原来是随着空间乱流移动的。总而言之，感谢阁下出手相助。我原本以为此物只能缓解或压制我的伤势，现在看来，我却有了痊愈的希望。既如此，我便用不到这些星河沙了。莫说一立方，便是更多的，也能提供给阁下。这竟然全是星河沙！之前有伤在身，只能依靠祭炼过的星河沙，来操纵布在此地的恒河流沙阵。现在得阁下帮助，有了痊愈的希望，这里的星河沙便是全送给阁下也无妨了。听他话中之意，若非石笛可以彻底治愈他的伤势，他是宁肯继续受辱，也不愿同我交易的。在他眼中，保持实力、
保护众人，信守自己对固有的承诺，远比缓解折磨他10年的伤痛更加重要，知道吗？无所谓值不值得，也无关高尚，我只是遵从本心。若计较利益得失，趋吉避凶，违背本心，反而会产生心魔，这样于修行不利，也得不偿失。某种角度来说，我也可以算是不得已而为之了。每个人的道路都是不同的，我觉得这是属于我的道路，我便会一直走下去。好了，此地星河沙都归道友了，在下先疗伤了，道友请便。这么多应该够了吧？啊！这镜子在吞噬我的法力，试着用法力与这铜镜建立联系。喂，有人吗？喂，有人在里面吗？快点回应我！这镜子没有自我意识，只是出于修复的需求在吸收法力。我还以为有人捣鬼呢。不过这镜子要消耗的法力也太大了吧，我都要被吸干了，我的归元丹呐！这个秀，虽然有个说法叫做神物自会，但你这看起来未免太普通了吧？你再开个美颜滤镜也改变不了你普通的事实啊！宿主成功修复乾坤镜，完成修补乾坤镜随机支线任务，奖励500兑换点数。500点，加上之前剩余的700点，现在就有1200点啦！天风到点，拿来吧你！进入兑换系统，天风到点，兑换点数800。简介：天风观秘传道法，参悟风云流转之奥秘，修炼可得天卷裂风之神通。就差最后一个了。多亏了阁下，我才能治愈伤势，此物该当送还。无需客气，倒是这里早已不安全。本座既然可以找到这里，周君迟早有一天也会找到。若你真想信守对固有的承诺，还是尽快寻思退路，带着这里的雪峰族移民尽快离开吧。现在我实力尽复，虽不敢说护他们周全这种大话，但至少回旋余地大了许多，不用死守这一个地方了。既然你已有安排，本座便不多废话，你我就此别过，望他日有缘，共同坐而论道。承阁下吉言，我很期待那天。任务完成了，是时候喊黑云旗里的小林子一起回去了。黑云旗里似乎有动静。这传音晶石，去你的！你想清楚了？本座没记错的话，你刚才的举动形同叛出的神武军。不错，但正如那康南华所说，这是我的天性本心，违背不得。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于是我便做了。不过，若非这次带队的将领是邪将军，我绝不会这样做。但如果被他找到这里，所有人，不管是修真者还是凡人，都难逃一死。这是我不愿见到的。如何决定是你的事情，日后别后悔便是。这镜子方才有些异样，注入法力看看究竟。这坨黄点是什么？这又是什么？这么看有点眼熟啊。如果说黄点代表我现在的位置，那这些数以千计的红点则代表……不好！大周皇朝，神武郡，原来如此。那乾坤镜上的红点就是反映这些人的位置，光点的大小则代表了修为强弱。看这阵势，
神武军已经发现了烈风会众人藏身的孤山，正赶过来围剿。你为何？看周围，这明明没有。本座知道你没通风报信，你在黑云旗里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下。本座叫你出来是要问你，这支神武军的战力如何，领军之人是谁？这是神武军前军左营，他们每战先登，是神武军里最强悍的尖刀队伍。前军是神武军的心肺，而风营又是前军的先锋。所有风营将卒都是斗法搏杀经验最丰富的修士，平均修为不知要高出其他营多少，但那是过去了。就在不久前，原左营统领将军获罪被贬，上面将原来的风营统领将军调到了我们左营。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邪将军，他姓邪，名字师承呢？不是姓邪，而是他的全名就只有一个字，便是邪。他投身神武军之前，原本是个散修，据说是上古已经湮灭的杀神门的隔代传人。传闻邪将军以杀入道，嗜杀成性，无论是修真者还是寻常凡人，只要他看不顺眼的，都会被他所杀。杀神门，昔年攻伐他国，被邪将军屠杀的凡人成尺数以百计。他眼下修为虽然还只是金丹期，但凶名早已远扬，被誉为神武军第一屠夫。所以趁他没发现，我们快点逃吧。你做什么？你先进去，我会会他。仗着一件残破的金丹期法器，窥探我军战阵，藏头露尾的鼠辈，死吧！不好，黑云旗动不了了，唐镜合力将这附近的天地空间完全锁死了。这是邪，24诸天罗汉剑！不动明王怒火，舍利子，大雷音寺贼徒，哼，那也要死！消失了。我佛慈悲，也化愤怒相，发无穷怒火，诛灭万魔，燃尽一切。这次抓到你了。原来是个练气期的小蚂蚁，侥幸得到佛门舍利子，便继承法器而已。现在赞美我吧，不然我就杀了你。赞美你？你脑子没病吧？我修上古杀道，唯有杀戮方可增加修为，所以我不停地杀人，杀到我自己都麻木了、迷茫了、厌倦了。唯有杀人后得到旁人赞美，才会觉得杀人又重新有了意义。所以现在赞美我啊！原来你脑子真的有病。唉，跟你太计较是我的不对。不愿意，那你可以死了。绝杀之道，只攻不守。逆天而行才是逆天绝技。不好，他的剑更快。地藏真经，发动！除了不动明王怒火，还有地藏金身吗？这个杀人疯子绝不会这么轻易退走，是在谋算什么吗？这是不好，是神武诛仙阵。这疯子
单挑奈何不了个，就搞全欧？全欧就全欧吧，你一下子带3000人全欧，你敢再不要脸一点吗？黑灵气的空间挪移用不了，只能低空飞行了。一个都跑不掉，都要死！阁下为什么又回来了？哦，差点忘了，刚才一战，我隔绝了黑云气空间对外界的感知，当然是跑来躲着呀，不然在那儿干站着，等着被3000人一人一拳把我打成纸片人吗？你之前为何不将这里的情报回传给邪？这次为了追捕烈风会，整个前军左营3000人全到了。若由邪将军掌控，摆下神武诛仙阵，就是面对元婴期修士都可以战。是呀是呀，所以说我这个练气期的小虾米挡不住也很正常嘛。果然，这位高深莫测。主啊，就算24颗舍利全喂给战神魔偶，恐怕也不行啊。对了，记得康南华说过，他在这里布下过一个什么恒河流沙阵保护烈风会，或许他能扛住这神武军。哟，都是老熟人啊。外面的人在搞什么鬼？你又是谁？别说废话，先拿下他再说。红颜、小黑，都住手！康先生，这家伙……这位道长并无歹意，我的伤势也多亏了他才得以痊愈。什么？他不是周狗的人吗？他治好了康先生的伤。可是外面的神武军……可能有短剑落入周军手上了。他若要对你们不利，何必助我疗伤？更何况他的实力比我只高不低，你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不，如果不用战神魔偶的话，我可没那个自信。外面的情况你都清楚了？金丹期修士带队，足3000人，已经摆下神武诛仙阵了。神武诛仙阵封锁了附近的界域空间，出是出不去了，只能一战。待击退敌人后，我们再做撤离此地的打算。你们快去安排村子里的人避难，再叫所有有战斗力的人做好作战准备。是。阁下何故去而复返？莫非也奈何不了外面的神武军？要托庇于康先生的恒河流沙阵？你是对的，但哥是不会承认的。这家伙笑什么？一切自有康先生处置。所在一城的蚂蚁，出来受死吧！要来了，胜败的关键是要看谁先支撑不住。在此地布下了大型法阵吗？那便是沼泽。被动的防御永远也无法获得胜利。这一战是你输了。虽然恒河流沙可以不停冲刷漆黑巨剑，消磨其中的力量，但对于眼前的畏惧来说，速度太慢，完全是杯水车薪。我的流沙秘藏只是万古恒河流沙咒的残篇，若是能得到全篇，就可破得眼前的神武诛仙阵了。他脸色似乎不妙啊！恒河流沙阵借助天地之力，神武诛仙阵则借用人力，人力总有尽头，不及天地之力无穷无尽。长时间拖延下去，胜利的必然是康南华。可是3000人一起在瞬间爆发的所有力量，很有可能在历劫之前先一步攻破恒河流沙阵。这样下去，明显是康南华会先支撑不住，该如何是好啊？宿主弟子朱毅获得雷元符印，
宿主成功完成风雷符印随机支线任务，奖励抽奖机会1次。臭小子们争气呀！哎，卓浪诀，我要卓浪诀！没有，还是没有。不是吧？这么紧要的关头，基础你就这么拉？哦，糟了，恒河流沙阵又支撑不住了。现在怎么办？到底应该怎么做啊？到底……等等，这康南华的道法秘藏，应该也符合泽的标准吧？平时要谋取这么一个金丹级修士的道法，无疑非常困难。但眼下的危局给我创造了最好的条件，可千万不能出错呀！康道友，你修炼的道法似乎并不完整，是来捣乱的吗？阁下看出来了。你这门流沙秘藏，本座依稀在哪里见过全本，不过尚不敢确定。不知道友的道法可否借本座一观，让本座对比参照一下？你这厮，来趁火打劫的吧？若阁下真见过全本，摸出来给康先生，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千万要管用啊！千万要管用啊！基础参考道法的种类数量符合要求，现在开始融合。道法融合成功，开始创建《天道德经》第1章八卦篇，创建成功。这一刻，林峰感觉自己体内的法力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修炼的诸多道法在这一刻都消失不见，所有法力都转换为一种全新的状态，仿佛精神世界也前所未有的打开了。八卦诸天大道造，这就是造化的真意。恭喜宿主自创宗门根基道法成功，恭喜宿主完成第2个主线任务，主线任务特别奖励8部。第1个主线任务奖励的战神魔偶已经如此强悍，你第2个任务的奖励总不会寒酸吧？两仪生灭阵阵图，两仪生灭阵阐述混沌初开，两仪造化，万物创生毁灭的天地大道，共6种变化。这6种变化的其中一变，似乎正可以对付那神武诛仙阵。红颜，我要出去准备了。就算恒河流沙阵被攻破，怎么也要多杀他几条周狗。勇气可嘉。你都不得无礼。康先生，他……红颜，稍安勿躁。康某无能，敌不过对方的神武诛仙阵。此次大周领军的将领是个屠夫，所过之处，从不留活口。我不怕死，但我昔日答应洪峰的承诺，却做不到了。康先生，若不是你，我们早在多年前就死在周狗的屠刀下了。是我们拖累了你。大哥泉下有知，绝不会怪你，他只会怪自己害了你。我观阁下始终镇定如初，似乎并不将外面3000周军和他们的神武诛仙阵放在眼里。康先生，阁下若有大神通，还请救这里人一救。康南华感激不尽。你信任本座？是，我信。那这个忙，本座帮了。凡是信任本座的人，本座从不叫他失望。什么东西？怎么回事？没感觉啊！只会耍些小聪明吗？那你们还是等死吧！障眼法司的小把戏，这就是你的手段吗？康先生当真是看错你了。你既然无此本事，又何必装腔作势？现在说那些有什么用？我们走吧，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就是现在！
生灭阵，开！生灭六道，生死之变，起！这是什么？神迹，神迹呀！这本来是你们双方之间的事情，本座不欲出手多造杀孽。对烈风会修士而言，山里众人是他们的亲人，但山外的3000神武军又何尝没有亲人？邪，你穷凶极恶，赶尽杀绝，做事不留余地，你是在逼本座出手。装神弄鬼的小子，之前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现在竟然还敢露面，我便要将你碎尸万段！你还敢不敢嚣张？自己寻死，本座就成全你。这阵法，莫非是在吸收绝剑的力量？生灭六道，天地之变，起！快跑！快跑！使点狗屁阵法，都给我破！出来送死！杀人者，人恒杀之。生灭六道，生死之变，传！你猜猜，这把剑是哪儿来的？妈妈，快看，太阳出来了，地上有花。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安全了。收。前辈神通广大，挽狂澜于极岛，元首之恩，岳红颜没齿难忘。之前对前辈无礼，愿凭前辈处置。之前无礼，还望前辈恕罪。想不到前辈有这般神通，是我不知天高地厚，冒犯了前辈，望您恕罪。这便是2仪生灭阵的力量，才不过冰山一角。借助天地之力，虽然布置繁琐无法移动，但阵法的力量绝对是同级法术中的最强者。这系统发布的主线任务坑爹是坑爹，哼！但这特别奖励当真是一个赛一个给力啊，堪称高风险高回报了。这样一来，我甚至都有些期待新的主线任务了。新的主线任务已发布，请宿主查看。主线任务 1.2， 找到一处合适的福地洞天，正式建立山门。任务时限3年，超时未完成，直接抹杀宿主。任何一个宗门都会有守卫自己山门的护山大阵。太虚观有太上虚空阴阳大阵，大雷音寺有大日如来阵，蜀山剑宗有大先天万象剑阵。护山大阵就是宗门的立身根本。同级修士间的对决，能够相互对抗的，永远只有同威力的阵法。所以系统结合了我自创宗门的道法根基后，就奖励给我2仪生灭阵作为护山大阵。但今天使出的生死之变和天地之变，远远没有发挥出真正的威力。若是日后我修为上去，备其布阵材料，这2仪生灭大阵该爆发出多么惊人的力量！怕是真的可以开一方造化，执掌万物创生毁灭了吧？当务之急还是要正式找个地方安家落户。不过，好的洞府岂是这么容易就能找到的？哎，对了，之前龙叶提供了一个洞府的情报，说是尚未被占据，不如就去那里探下虚实。感谢阁下出手相救，康南华感激不尽。自强者天助也，你无需放在心上。何况本座出手，并非为了成人之危，扶恩图报。我曾答应洪峰照顾你们，
奈何我修为不够，难以护你们周全。这次若不是这位道友相救，恐怕连我都自身难保。这些年来，承蒙您的照顾，红颜带所有人谢过康先生。您本就不是我烈风会中人，只是为了佟大哥的一句承诺，便保护我们至今。我们所有人对此敏感五内，是我们太自私，仗着有您的庇护，肆意在大周皇朝境内活动。莫要这样说。可不是嘛，你在大周地盘这么招摇，这次就差点要把你们一锅端了。若是退入其他皇朝境内，哪能这么方便围剿？红颜，你难道……我决定了，我们暂时先退出大周领土范围，积蓄力量，增强修为，日后有了足够实力，再卷土重来。进入其他皇朝境内，你们很容易丧失自主性。那就要看我们自己是否努力了。而且，雪峰国人从无孬种。很好，洪峰泉下有知，看见你今天的模样，一定会很高兴。阁下今日之恩，形同再造。只可惜，我身上已背负一个承诺，前一个承诺未做到前，实在不敢再轻许诺言，只能说，他日再相逢时，阁下但有所命，康南华莫敢不从。追随差遣什么的，休要再提。本座还是那句话，他日若有缘再见，愿与道友坐而论道。你们也好自珍重吧。谨遵前辈教诲。我调息一会儿，你先安排撤离吧。好，通知下去，我们要离开这里了。是。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这样，我们被那道人救了。这次确实很危险，你们先撤出大周国境也好。宗门内最近会派弟子去你们那里，增强你们的实力，同时也作为弟子的历练。如此一来，他们对我们的渗透就更严重了。我们这边会做好准备的。上次命你们伺机抓捕的朱毅，可有消息了？只听说他曾在大秦皇朝南疆的楚州城附近出现过，但现在的行踪无法确定。好，我知道了，你们尽快撤离吧。羽衣星冠打扮的白袍青年道人，最近此人好活跃呀，为什么以前从没听过这号人物？天下第一圣地太虚观，他们的人要来了吗？看看那家伙怎么样了。好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神武军我是回不去了，同袍全军覆没，我一人独活，回去下场必然凄惨。本座会放你离开。感谢道长信得过我，我打算往大秦皇朝一行，碰碰运气，看能否拜入一个大宗门修行，增长实力。我投身神武军，本也是为了神武军中有大量修炼资源与道法神通，可以提升我的实力。我需要力量，强大的力量。既然如此，那祝你好运了。谢道长不杀之恩。这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啊。哼，不过和我无关了。现在就和小林子一起回去吧，也是时候和小不点他们会合了。师傅！徒儿见过师傅。臭小子，没给你两个师兄惹麻烦吧？当然没有啦。少来，把你干的好事儿都给师傅说清楚。师傅，弟子三人幸不辱命，成功带回雷元符印。我当然知道你们完成任务了。师傅，给。这东西看着不起眼，但绝对是一件宝物。在分开之前，小不点是炼气10层的修为，萧燕炼气9层，朱毅刚刚炼气7层。现在你们的修炼速度能尊重一下我这个师傅吗？
这就是主角开挂的样子吗？不过现在有了自创道法，哥一定要闭关修成筑基期才行。你是露个什么劲儿啊？你这种后程发力的选手才是最可怕的了。注意，此行看来收获不浅啊。正要向师父禀报，此物名为破坏神之蛇，是一件法器，可做法放出金光，攻入对手体内，从内部破坏对手的神魂肉身，令人无法有效防御。弟子3人返程之时，偶遇一名修士渡劫，对方渡劫失败陨落，弟子因此得到了他部分法力精华，修为才突飞猛进。除此之外，便是这一门名为黑暗曼陀罗阵的法术。它奇怪得很，不管是祭炼法器还是修习法术，弟子都很顺利。但让大师兄和小师弟他们试试，却都不得要领。10的福缘，8的悟性，真不是吹的。无需在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法。此外，弟子3人可能惹了些麻烦。那修士渡劫失败后，还有别人觊觎他的遗产，我们跟他们起了冲突，冲突中击杀了对方2人。要不是这小子手贱，我们拿了东西直接就跑了。我哪知道对方藏在那么个鬼地方，随手一雷居然都能炸到他们。果然，一离开新手村，就会有无数大怪小怪哭着喊着扑向这几个小子求虐求教育。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吗？对方自报家门是封神宗。无需在意，你们几个记住，咱们不主动惹事，但若有人欺负到自家人头上，就给为师放开了他。请遵师父谕令。师父啊，我们这次回来的时候，途经一处山谷，在那里啊，有一条天际雷蛇，就快要蜕皮了。您看咱们是不是做了它？臭小子，惦记自己的洗礼呢吧？那个师父啊，我马上就5岁了。过些时日咱们就去，放心吧，你的洗礼为师没忘。不过在那之前，我要先抓紧时间闭关，成就筑基呀。还是不行，并不是法力不够的问题。是我还没有彻底明白八卦诸天大道藏所蕴含的意境与道理吗？努力近1个月了，始终无法开辟气海，铸就道基。看来这道法虽是我自创，但仍需我细细揣摩呀。哎，算了，不能强行冲关，先去散散步，放松一下吧。那是蜉蝣，最多只有几天的寿命，这样的生命有意义吗？人活100年，蜉蝣活几天，都有生老病死，并无区别。生老病死嘛。又死一只蜉蝣，我终于明白了。蜉蝣、人，还有天地间的所有万物生灵，乃至于这整个天地世界，都要经历这样一个创生、衰老、崩坏、灭亡、重归虚无的过程，然后自虚无混沌中再一次被创造，天地初开，洪荒出现，然后是万物创生，经历时间的流逝，成长衰老，最终腐朽，直至彻底灭亡，不复存在。生老病死，这就是生命；成王坏空，这就是造化。恭喜宿主晋升筑基期，恭喜宿主领悟《天道德经》第1章八卦诸天大道藏真意，条件已满足，系统开始升级，进入第2阶段。系统升级完毕。终于晋级筑基了，希望这次升级奖励够给力。物品名称：33天造化仙丹，作用：元神期以下修士服用，直接提升1个小境界，并增加大境界突破几率。1人1生只能服用1次，第2次服用无效。兑换点数
9000。好家伙，居然有直接增加修为的丹药！全部家当加一起都不够一个零头。不过根据经验，兑换系统中存在的东西，抽奖系统就一定有几率开出来。我还有一次抽奖机会没用呢。抽奖系统也更新了，多了一个签筒。抽签抽奖系统说明：宿主从自己现有物品中选出一样东西交给系统，作为筹码进行抽签。注意，凡是来自系统的物品无法充当筹码。这抽奖还需要物品当筹码？筹码价值越高，红签与长白签数量越多，反之，白签和短白签出现几率越高。也就是说，我拿价格高的物品当筹码，抽到好签的几率才大。不能用来自系统的东西当筹码，那有什么好呢？黑云旗，不行，全靠这东西赶路呢。大面大面，风雷符印，它可以奠定宗门的根基，有点舍不得呀。乾坤镜，这玩意儿能起雷达的作用，情报探查很重要，也不合适。对了，黑石神山，虽然受了损伤，但说到底也是一件金丹级法器，应该也有点价值吧。丹药虽好，但只要元神期以下服用都有效，那还是等元婴期让它价值最大化。现在还是先选别的吧。纯阳真火，7大真火之一。那就这个，或许能从中摸索出纯阳真火的奥秘也说不定。好，就选纯阳剑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可千万要给力啊！签筒出现了，30根签子里，3根红签，9根长白签，12根白签，6根短白签。第一次压住抽签，没有对比参照，很难准确估算出系统的规律啊。算了，高风险高回报，说不定可以搏到。开始摇签，停。外表观察不出任何差异，那就只能碰运气了。我去，白的！长眉签，还好，没有倒霉到家。虽然没浪费机会，也没血本无归，但是谁知道会换个什么鬼东西出来？要是换个垃圾，还不如退还呢。这是……什么玩意儿？物品名称：宗门正宫大殿建设令牌。详情：可凭借宗门建设令牌，在确定的山门处建设宗门内各项建筑设施。大殿建成，宿主有一次命名机会。这东西虽说是宗门的根基和门面，但是现在起不到什么提升实力的实际作用啊。哎，先收着吧。不过这次闭关收获着实不小。都1个月了，是时候出关让徒弟们见识一下我这个全新版本的师傅了。师傅，你终于出关了！弟子恭迎师傅出关。怎么不见朱毅？二师弟在前几日试图冲击炼气12层的境界，遇到了一些瓶颈，眼下也处于闭关状态。看来不止朱毅，连你也有不少改变啊！1个月不见，就已经成功晋级炼气12层了。掐指一算，距离当初收他为徒刚好1年时间。这个曾登上高峰却又衰入谷底的少年，时隔4年，用1年时间重新回到炼气12层，厚积薄发，不外入世。不止修为，他的性格也更加成熟，不再愤世嫉俗、怨天不公，取而代之的是高昂的斗志和经历起伏后锻炼出的几分沉稳。从此之后，小燕子的修道之路就会又快又稳了。师傅，走，带为师去找那条天金雷蛇，取了蛇血为你洗礼。啊，对了，这次由天昊带为师前去即可，你们2人留下为朱毅护法。是，师傅。朱毅若成功晋级炼气大圆满，告诉他不要着急尝试筑基。你们也是一样，
等为师回来，自有安排。弟子明白。我们走。应该距离此处不远。怎么突然无法定位了？是被空间系法器遮蔽起来了吗？哼，那你们也跑不出我的手掌心。不过3个小杂种，敢杀我封神宗的人，就算你们跑到天涯海角，也难逃一死。师傅，就在那里了。这山谷中一股雷霆般狂暴的气息，隔这么远都能清楚地感觉到。看来这天上跳动的雷电才是重头戏啊，比山谷还要浓郁1000倍。哦，还好，那天津雷蛇还没有开始蜕皮。师傅，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动手啊？急什么？这么快就把为师告诉你的全忘了？没忘。天津雷蛇是一种凶兽，实力相当于人类修士的筑基期。若是吸收头顶雷云中的雷电之力，完成蜕皮，就可以进化为天津雷蛟，傲笑9天。还有呢？进化后的天津雷蛟实力相当于人类修士的金丹期，不过刚结束进化的时候，天津雷蛟会极为虚弱，这时候就能……不错，为师本想用上次经过惊雷禅温养的大蟒精血给你洗礼，但那与天津雷蛟怎么也不是一个档次上的。这天津雷蛇进化靠自身的雷电之力还不足以完成，必须要借助磅礴的天地之力，大自然的雷霆神威才可以。所以呢，就跟为师在这里好好等着吧，看样子也不会等很久了。走，去看看。进化很勉强啊，这天雷远不止1道，也不知这天津雷蛇能不能连续长出天雷的大劫。果不其然，哼，是个筑基期修士，看来想捡便宜的不止我一个呀。这种感觉，此人在此地布下了一个巨大的阵法，风系法力，似乎要引动飓风，威力还不小，面积更覆盖了整座山谷。好徒儿，这流风符印你拿着，等会儿照为师说的做。师傅放心，看我的！这回威力更大了。成功，还是失败了？虽然留在你身上的记号若隐若现，但本少爷知道，就在这座山谷中，正好把你和这条天津雷蛟一起解决。飓风碎魔阵，开！哼，本来想着先收这条雷蛟，再去找你算账，没想到居然来这里自投罗网。哼，这次正好就将你们一勺烩了。师傅说的没错，流风符印法力有限，无法真正避风。眼下我只能像这样缓慢行走，以免行走速度过快，导致风墙崩溃。感应到的方向是那里。看来越靠近这阵法中的要害，越影响流风符印的作用。继续向前，流风符印怕是要撑不住了。感觉风力好像变小了，是因为那条雷蛟和阵法斗起来了吗？好哎，这下我就能安全爬上去了。
终于上来了。这是。这与你上次破24诸天罗汉阵不同，流风符印只能用来指引方位，却无法帮你拔除对方的布阵法器。想要破阵，只能凭你自己的本事。风雷相辅相成，能迸发出无穷力量。风雷化生，无穷无尽。就是这样。给我！我的旗子！小子，找死！哼，你这小杂种倒是耐打，本少爷今天就看看你能受我几下法术。哼，你再猖狂，我师傅待会儿就过来收拾你。你师傅在附近，那又如何？最多不过是个小小的筑基期修士罢了，你还不知道吧？我在你身上种的符咒，只有金丹期修士才可以发现，你们师徒却对此毫无察觉。由此可见，你师傅顶天也就是一个筑基期修士，而本少爷有飞莲和飓风碎魔阵在手，金丹以下全无敌手。就让你那狗屁师傅出来，本少爷教教他，别老在自己徒弟面前充大腕算，他还差得远呢。不过在那之前，我先宰了你这个小畜生！小矮子，你要遭殃了！消失了？不，没有消失，我还有感应，在那边。有人将我发出的龙卷风挪移到了那里。师傅！啊！做得很好。师傅，那个小矮子欺负我。小矮子？臭小子，你个头也不大吧？他是筑基期修士，你眼下不是他对手很正常。不过等你筑基以后，直接可以吊打他，轻松又愉快。你们好啊，本少爷就看你如何轻松又愉快。区区法力印记，本座又怎么可能没有发现？不过是不放在心上罢了。你们来多少，本座收多少。两界虚空妙术。是。看来你还是不懂啊！相对于你操纵的风，本座的力量才是真正的无形无相。9天无相罡风毕竟是长辈炼制，我尚无法控制自如，我不是此人对手。飞莲，走！哼，就算打不过你，你也拿本少爷没招。等本少爷回去招来宗门内的高手，叫你这道人死无葬身之地。你还是不懂两界虚空妙术。你怎么回事？头好晕。9天无相，我怎么又回来了？其实，比起9天之上的罡风雷霆，底下涌动的地火岩浆、空间之力，才是真正的最强武技。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说，来自空间断裂的武技，根本无法防御。什么情况？我为何控制不住的往下掉？等等，那是……我要死了吗？我不甘心。这幅画面有点少儿不宜啊！啊，这招好厉害啊！看来是我想多了。
这飞廉兽虽是杂血的，但毕竟是上古真种后裔，你小子有福了，不仅有天金雷蛟的真血，还有人送货上门的飞廉真血。我可以骑它吗？这是一条腰带，还想跑？天龙咒印。哦，还有他也得收了。天龙咒印，收。师傅，走，这次收获颇丰，你小子的洗礼是不愁了。师傅，他那条腰带也给我好不好？你这对眼珠子倒是够毒，不过这东西为师还有用，不能给你。但回去后有好东西等着你呢。哦，不仅是你，你们师兄弟4人，人人有份儿。是什么呀，师傅？回去后为师就告诉你。走吧。弟子燕明月参见师尊。恢复的怎么样了？有劳师尊为弟子重塑肉身，现在已无大碍，但想恢复往日修为，还需要一些时间与功夫。如此最好，为师也可以放心了。明月，你此次虽遭此大劫，但未必不是因祸得福，只是观中已选出新的天下行走，你回归宗门，还需等待时机。弟子明白，若想回去做一个普通弟子，那我随时可以回归宗门，但我并不甘心于此，而且弟子觉得这个时机已经要来了。你所言的时机，莫非和你之前提到的那名幻灵道人的散修有关？你所言的时机，莫非和你之前提到的那名幻灵道人的散修有关？没错，他或许能带来一些惊喜。那为师便拭目以待了。你之前同我说过的选择，你已经做最终决定了？是的，弟子准备选择大周皇朝，梁盘和朱洪武君臣配合相得益彰，又以扫清国内其他掣肘势力，应该是最有希望成功的皇朝。如此，你便去做吧。弟子恭送师尊。去，把消息放出去吧，让风声传到我那位继任天下行走的师弟耳中。若是您的师弟听说遗失的师弟在那林道人手上，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那个林道人能对您的师弟造成威胁吗？让他去试试我那位师弟的底细也好。明白了。或许我那位师弟会试出你的底细，不知为何，总觉得你日后会成为我太虚观的大敌，莫名其妙对你充满信心了。我那师弟搞不好会吃亏呢。龙叶拜见师尊。若非那一枚与你同源的狼环玉树叶，你恐怕无法这么快重塑肉身。这还要谢谢那个古怪的人类呢。你将太虚观追踪的那枚石笛给了他？不止呢，弟子还把消息放给了燕明月。做得好。不过，你为何把那处洞府所在也告诉了他？弟子有一种感觉，此人志不在小，他若真能成气候，势必对太虚观等人族大势力造成冲击。这么有信心？弟子也只是凭感觉，不过就算错了也没什么损失。那处洞府不在我们势力可及的地方，让他占据又如何？而且那头老金乌的子孙正在那洞府附近活动，是吧？金乌大圣近年来不是一直在给您老人家捣乱吗？弟子便也给他找点事情做，让那老骨头活动活动。师傅，小师弟，你们回来了。注意周身法力充盈，流转自如，看来已经成功晋级炼气12层大圆满的境界了。都过来，
为师有话要说。啊？为师之前传你们的道法各不相同，其中有佛门道法，也有你们自身机缘宝物中的传承道法。你们是否会奇怪，怀疑咱们宗门是不是没有自己的道法，以至于只能识人牙慧？偶尔没事瞎想的时候，确实有些奇怪。不过倒不至于质疑师父您，因为我觉得您总会有您的考虑。虽然我们学的道法有不同，显得驳杂，但师父您因材施教，教授的道法都是最适合我们的。师父教什么，我便学什么。师父，您传授的道法超厉害，当然，您要是有更厉害的道法，千万别忘了我呀。就你贼滑。之前传你们的道法都只是为你们打根基而已，待你们根基打牢之后，为师便传你们本门真正的大道神通。你们筑基自然要以本门正统嫡传大道筑基，接下来要传授给你们的八卦诸天大道藏，才是为师修炼正道的无上妙法。为师已将诸天大道藏传授给你们了，但此道法深奥，你们回去之后还要多多揣摩。弟子谨遵师父教诲。你不是一直惦记着你的洗礼吗？今日就一起完成吧。哎，谢谢师父。最后，放入灵药。这个颜色，我感觉很不妙啊！而且这本是炼丹的炉子，现在用来炼人，其实味道也……我才不怕。熬得差不多了，该你了。乖，天昊，下去。我早准备好了，师父。抱元守一，用道法引导药汁，打通你的全身。是，师父。师父，都1天1夜了，火力会不会太猛了？不会，而且你们小师弟马上就要出来了。火呀！师父，快开炉啊！小师弟，让我们看看你现在的力量。那把巨剑重达5000斤，而且还是单手举起。若是等到他成年，那他的肉身力量该有多恐怖！小不点不仅天生至尊道基，就连肉身力量也如此逆天，真不愧是根骨满枝。洗礼完毕，你们3个就按照为师教的道法尝试筑基去吧。是，师父。为师知道你羡慕你的师兄弟们，来日方长，只要你好好努力，很快就会赶上他们的。是，师父。哦，对了，刚才听您传授他们3人道法时，我有些想法和感悟，是改良黄泉纸这门法术的，请您帮我参详一下。哦，你改良了黄泉纸？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请师父指点。时的悟性啊，时的悟性，我门下果然是一窝子妖孽。好，悟出了什么，且和为师说说，为师指点一番，你再去修炼。是，师父。既然要在这里给小燕子他们把关，不如顺带把这些东西搞了。终于祭炼成功了。这18颗舍利子都是佛门大能遗骸所化，若非慧苦之前祭炼过一次，不知还要花费多少功夫。唉，不过其他的6位大师就只能委屈一下了。人死如灯灭，身是臭皮囊，想来你们也不会介意吧？不知小林子改造后的黄泉纸练得如何了？小燕子他们也闭关3个月了。这感觉，他们要出关了。恭喜宿主亲传弟子石天昊晋级筑基期，恭喜宿主亲传弟子萧燕晋级筑基期。
不错，不错呀。由于宿主半数亲传弟子成功筑基，特给予宿主系统奖励。当前道法修为提升1个小境界。等等，我也有奖励？好像感觉有股浩渺清气从头顶落入丹田气海之中，而且气海里面的法力旋转起来了。虽然立了灵台就是筑基中期了，但这灵台看着有点普通啊。等等，1品灵台啊！哎，罢了罢了，太虚观那样的天才集中营，筑基期立1品灵台的弟子也是凤毛麟角。谁让自己的弟子曾经有过至尊灵台呢？不过，系统是根据八卦诸天大道藏为我铸就的灵台，由此可见，此道法玄妙无方啊！嗨，知足吧，哪有便宜都让我占尽的道理啊？其实想想，1万修真者中才能出1个1品灵台，无不是天才中的天才，妖孽中的妖孽。哼，我已经很不错了。恭喜宿主亲传弟子朱毅晋级筑基期。由于宿主超过半数亲传弟子在入门3年以内成功筑基，特给予宿主系统奖励，提升现有灵台1重品级。提升现有品级，也就是说，10层至尊灵台。哎呀，你个坑爹的系统，终于给力了一回啊！等到他日灵台上立至尊丹鼎，至高大道就得向我招手了。之前虽然法力雄厚，但没有灵台，力量终究是有些分散。铸成灵台后，不仅法力更加凝聚，不会轻易被人击散，还能随自身心意而动，瞬间调集全身法力，施展的法术威力更加强劲。哦，汪林也醒了，他们几个也差不多了吧？师傅，很好，你们都没有懈怠偷懒，才会有今天的结果。恭喜大师兄、二师兄，小师弟成功筑基，全部师傅新教诲。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为了心中的目标，就要拼尽全力，贯彻始终。你们日后也要牢记今日这样的奋发向上、一以贯之的心境。谨遵师傅教诲。师傅，弟子也会为了自己的目标拼尽全力，贯彻始终的。爹娘，你们现在身处何方？孩儿马上就有办法寻找你们了。慕容嫣然，还有不到2年的时间，当日耻辱一定加倍奉还。一定要让父亲在母亲坟前认错，让母亲在天之灵得到安慰。师傅，弟子这次筑基的过程中，对八卦诸天大道藏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小师弟也有收获。应该说，弟子从中参悟了一门法术。这要禀明师傅，我也是从中参悟了一门法术。弟子也有一些收获，请师傅指点。年轻人就是喜欢争强好胜啊。不过，我最喜欢给人当头浇冷水了。当初为师传授你们道藏，小林子旁听后也有几分感悟，改良了他自己原先掌握的一门法术。你们4个便相互切磋切磋，印证一下对于道法的理解。你们入门也有些时日了，对于本门道藏也有了各自的理解。今天，咱们便内部切磋一番，好让你们印证一下。那就按照师傅所说，3位师弟，咱们一起来玩2手。师傅，我先算了吧，他们可都已经筑基了。不过同门切磋而已。而且现在我给你灌注法力后，你就可以完成改良后的黄泉指了。那咱们就只切磋2下，不真的动手，好不好？三师兄，你也太谨慎小心了吧？虽然小林子看起来小心谨慎，但必要的时候，他的胆气会比任何人都足。好了，你们谁来跟小林子搭搭手，过过招？我才不傻呢，跟三师兄过招，其实就是给他当靶子，演示招式，让他尽情施展所学罢了。三师弟悟性惊人，但终究修为太低，与他一战，胜之不武。既然他们2个都不打算上，
那便由我来打头阵吧。哼，老三，记得给我留几分颜面啊！该我请大师兄手下留情才是。你们虽然没参战，但也要给为师睁大眼睛看。走吧，去山峰那里。是，师傅。大师兄，请。还是你先出手吧。那我就不客气了。诸天黄泉指，寂灭。身体好虚弱，感觉像葬身黄泉明玉一样。汪林满值的悟性当真不同凡响，不仅练气气就能领悟道法，改良黄泉指。经过我指点后，又完美将2界虚空妙术结合在黄泉指中。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说，来自空间锻炼的攻击根本无法防御。2界虚空妙术是对施法范围内2处一定大小的空间进行控制，以对调它们的位置而形成割裂空间一样的杀伤力。而刚才那招是汪林将凝练的极致死气直接穿越空间，无视距离，没有轨迹，只要在汪林施法范围内，就能瞬间将敌人困在死于空间。如果没有定住空间的神通或法器法宝，毫无准备对上空间法术，大多数人都会遭殃。小燕子，你会如何化解这招？不错呀，三师弟，就是不知你能出几指。八卦崩解！诸天黄泉指，轮回。有意思。我就这3板斧了，再比下去就要出丑了，还请大师兄手下留情。所以，真可惜。八卦崩解和诸天黄泉指，2人法术都结合了自身的特点。看来八卦诸天大道藏当真包罗万象，不同的人修炼都有不同的领悟。这还只是天道得经的第1篇章，以后还会有更高深的道法。我一定要将这门自创道法吃全吃透，否则也未免太丢人了。三师弟这门法术着实不同凡响，只是修为境界不足罢了。是啊，若三师兄修为再高一点，这场打斗一定很精彩。士别3日，刮目相看。焉知他日小林子修为不会突飞猛进？你们3个先行一步，更要警醒。日后被小林子超了过去，可别来为师跟前哭哦。是弟子自满了，多亏师父点醒。如何？感觉不尽兴？不尽兴的话，那就自己上。第2场就你们2个了。请师父指点。如何？可有收获？受益匪浅。你三师弟这一套诸天黄泉指，其实还有第3指的。哦，好小子，还藏了一手啊！我冤枉啊！师父，您可要把话说完整啊，要不然大师兄非跟我没完。皮猴一个，别那么急性子，听为师把话说完。嘿嘿嘿，小林子这第3指另有妙用，不是跟人斗法用的，现在还不完善，需要继续参详。你们快看，比试开始了。二师兄，我先动手了哟，想来你也不会介意的。尽管来吧。不应该啊，小师弟难道就这2下子？或许还有别的变化。好好看下去吧，你们小师弟不简单的。小家伙，你真的如我所猜测那样，有如此领悟力吗？小师弟，如果这就是你的全部本事，那我只能说你最近懈怠了。这是我领悟自本门道藏的剑诀，请小师弟指正。一剑道，这一式名为雷锋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随风巽，君子以生命行事；存雷震，君子以恐惧而修行；雷锋横，君子以力不一方。回！哈哈，不愧是二师兄，好精妙的剑术啊！哼，那些道理我是不懂，但是我之前那一刀力量还不够大，所以接下来力量要更大，越
打越大，直到二师兄你接不住为止。我不像二师兄那样用一套异剑道就将八卦变化全部包括其中，只有风雷2种力量，但是不停增长出无限大的力量。二师兄，你接不接得住？借我一试，无限风雷！这是2个人的力量竟交融为一体，组成风与雷的太极吗？好强，真让人想不到啊！果然如此，小不点你没让我失望。八卦诸天大道藏，亡灵参悟其诸天流转之真意，与自身黄泉指相结合。萧燕则法如其人，勇猛迈进，破灭诸天八卦万象，势不可挡。小不点只将风雷2种变化领悟到了极致，越过八卦4象，摸索出了2仪的玄妙。而朱毅最为渊博，对于八卦之道领悟也最深，竟欲以一门异剑道将整个八卦造化推演。虽然还只是摸到一点门槛儿，但已经难能可贵了。不错，不错呀。嘿嘿，怎么样，二师兄？这法术可还能入眼？小师弟，你这一手法术着实厉害，单论风雷之道，是我也要甘拜下风。但这场比赛要分胜负，还太早了。天下有山，只遁卦。人呢？问题不大。风雷2仪，回！二师兄，你这一招遁法比云龙遁还要诡异莫测，金石肉搏，师兄你就不行了。又逃！战局千变万化，一点小的变动都有可能影响最终胜负。不过二师弟这次是失算了，跟小师弟打贴身战，完全是以己之短攻敌之所长啊！不对，虽然我说不好，但总感觉哪里不对。是吗？二师弟太从容淡定了。胜负已分，但决定胜负的不是修为高下和法术强弱。师傅的意思是，继续看吧，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可恶，躲个没完没了。小师弟，刚不可久，月满则亏。你的气势在方才这一下移动就已经达到巅峰，接下来要走下坡路了。你的风雷确实可以无限提升威力，但将法术用作在自己身上是大忌。你的肉身强度虽然异于常人，但承受力却是有限的。而我积蓄多时的力量，现在才刚要爆发。地下有火之卦，凝仪。不妙！二师兄太狡猾了。论狡猾，师傅座下谁能比得上你？我今天帮你长长经验，以后碰见真正的敌人，你就不会再上当了。今天是我输了一次，下次不会再这样心急了。诚如师傅所言，论修为高下、法术强弱，小师弟都不吃亏，但在心境上却略输一筹。5岁的小娃再早熟，比耐性也比不过16岁的人呢。小不点儿，先回来休息，总结一下不足。你们谁有兴趣跟朱毅再切磋切磋？弟子不是二师兄的对手。我来，让我来试试二师弟的异剑道。二师弟，我和小师弟一样，都是要争取和你打近身战的。尽管放马过来吧，大师兄。那可就不要怪我先动手了。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来得好！八卦风劫，雷行天下，不与望，没用的。我懂了，大师兄这一世的核心意见是摧毁破灭，是连造化万物、天地乾坤都摧毁的霸道力量。不管怎样，还是先拉开距离。对。二师兄这是要以对付小师弟是同样的方法。
来消磨大师兄的耐心和锐气吗？某些时候，大师兄脾气比我还急呢。静静看下去。想用对付小师弟的方法对付我吗？不过你别说，我这人不信邪，还真就吃你这套。机会我给你，决胜负吧！泽中有虎，可君子以制敌，于是好强大的能量波动！这时正是你7世祖下火路的时候，大师兄输了。何剑？好，但还不够。八卦崩解，解外魔。这是我威力最大，也是最耗费法力的一剑了。连续2场大战，我的法力几乎枯竭，再无作战之力了。小叶，先上来。天昊，有没有兴趣跟你大师兄过过招？好啊好啊，那我就去请大师兄指点了。怎么又是你小子呀？大师兄，咱俩还没过招呢。怎么？是输了不服气，心里不痛快？弟子虽是崇尚君子之风，但我也是个热血刚勇的少年人，怎会甘心败给他人？哪怕这个人是我的师兄。年轻人争强好胜的本性啊。然后呢？你打算怎么做？决胜负吧！弟子想再与大师兄比一场，否则心里就像塞了块石头一样，心中满是快乐，无法消解，念头无法通达。何为念头通达？佛经上曾言：念念无志，是为功德；认识本性为功，依照本性而为是德。这便是念头通达。也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依自己的本性为所欲为，有很大可能让其他人违背自己的本性，让其念头不通达。你信奉君子之道，当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活于世，但求心之所向，无往不利，活得快活自在，这本没有错。但只讲自己通达，却要委屈旁人，这叫做自我中心。不顾及他人感受，要求其他人都依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规矩行事，以自己的好恶为对错，擅自替别人做出决定，却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更认为对方应该对自己感恩戴德。生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不就是父亲吗？不得不说，遗传的力量还是强大。就算父子不和，他们刻在骨子里的那股劲儿还是相似的。弟子险些走上歧路，多亏师父点醒，弟子惭愧。这么快就醒悟，足见你对于自己本心还是有清楚认知的。幸好拉回来了，要是你越变越像你老子，以后不仅要和你老爹针尖对麦芒，和我这个师父也会产生局域分歧，最后陌路成仇啊！好了，定定神，认真观看小燕子和天昊的比试，马上就要分胜负了。小师弟，咱都是直性子，要不然就直接点，一招定胜负，如何？可以呀！大师兄，接好了！臭小子，话还没说完就施法，至于占这点便宜吗？我不停制造飓风雷霆，大师兄则不断将之破解毁灭，这就变成了消耗战了。我和小不点在法术上完全是平手，如果不发生改变，比试的就是谁的法力更加雄厚。小师弟，这个人就是不信邪。诸意好胜，萧炎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他的信念中，就是要做一个名副其实、堪称师弟表率的大师兄。大师兄，有时候不信邪是不行的。
这就要分出胜负了。看来确实不能不信邪。你小子到底吃了什么长大的呀？这身板简直绝了！大师兄承让了。师傅，以己之短，攻敌所长的感觉如何？感觉糟糕透了。同门切磋不比与外敌搏杀，胜负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中获得收获。天昊，你没有让为师失望，专精于风雷之道，甚至超越了八卦诸天大道藏，接触到了两仪的玄妙，这非常好。谢谢师傅夸奖。话还没说完，你的无限风雷之力虽强，但发动的速度慢。你的两个师兄有意无意间都让你准备了好久才动手，真正的对手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不说别的，你三师兄的寂灭意志瞬间发动，你的风雷之力尚未成型，便会被他创造的死域空间笼罩。当然，你可以像小燕子一样，以自身力量强行冲破死域空间。但小林子若是跟你们一样是筑基前期，你们便轻松不了了。师傅，我明白了。小林子，你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快提升自己境界修为，并完善你诸天黄泉指的第三指。弟子会努力修炼的。那你们两个可知道自己要改进的地方？已经知道了。多谢师傅教诲。好了，你们这次表现都不错，回去后再好好参悟总结，改进自身法术。是，弟子告退。八卦崩解，寂灭意志，无限风雷，隔剑。毕竟是我自创的道法，这些领悟自道藏的神通，果然看一遍就可以明白其中真意了。这样的神通牛是牛，但和不动明王地藏金身一样，终究不是我自己的。虽然自身道法法术才是根本，不过其他的法术也可以使用，与人斗法时能获胜就成。似乎又悟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两界虚空妙术的法术，以后再慢慢感悟吧。现在最要紧的是任务。说起来，龙焰的妖女说那处福地洞天在昆仑山北路西方的山脉中，也没个具体地点，怎么找啊？从接受第3个主线任务开始，我自己闭关筑基，再加上3个徒弟闭关的时间，已经过去快半年的时间了。时间这东西总是转瞬即逝，但马上就昆仑山了。为了找那什么玉京山，我在这儿晃荡了半年，连4个机缘逆天的徒弟都被我打发出去找了。那妖女说的不会有假吧？大横断山脉西北方的昆仑山脉有座玉京山，你可有兴趣？其实也不完全在昆仑山脉，它浮于9天之上，终年笼罩着云雾罡风，而且它时常融入异域空间中，若隐若现，难寻踪迹。那我要如何寻找？玉京山平时都隐藏于空间缝隙中，每隔1个甲子的时间才真正现世一次。那时，整座山便会从异域空间脱离。距离玉京山上一次现世已经58年了，再有2年时间，便是玉京山重新现世之时。到时可就看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了。那妖女提供的情报实在太笼统了，我找的实在费劲。昆仑山虽然灵气充沛，但最适用于修炼的福天洞地都被顶尖大势力占据了，以我目前的实力，肯定是抢不来的。又不能随便找个差点的福天洞地凑合，别说我不甘心，我那几个妖孽徒弟不得失望的要命啊！难搞啊！那是火鸦吗？去！我都熄灭了，得救了。是那个仙人救了我们，谢仙人救命之恩。我那道人休要多管闲事，
否则定将你炼成火奴。我家少主和大批同族都在附近，你别自寻死路啊！少主，同类，这些火鸦如此大规模行动，不可能毫无目的，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会不会也是郁金山？你的同类在哪里？带本座去找他们。不知死活的人类！这些精魄全都是由这头火鸦杀死的人炼制而成的。杀了这么多人做这些火鸦精魄，离死不远。两界虚无妙术！怎么回事？我的火都消失不见了！想逃？天笼咒印，放开我！好了，现在告诉本座，你那些同类都在哪里？你们为什么如此大规模地出现在这里？人类，你休想从我这里知道一切！你一定会死，会葬身漫天烈火中！你再不说的话，就是你葬身烈火中了。别烧了！我告诉你！说吧。我们这次深入昆仑山北落，正是为了寻找郁金山而来。果不其然，昆仑山虽然群妖横行，但一只火鸦也没胆子深入到人族的地方。你知道郁金山在哪里吗？当然，我们的首领火鸦少君就是知道了郁金山现世的确切位置才前来的。看样子还是扑了个空，火鸦群已经飞走了。这都第几个地方了？不是扑空就是烧焦的废墟。盘问了许久，也没从那火鸦嘴里撬出他们首领的具体下落。要去郁金山的话，必须得抓住几只火鸦头头问个清楚。谁？阁下是什么人？原来是个小孩啊！啊！这些天杀的畜生又毁了一个村子。话说，阁下是为了剿灭火鸦而来的吗？啊，不错，本座正是为那群火鸦而来。这孩子有点脱线啊！这群火鸦突然出现在附近一带，烈火山林祸害了不少人。我们几个宗门的年轻弟子联合起来也没剿灭他们。我师兄手头有一奇宝，可以大致定位火鸦群的位置。我们正在追踪他们，道友要不要一起来？可以啊，只是你就如此信任我？我们不过是第一次见面。至少我们都是人类，即便道友穷凶极恶、作恶多端，那些屠杀人类的妖族，也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吗？更何况，我观道友高洁傲岸，风神俊朗，不似穷凶极恶之徒。既然如此，我们便同行吧。还未问道友的姓名宗派，不知如何称呼？啊，叫我杨青就好了。我是云水洞弟子。观道友样貌应该年纪不大，却已经到了炼气大圆满的境界，算得上是修炼天才了。啊！糟了，我说错话了。我就只是道法境界提升得快，实际跟人斗法很弱的。不管是法术还是武道，我都很不在行。其他师兄弟很快就能学会的东西，我怎么都练不好，于是只能拼命修习道法，提升境界了。云水洞不过一个不入流的小宗门，他如此资质，简直是明珠蒙尘了。他本人居然还这样自卑苦恼，看样子这是一个性格温和、没有什么生活阅历、很容易相信他人的单纯少年。如果有好的师傅稍加引导就好了。是杨师弟回来了吗？哦，是高师兄的声音，我们快上去吧。杨师弟，我们等你许久了，可寻到火鸦踪迹？没有，怎敢劳烦高师兄在此等候？这人的声音怎么听着那么装啊？道友，这位就是高师兄，风神宗的高凡。此次联合剿灭火鸦的行动，就是高师兄倡议组织的。风神宗的？昆仑山南路的风神宗弟子，为什么会出现在北部山脉？杨青，你太慢了，居然让高师兄等你这么久，你也太傲慢了点。就是。我对不起。好了，晨曦，
别说杨青了，杨师弟辛苦出去侦查，我赢一赢他也是应该的。若有危险，还能接应救援，不是？高师兄好帅！还是高师兄善解人意，我对杨青也没有恶意。看来这里有很多人都不把杨青当回事啊，即便他的修为在这群人当中并不算低。难道是因为他不善斗法的事情人尽皆知？哼，那个傻小子跟我初时就自暴其短，想必就是这样才让这些修为比他低的人轻看了。希望以后能吸取教训吧。啊，封神宗嘛，我倒是结识过一位封神宗修士，名叫高龙，不知他跟阁下是什么关系？啊，高龙是我堂弟，也是我同门师弟。他脾气急躁，经常在外面闯祸。若无意中得罪了道友，我代他向道友赔个不是。哪里，我与令弟一见如故，只不过上次一别已是1、2年未见，甚是遗憾。不过今天能见到他的堂兄，也算是有缘了。不知道友怎么称呼？叫我林道人便可。哦，林道友也是为了诛除火鸦而来。这种伤天害理的妖孽，人人得而诛之。说得好啊！我听杨青说，阁下有办法寻到火鸦的踪迹。切，杨青可真是个大嘴巴。对不起，晨曦师妹，无妨的。啊，是高师兄。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我以前曾无意中得到一根火鸦妖帅的羽毛，凭这根羽毛能勉强感应到一定范围内的火鸦。高师兄，此人来历不明。剿灭火鸦之人便是同路中人，还请林道友同行，也好多一份力量驱除火鸦之害。那就劳烦了。高凡，名门大派封神宗的年轻一辈第一人，2品灵台筑基期修士，还拥有一手炉火纯青的封神宗招牌法术龙卷风斩。这样一位天之骄子，却为人谦和这一招的要点其实是，还经常替天行道，对他人毫不摆架不说，更经常慷慨指点道法，资助别人灵丹妙药。这不妥妥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人缘、有正义感、宅心仁厚、平易近人的高品质高富帅吗？高凡在那里指点道法，你看了这么久，怎么不过去请教一下？我的难题大家都知道，师门长辈也解决不了，还是不麻烦高师兄了。孩子呀，你的难题不在于天赋，而在心智。心智的脆弱，别人不能帮，只能靠自己。罢了，初次见面还是不宜交浅言深。那好吧，好好休息，一会儿又该启程了。师兄，那就是火鸦妖帅的羽毛。就在附近，正在朝我们靠近。火鸦群数量众多，单靠我们怕是不好对付啊。是啊，我们的修为又不怎么高。火鸦口吐旭日真火，羽翼还会生烟，烟火夹杂在一起就会产生火毒，专破我们人族修士的护身法力。这是我师门长辈炼制的避火丹，服用后可防止火毒侵袭。大家每人1粒，速速服下，要准备战斗了。不愧是高师兄，考虑的真周到。吃药！快看那边！少君阁下！这就是火鸦少君。你火鸦一族向来盘踞在昆仑山以南，为何突然进入昆仑山脉，大开杀戒，屠杀平民？那是。本少君还说怎有人类越追越近，原来是得了我族同类的灵羽。你们急赶着来送死，本少君就成全你们。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高师兄好厉害，好样的！如果我也能像高师兄一样厉害就好了。诸位，降妖伏魔，就在今日！上！高师兄上！消灭火鸦！上！我能去吗？你们2个还愣着做什么？斩妖伏魔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好，这就来！
我就不进攻了，在这里给你们压阵。真是个胆小鬼！好了，现在我只需静观其变，哼，看看你究竟有何目的。那是什么？人类，尝尝本少君的火王真言咒。哦，这便是妖族本字了。你竟然能学到几分神韵，当真难得。可惜，文字是人类演化极致的东西，是属于我们的文明。你们妖族的文字在我们人族面前，不过是个笑话罢了。立马躲开！高师兄最拿手的龙卷风斩果然厉害。鸟妖，看你这次还死不死？高师兄好厉害！现在尽管犯花痴吧。等会儿指不定有什么好戏看呢。有了一件金丹期法器就敢这么嚣张？今天本少君就让你们这些人类长长见识！这是太阳真火火种。能见识到太阳真火，也算你们的造化了。这是，救命啊！这高凡也是时候开始行动了吧？高师兄的流风法袍破了啊！连高师兄都抵挡不住了，难道我们今日要葬身于此？你这鸟妖，大概没听过一句话。叫做水火不相容。什么？太阴真水，这里居然有一道太阴真水的水脉潜藏在地下。太阴真水至阴至柔，正好克你至阳至刚的太阳真火。难道这厮早知道这附近隐藏着一道太阴真水的水脉？狡猾的人类！太阴真水是我们火系妖禽最大的克星，要是没了太阳真火保护，就算只是靠近，也会失去抵抗能力，只能汇集我们所有的力量拼一把了。必须先下手为强。这水流即使被炸散，也能再度融合，并且还在不断从地底涌出。支撑不住了，只能撤退。费尽心机，就是为了跟本少君拼个同归于尽。太阴真水现世，不会轻易退回，你们也会被他吞没的。高师兄，这妖鸟说的是真的吗？闭嘴！高师兄肯定已经有了安排，慌什么？啊！那太阴真水真的朝我们飞来了，怎么办呀，高师兄？别慌，我早有准备，有办法制服这太阴真水。高师兄果然深谋远虑，成竹在胸，活该这些鸟妖栽在高师兄手上。是啊，这次剿灭火鸦群，全赖高师兄运筹帷幄。我早就说过，高师兄出手，必然马到成功。你们言重了。其实，这次能马到成功，多亏了你们大家呀。高师兄，你总是这么谦虚。我一点都没有谦虚，没有你们，我还真得不到这太阴真水。高师兄，你，真的要谢谢你们大家了。去，怎么回事？老爷，
根本使不上力气。啊，这是什么？好远，根本无法操纵法力，施展法术。这是什么？感觉体内精气都被抽走了！救命啊！这苍生红炉诀果然有用。成功了！这苍生红炉诀实在神妙。等我日后寻到了地方闭关，彻底炼化太阴真水，这6大真水之一的强大力量就会彻底为我所有了。高师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能是怎么一回事？所有人都被他耍了呗。他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这太阴真水，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知了此地有太阴真水的存在。这水脉隐藏在地下，他难以寻找，也难以挖掘。于是他利用火鸦群做诱饵，以火鸦的太阳真火引出藏在地下的太阴真水，然后又以同行的众人做燃料，帮助他施展一种秘法来炼化收复太阴真水，打着剿灭火鸦的幌子，让你们一众人族修士成为他收取太阴真水计划中的棋子罢了。啊！怎么可能？避火丹，是那些避火丹？不错，那些避火丹正是我以苍生红炉诀炼制的生灵血种。只有这样，你们的精血生命才能作为苍生红炉的燃料，助我控制太阴真水。那是邪法呀！高师兄，你到底要做什么？当然是为了天地间6大真水之一的太阴真水啊！这样的力量，我一定要拿到手。有了这太阴真水，我必可以成就一番传奇，成为真正的一代天骄，一方巨擘。我知道你们不太能理解，也不太能接受，但若你们泉下有知，就会明白，你们的牺牲是有意义的，因为你们见证了一段传说的开始。杨青，你能发现生灵血种就是避火丹，着实不错。所以我一直都说你其实不笨，就是太懦弱了。至于这位林道友，高龙是死在你手里了吧？至少他的死也跟你有关。你要给他报仇吗？当然不会呀。那个莽撞骄横的蠢货，仗着他师父宠爱，除了闯祸以外什么都不会，次次都是我给他善后，我还要感谢你杀了他呢，省去了我很多麻烦。好了，你们的疑问我都解答了，各位就安心上路吧。放心，我不会让大家感到痛苦的。你要做什么？我其实还是会一种法术的，是我师门禁法山洪咒。山洪咒会瞬间释放出自己全部法力，对身体也有很大伤害。现在我中了高帆的妖法，这还能否？这种爆发潜能的法术，往往都是先伤己再伤敌。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只怕还没施展出法术，自己就先被反噬死了。放心吧，无需如此。不得不说，你的计划环环相扣，天衣无缝。若是没点什么意外，还真就让你成功了。不过可惜，我在这里。天龙咒印。是谁？到底是谁干的？不好，失去了精血供养，我要压制不住太阴真水了。快呀，快炼化！新法术还是不够完善的，竟然才断绝了1/4的红线。等等，这家伙怎么一副便秘的模样啊？不要，快回去！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
看着都觉得疼。我向苍天大地发誓，我真的只想破掉高凡的苍生葫芦而已，并没有其他意思。好恶心啊！不见了。虽然太阴真水冲破了苍生红炉，但高凡还是将其凝结成了体积较小的精华。只是真水进入了休眠，需要进入人体休养生息。这么多绿光中，只有一个是真正的真水精华，谁会是那个幸运儿啊？是谁？太阴真水在谁身上？甭想了，这太阴真水一旦进入休眠，就算是太阳真火在跟前也不会起床了。太好了，高帆被自己的妖法反噬了，还敢如此恶狠狠地盯着我们！老子挖了你那对眼珠子，打死这个魔头！大家，一群无知的人，还没有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呢。什么？来了。高凡，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啊？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还好这口啊？我的好师兄，你怎么落到这份田地了啊？李想、秦涛、刘旭东。高凡，同辈师兄弟中，我最服你。练成了上古秘法不说，更差点收服太阴真水，当真是好心机、好手段呢。你们想要什么？别装傻了，高凡，你应该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你要是疼得神志模糊了，我可以帮你清醒清醒。别！鲲鹏秘藏的地点我告诉你们，但那里至少要几年后才会开放，否则外围的禁制，元婴期老祖也打不开。鲲鹏，那可是传说中的太古神兽啊！哪怕不是纯血鲲鹏，只是杂血后裔，鲲鹏留下的秘藏那也是相当不得了了。这个我们早已知道，否则你还会等到现在。光是这个东西还不足以换你的命。那我告诉你们，那太阴真水还在这里，没有返回地下。真水精华就藏于这些人身上，暗中休养生息。人是谁，要你们自己去找。这个简单，都宰了便是。他们要把我们全杀了。他们都是筑基系修士，我们打不过呀。那就跟他们拼了！冲啊！冲啊！跟他拼了！我的腿，动啊！这种时候，拼不一定死，但不拼就死定了，还怕什么呢？我两个大小鬼在那里等死吗？你要撞上喽！这是封神宗的秘术。哼，就给你们这个攻击的机会。那别看你有多少斤两。李想，你这手千仞风灵臂的法术越发纯熟了。这千仞风灵臂的威力强大，我不是他的对手。哎，咱们也动手吧，否则可要让李想比下去了。正有此意。是封神宗的流风飞沙术，看我来破你！怎么还没穿过这个沙漠？我这流风飞沙术本来就不是以攻击力见长，但只要进了我的沙暴，就别想再活着出去。你别太得意了，只要我不进你的沙暴，你就奈何不了我。哼，就这回该我了。我的螺旋贯地风没有李想和刘旭东那么多弯弯绕，就直接给你个痛快。竟然连这两位师兄都打不过，完了，今天怕是要死在这儿了。
只好用这个了。去！是霹雳雷！传！快跑！你们封神宗的人到这里大开杀戒，以为我们北路众多宗门没人站出来主持公道吗？公道？你以为你们这里有人能活着把消息送出去吗？法力神通便是公道的话，那你这公道分量远远不够。啊？那你说说看，什么样的分量才算够？比方说，本座这样的。你这厮这时候跑来逞什么英雄？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你还好意思坐下？刚才战虎牙的时候，他就躲在最后面，现在突然冒出来逞什么英雄？嘘，让他装，有他吸引注意力，说不定那3个凶徒一疏忽，我们就有机会逃出去的。口气真不小，老子就来试试你的斤两，看你有什么资本在这里装神弄鬼。他这是闭上眼睛等死吗？真倒霉，白白让我心中生出几分希望。还以为他有什么本事，原来只是放2句狠话，死前图个痛快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放宽心，看着就好了。哎呦，竟然敢说我的法力神通分量不够！我今天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让谁好好见识呀？师傅说了，我们无需客气。我们一人一个如何？3师兄给我们压阵。那我就静观你们马到功成。飞廉，如此小的年纪，竟然是筑基期修士。胖子，你很嚣张啊！3个筑基初期的小崽子，也敢在老子面前造次！一个胡吹大气的疯子还不够，还带来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全都是来送死的！螺旋贯地风！大师兄，这个胖子给我了！就凭你！嘿，你小子！二师弟，我们也动手。好，这些凶娃该当毙命于此！小畜生，不知死活！是个迷惑心智、使人迷失方向、离奇而死的幻阵。可惜你这幻阵，只是雕虫小技罢了。萤火之光，如何与日月争辉？黑暗曼陀罗阵，开！不好，我感知不到外面了。这什么招式？流风飞沙，喂！一是则见道，一是风见道。风在泽上，终伏卦，巨鸟出笼。一招就结束了。小鬼，别不自量力！无限风雷！什么？我的螺旋贯地风居然……去！等等！怎么可能？这一下该咱们了！八卦风解，天刃风领壁，攻不破的，霹雳雷都做不到的事情，他怎么可能？这是筑基初期修士的力量吗？这才叫做公道。哦，小心！威廉，和我一起动手！威廉，还愣着干嘛？快回来啊！孽畜！龙卷风斩！剑锋
长使舵的孽畜，你们一起死吧！哎，该你表现的时候了。你的表现，师傅可全都看在眼里哦。你这背主的畜生，总有一天，我要将你抽筋扒皮，连带着你背上的肺。出天黄泉指，寂灭。什么？不好，已经没有余力破开这空间了。一招，这是炼气期吗？霸气，这才叫霸气！那么强大的千仞风灵臂，看都不看就是一拳轰碎，牛啊！一拳之力竟比霹雳雷都强，真的好强！太潇洒了，轻描淡写间就破掉了对方的流风飞沙术，而且不带一分一毫的烟火气息，好帅！5、6岁大就有筑基期的实力，这是人吗？别是什么上古凶兽的幼崽吧？嘘，别乱喊，让人家听见了。你想死吗？哎，他们以师兄弟相称，难道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错不了，他们的法力气息极为相似，应该是修炼同一种道法，就是不知师承何方高人。别看他们现在修为还低，最高也只是筑基期初期，但以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个个前程都不可限量啊！就是，那可不，一个个都是真命天子，好吧？你笑什么？没一点本事，偏偏爱胡吹大气。哼，要不是这4位师兄相救，你早就已经是个死人了。这可未必。哼，还在这里死鸭子嘴硬呢，就该让你吃点苦头才是。难道这位林道长就是？走过来了，好帅！感谢4位师兄救命之恩，还不曾问4位高姓大名，师承何处？弟子参见师尊。什么？表现得不错，你们让为师看了一场好戏，都起来吧。弟子，师尊，这是幻觉吧？这一定是幻觉，一定是幻觉，对吧？你不是前辈，我真没想到啊。你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修行法术吃力，而在于心态。自信一些，勇敢一些，你会发现面前的道路其实很宽广。谢谢前辈的教诲，我会努力的。师傅，有奖励没有啊？奖励吗？我看看啊，你看那个火鸭算不算？居然还记着我？当然记得，我可是专门来找你的。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走。杨青小友，来日有缘再见。杨青期待与前辈再见的一日。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前辈座下4个弟子那样，翻云覆雨，轻松战胜强敌呢？那骑着飞莲兽的少年，才炼气5层的修为啊！杨师兄，你和那位前辈看起来很投缘嘛。还是杨师弟你有眼力啊，早就看出那位前辈的不凡。哎，他们也是咱们昆仑山中的修士吗？哎，我也不知道那位前辈仙乡何处，是何根底啊。杨师弟，可是还在记恨我之前的无礼？那我在这里给你赔礼了。哼，一点小事情，你也不用一直记在心里吧？啊，人家是得了善缘，不想便宜我们呢。就是，软蛋一个，人家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啊？哎，罢了，说不定是真的呢。他拿人家当靠山，人家说不定转眼就忘了他了。那是什么？这是金丹旗。我族少君在哪里？可是你们这些人类伤了我家少君。不，是一个羽衣新冠的白袍道人生擒了火焰少君。什么？说，
他在哪里？那道人已经走了，此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你只要带上此人，便可以找到那白袍道人。此事与我们无关。好，你这人类带我去。至于你们其他没有用处的人，都去死吧！勇敢，再勇敢一点！山洪咒，山洪咒，一个炼气期修士而已。这是太阴真水！哇！算你运气好，不管是谁敢抓走我族少君，你死定了！不用往上出手，终有一天我会把你烧成灰烬。该去看看那火牙少君了。你是何人？知不知道本少君是谁？本座不知道你是谁，不过本座知道你老子是火牙王，而且现在有资格提问的是我。为何这次火牙一族会大规模来昆仑山北路？没什么，外出游玩，族人们陪我一起出来罢了。你不说我也知道，玉京山。他怎么知道？本座从何得知？告诉你也无妨。本座曾遇到一狼环玉树妖，名龙叶。玉京山的消息便是他告诉本座的。你认识龙叶妖王？妖王？看来龙叶全盛时期是元婴期的修为，那与他两败俱伤的燕明月岂不也是？近年来，老祖宗金乌大圣同龙叶的师尊天妹大圣闹得很不愉快，那龙叶定是想对我们一族不利，我得尽快通知父王。我告诉你玉京山的确切位置，你放我走，如何？你唯一的选择便是将你知道的全说出来，如何处置你，本座自有安排。总之不会害你。自这里西行4000里，昆仑山北路有一处高峰，名为凌云峰。玉京山乃是悬浮于天空云海之上的仙山，就位于凌云峰的上方。但玉京山周围被一层紫色阴韵所笼罩，我试了好久都进不去。你要是进不去，可别怪我啊。到了再看吧。还有一件事，你那颗太阳真火种子交出来。你休想！太阴真水的滋味你尝过了，感觉不错吧？本座虽然没有太阴真水，但同为6大真水的黄泉真水还是有的，可以请你尝尝味道哦。你吓唬谁呢？哎呦，我可是为你提前准备好了这黄泉珠，你觉得呢？给你，快把黄泉真水收了！哼，到手了。接下来去看看封神宗的那帮人。求你做个人吧。这4个难兄难弟看着够惨的。林前辈，您和晚辈曾共同对抗火牙，相逢即是缘分。之前的些许误会，还请林前辈千万不要放在心上。这厮脸皮真厚啊，脸换得这么快。你们3个，这位前辈，你们是封神宗的弟子吧？本座想想，之前似乎杀过一只封神宗的小虫子，记得名字是叫高龙。这个人根本就没把封神宗看在眼里，看来想要活命，必须把有价值的东西奉上。启禀前辈，此人知道一处秘藏，乃是上古大妖鲲鹏遗留之物。此物正该前辈这样的大能才配拥有。没错。你们这帮混蛋，把我卖得一干二净。
高帆不仅知道秘藏的地点，身上更有一件灵物可以用来开启秘藏，还请前辈明鉴。我虽知道鲲鹏秘藏隐于北极冰海，也有灵物可以开启秘藏，但宝藏常年被万载玄冰冻封，无法破开。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破开玄冰的。哦，每过几年，玄冰都会被阳气侵蚀，变得薄弱。但即便是削弱后的玄冰，也不是那么好打开的。要么凭借七大真火这样至强的火力强行突破，要么得到可以驾驭天地冰水的太阴真水，迂回解开玄冰阻碍。原来如此，所以你才引火鸦和太阴真水相斗。等到两败俱伤之时，你正好渔翁得利。哼，如此说来，你手里开启秘藏的宝物呢？就是这个鲲鹏之鳞。这鱼鳞中居然暗藏着空间之力，怪不得能将鲲鹏的鱼鳞缩小至此。真实大小怕有1平方公里左右。小燕子，跟着为师的黑云旗往西走4000里，去凌云峰。啊，知道了，师傅。至于你们，就乖乖在这里等着吧。虽然没搞到太阴真水，但萧燕的幽冥邪皇同样可破万载玄冰。不过还是要探一下这颗真火种子。用八卦诸天大道藏的法力，在神识里组成虚拟的小世界，稳妥得很。太阳真火神芒果然厉害啊，竟有此等力量。什么人竟敢觊觎本尊的太阳真火种子？这声音是金乌大圣。原来是金乌大圣留在真火种子中的一道神念，一个残存的思维意识而已。但仅仅是这股念头，镇压的我都有些喘不过气来。看来金乌大圣留下这缕神念，是为了防止外人得到真火种子。如果外人企图炼化，这神念就直接将这颗真火种子炼成分身，抹杀敌人。虽然一颗种子里的太阳真火并不多，但金乌大圣神通广大，他能靠意念将其炼化成自己的分身。只要炼成，那分身就非我线下所能抗衡。不过我已经弄清楚原理了，正好让我试验下新法术，也正好给我炼化太阳真火种子做个参考指导。不管你是谁，敢动本尊传给子孙后裔的真火种子，都只有死路一条。断。你到底是谁？竟可以斩断本尊和火种间的联系？问的问题真笨，我可能告诉你吗？你……唉，终于送走了，我也出去吧。这个法术怎么说呢，仍然需要完善呢。可惜神通分析器不能用在我自创的法术上，那就来分析分析这太阳真火种子吧。神通分析器启动。太阳真火神芒神通已解析完毕，是否现在学习？恭喜宿主，太阳真火神芒神通已掌握。通过神通分析器解析过的神通，掌握的就是快啊。若是能以此推出太阳真火法就好了。可从道法参悟神通容易，要从神通逆推道法，简直难于登天啊！这是太阳真火啊！真的是太阳真火！我之前感觉的没错。给我，快给我！你又搞什么鬼？之前我就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太阳真火的气息，但不敢确定。现在离得近了，我肯定那就是太阳真火。是又如何？就算是太阳真火，那也是我的呀。给我吧，求求你，这个太阳真火的种子就给我吧。这家伙虽然一向贪吃，但生冷不忌，从不挑食。这还是他头一次这么迫切渴求某一样东西吧？你为什么这么想要得到太阳真火？我要报仇！要报仇！是要向那个把你打得只剩一缕残魂的对头报仇？不完全是，更为一寻我父母的耻辱。我爹可是妖族饕餮大圣，我娘亲也是饕餮一族的紫峰饕餮妖王。他在种族里虽然是幼崽，但实力仍不可小觑。那他父母
会是何等怪物？那个能害他仅剩一缕残魂的家伙，来头肯定也不小吧？父母的压力，敌人的强大，一人的无助，这个小家伙原来背负这么多吗？太阳真火的种子，给我吧！只要你把它给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啊，这么低声下气，不像你啊！莫非你面对的敌人很强？一个太阳真火好像不够吧？强个屁！你天狐一族的胡芬只不过会些魅惑的手段，切！要说法力修为，也就妖将水平。一个人类筑基水平的妖，能打得你只剩一缕残魂？要杀他，你爹娘不就是一根小手指的事情吗？你小妮子，很得他族里老祖宗的宠爱，又成天躲在青丘山里不出来，想杀他很难。他族里老祖宗是哪位？九尾大圣。虽不以斗法犀利闻名，但也有许多神通手段，我老爹也没办法轻易奈何他。若一定要分生死，我老爹胜算更大，但是这样很容易被其他敌人捡了便宜。这个其他敌人又是谁？当然是妖族十圣。十圣？妖族中的顶尖大妖，被尊称为大圣，都是太古年间的大妖。目前寿命最响的10名大妖被合称为妖族十圣，其中天魅大圣在十圣中最为神秘，没人清楚他的根底，但他的实力无人敢质疑，连我爹都说看不透他的深浅。他修炼的混沌妖典是妖族圣典《天道妖经10卷》中排行第2的妖法，第1卷已经失传了，所以是目前还流传的天道妖经中最为高深的妖法。哦，原来如此啊！你的仇人是胡芬，他的靠山是九尾大圣，但这跟太阳真火有什么关系啊？天狐一族怕火？当然不是啦，天狐火虽入不了7大真火行列，但也是有名的灵火。啊？那你为什么还要太阳真火？只有太阳真火才能对抗那至冷至寒的玄冥真水。那该死的家伙竟然宁愿要胡芬那个狐妹子，也不和我成亲，还把我打成了这个样子，太可恶了！啊，等等，成亲？对啊，我当初也是妖王级别的，抢修星砖抢不过一个妖将，简直是笑话。而且这事闹得整个天华广路都知道了，我爹娘丢脸丢到家了，这还不是奇耻大辱？所以你们这些公的都不是好东西。我去，闹了半天是抢男人抢输了。那黑水玄冥把你打成这样，你爹娘不管吗？这人问题咋这么多？他也被我毁了肉身，神魂大损，估计只剩一缕残魂了。不过我敢肯定他还活着。至于我爹后来有没有去找玄冥一族的麻烦，我就不清楚了。唉，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个戒指栖身，一睡就是10多年。若有了太阳真火对抗玄冥真水，再加上我自身的吞噬神通，必然可以击败他。玄冥真水是天下至冷至寒之水，连火焰都可以冻结。若要克制7大真火中的太阳真火，效果最好，难怪他这么想要。哎，吞吞啊，我说句话你别介意啊。什么话？你说。那个黑水玄冥为了胡芬，肯愿和你拼到2败俱伤，他们俩的关系必定深厚，你怕是抢不过那个胡芬啊？你在说什么呀？他跟胡芬也就是玩玩的。啊！哎呀，你就把真火种子给我吧。所以说你要太阳真火，就是为了打败黑水玄冥，踢开胡芬，最后跟他强行那个啥。这画面太美了。说好的奇耻大辱呢？说好的血海深仇呢？说好的不共戴天呢？可恶！还是那么郑重，甚至连父母都牵扯起来，还以为是什么妖王血泪史，现在越听越不对劲。妖族都这么个德行呢？你怎么走了？喂，别走啊！哎，把真火种子留给我呀！哎，喂！师傅，我们已经到凌云峰了。玉京山应该就在此处，你们4个随为师向上。是。
么回事啊？这凌云峰的上空完全空无一物啊！去黑云旗内问问那火牙少君好了。哦，要放我回去了？怎么没有玉京山？看是看不见的，只有接触到了才会显形，否则玉京山从虚空乱流出来，早就被人发现了。好，那本座就亲自去探上一探。这是拒绝我进入。师傅，刚才那是什么？玉京山。师傅，这就是您要带我们来的地方。不错，此山名为玉京山，便是我们师徒的山门洞府。怎么样，都喜欢吗？天上白玉京，12楼5城，这里才可称得上真正的人间仙境。嘿，没得说，1级棒！哦吼，好哎！飞廉，飞廉，我们快去呀！真是猴急。师傅，你知道那前方有紫气阻挡吗？怎么了？一点小小的困难就哭丧着脸？天笼咒印，就连天笼咒印也无法困住这阴云紫气。幸好我手快，让神通分析器解析了这紫气。名称：周天紫气，大周天万物母气。详情：天地初开，造化诞生时，伴随天地而生的一缕清灵气息，本身没有攻击性，但却可以化生万物，也可以排斥万物。哦，原来是因为它在与天笼咒印接触时，化身为与天笼咒印同源的形态，所以它借此骗过了天笼咒印。之前叫你们寻找此山是第一种考验，不过是预热罢了。现在才是真正的考验。你们前面的阴云紫气名为周天紫气，又名周天万物母气。此气可化生万物，但也会排斥万物，绝非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去吧，方法不限，谁能第一个破开周天紫气的阻隔，登上玉京山，为师有特别奖励哦。是，师傅。嘿嘿，我先来。飞廉，助我一臂之力。去吧。无效。强攻恐怕不行。风在泽上，俊鸟出笼，轻易脱困。连遁剑道也排斥。让我化解了这紫气，说不定就能进去了。八卦崩解。啊，还是无效。糟了！看来你们还是没搞清楚这紫气的特质。有人知道刚刚是怎么回事吗？周天紫气既然号称万物之母，想来会隐含造化创生之意。大师兄的八卦崩解是破灭乾坤造化，双方可以说是死敌呀。哦，原来如此，好在师父及时将师弟移走，要不然就糟了。看来得另寻方法了。嘿嘿，好玩。不要心急，慢慢来。为师的奖励可不是那么好拿的。弟子等人一定尽心尽力。哎，这周天紫气真是难顶啊！是啊，我们的招数全都不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先观察一下吧。好，那我让飞廉绕着紫气云海飞一圈。好。我也要尽快努力了，破除周天紫气的阻隔，才能到达玉京山啊！这片紫气云海将内部空间完全封住了，不能用黑云旗，也不能用2阶虚空妙术。无论是法术还是人，都会被这紫气排斥。这特性倒是和我那未完成的法术类似。天地初开，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沉为地。周天紫气，就是天地初开造化时上升到天穹的清气之一，充满了造化创生的玄妙意境。此次对道法的理解更进一步，更是适合修炼的时候。此前灵台筑起，却迟迟不能凝练丹鼎，丹鼎的品质对日后结丹的成功率和质量都有巨大的影响，切不可大意啊！先感受天地灵气，试着将身体与这天地融为一体。
识海，想象出丹顶的外形。丹顶出现一网，接下来就是锤炼法力了。过了这么久，总算是到筑基后期了。不知现在能否破开这周天子气？哦，乾坤镜，乾坤镜为何会自己？哦，这乾坤镜的光芒竟然让这紫气退散了。看来之前小看你了。这光芒是地面之下的浊气，乾为天，坤为地，苍穹之上为阳，生清气。大地之下为阴，生浊气，清浊中和，紫气消散。哼，看来借助乾坤镜便能进到玉京山。人间仙境！不好，乾坤镜的光芒越来越弱，紫气都涌进来了。两界虚空妙术！这紫气云海太庞大了。好在有惊无险，乾坤镜的能力有限，看来是到不了玉京山了，得加强这乾坤镜才行。不过发出这浊气的应该是土象精气，不知道哪里能找到这种物质啊。宿主触发随机支线任务中央雾土神光。任务名称中央雾土神光。任务背景：周天子气激活了宿主所拥有宝物乾坤镜中的中央雾土神光。眼下乾坤镜中的中央雾土神光较为衰弱，想要增强神光，需寻得土系灵物，利用其中土象精气滋养。任务目标：宿主获得足够高品质的土系灵物，培养中央雾土神光达到一定强度。任务时限10天，超时未完成，任务作废。达到一定强度。中央雾土果然同大地有关，但是10天期限能去哪儿找呢？这红光不断的跳，是指引我去找某样东西的意思吗？哼，怎么有一种找七某猪的感觉？地点好像是黑云地宫附近。不管了，先去看看吧。呸！真晦气，守着这么个破地方，一点油水都没有。是啊，还要担心地下的幽冥血河爆发。有人来了！卑职参见将军。陈将军，您今天不当值，怎么来了？我不放心这底下的幽冥血河，所以再下去看一趟。李将军刚才探查完血河才离开，陈将军有来，二位没遇上吗？这不是你该过问的。卑职知错。陈将军，前几天送给你的青梅酒，还合您口味吧？费心了，那几坛子酒还在家里摆着呢。果然。哼，陈将军，您是不是糊涂了？怎么？我记得您最讨厌的就是青梅酒，您忘了吗？你不是陈将军，你究竟是谁？哎呀，失算。不过，就凭你们，还不够格。怎么动不了了？所以说你们还不够格呀。好了，该去地宫了。这里就是幽冥血河呀！好香的血腥味，见到我应该很高兴吧？刘洋，血河真水的味道还可以吧？他是唐泽，你来这里就是为了取笑我吗？我哪有那么无聊？来这里当然是来救你的了。看看你现在的样子，除了我，还有谁会关心你？啊，你会这么好心？当然没那么好心，得用你身上的情报交换。情报？
最近有个白色长袍、羽衣新冠打扮的林道人很是活跃，有人觉得他有些碍眼，想要除掉他。想必那个人你不陌生吧？看你的表情，这笔交易比想象中的容易吗？放我出去！别说情报，杀了他也未尝不可。说，急。交易达成了。虽然我修炼的不是正统血河之术，但这里也不过是幽冥血河的一条小支流罢了。可惜了，为了代替你定住幽冥血河，这9只血河番带不走了。啊？你也会管血河是否作乱，冲出地面？别的地方我可以不管，但这里离大周国都的天津城太近了。可怜你那被污染的仙剑了，这下就算你回蜀山去，也很难清洗干净了。要不是被他救了，我一定把他的头拿来当球踢。应该是这儿，根据乾坤镜显示，应该就是这里没错了。先进去看看再说。哎呀，有够暗的。这种洞穴应该都有守宝物的妖兽吧？筑基期的妖将作为守宝妖兽有些弱。哼，这石铠倒是挺结实的，救了你一命。还来？看来这洞穴深处有我要找的东西。这么轻易就杀死了雾土石猿，那这些小东西应该没人要了。风铃，你呀，就是无利不当，一丝不留啊！你懂什么？好东西到手时的满足感可是非常美妙的。你看这颜色，回去打磨一下做个耳坠正合适。小姑娘，这可不是做耳坠的东西。确切的说，这东西已经不是你的了。风神宗弟子？怎么，你这是认出了我们的身份，准备到处宣扬一番？没，不是说贵宗丢了一只飞莲吗？我就多留意了一下。哦，留意？难道飞莲是你偷的？不是，但我知道是谁。偷东西那人刚从那边进去了。哦，这巨人也是他杀的，我亲眼看着他骑着一只绿色灵宠从那边进去了。筑基期的妖兽确实不是一个练气期的小姑娘能杀死的。不过要真如这小姑娘所说，我只是刚好路过，不小心捡了2位的宝物。再说我一个小姑娘，能有什么坏心思？看在我提供消息的份上，放了我吧。烈风长老说，最近在附近感应到了飞莲，刚好现在有人目击，不会是巧合吧？要不我们先禀报烈风长老？不，这是我们的机会。若能找到飞莲和高龙的踪迹，投身烈风长老门下，就能进入内门。听哥哥你的。不过，要杀了他，算了，杀了他指不定会引来什么人们，留着他。以后说不定还能救自己一命。走吧，我们先去会会那位。风铃，这下有好戏看了。通往地下的洞穴，怎么会有亮光？好刺眼的光芒，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光？这是……好浓郁的土象精气，增强乾坤镜所需的，应该就是这个吧。这才是宝物真正的守护妖兽。接近金丹期的妖兽，好快！两界虚空妙术。好机会，得离他远点儿。
山神玉，先天之灵，10万大山才能孕育出的山石精华。原来是先天之灵，难怪可以滋养中央雾土神光。这之前没感觉到，拿起山神玉就有了。莫非这山神玉镇压了什么东西？把东西放下！这浓烟中的法力可以将其他东西石化吗？法术不错，你倒是给我提了个醒，以后面对此类法术该怎么办？该死的人类！拿我宝物，杀我同伴，拿命来！哼，正好拿你试试我新揣摩的法术。第2个自创法术雏形有了，该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啊，这法力流动式，2个筑基后期的修士，好快的速度！这2个人也是冲着这山神玉而来。若真的为了宝物而来，那我就成了众矢之的。本来还想完善一下法术，看来得另找机会了。那丫头说的没错，人就在前面。先让你们3位好好玩玩。又来2个！偷飞廉的家伙呢？又来2个请山神玉的人类。找飞廉，这更得让你们打起来。喂，臭猴子，偷飞廉的家伙呢？是被你杀了？什么飞廉地廉，识相的就离开！若也想盗宝，那俺只能活吞了你们！哦，看来你这猴子还守着一件了不起的宝物嘛。而且听你这口气，刚才与你打斗那人是被活吞了。是又如何？果然都不用诱导，这些封神宗的家伙自己就会搞事。不过这2个家伙怎么知道飞廉在我这儿？什么时候暴露的？那人我们找了许久，现在被你吞了，他还欠我们东西，那只好将你剖开了。一热一寒2种攻击法力，2个猪气气的小儿，就凭你们！阳刚烈！看来不能小瞧这2个人的手镯。阴风化！喂，弟弟，你这种打法，恐怕连被吞到肚子里的那人都一起轰碎了。看这猴子那么嚣张，一下子没忍住。不过好歹还是有所收获。哼，收获？你们说的收获，不会是我扔在地上的这块山神玉吧？你扔的？也就是说，刚才和那猴子打斗的人是你？那想来偷飞廉的贼也是你吧？飞廉？2位不会是认错人了吧？是不是可由不得你说？跟我们去一趟封神宗，自然就清楚了。哼，正愁没机会补全封神无相诀，2位就送上门来了。看2位的做事方式，恐怕手中血债不少吧？不然我还不好下手。不知死活的东西，等下看你还能不能这么嚣张！哼，一会儿就让你笑不出来。爹爹，刚才我可是都看了，你们这副手镯危险得很，我看还是不要用了吧。手，我的手！弟弟，我的胳膊，我的胳膊呀！哦，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镯子太危险了，还是交给我保管吧。快跑！怎么样，2位？作恶的时候，也曾想过有这一刻。大挪移遁符，想逃？大挪移遁符已经生效，我们得救了。下次见面，这断臂之仇，必
必须让他加倍奉还。送你个礼物，这个礼物名叫诸天戒杖。这感觉不对劲，我怎么又回来了？两位，我们又见面了。打过一顿服，逃不出去，为什么？你到底做了什么？只是一个小法术罢了。诸天戒杖于虚空中分界，为诸天设立屏障，隔断目标范围内灵气法力的流通与运动。凡入了这3丈方圆，便如同那笼中之鸟，无处可逃。好了，二位，既然知晓了我的行踪，那就随我走走。震感又来了，这山神域真的镇压了什么？用神念探究一番吧。那是无间钢杀，无尽轮回，永远无法解脱，地狱中的地狱。这地下镇压的，竟然是4大神方之一的无间钢杀。无间钢杀，凡触碰的生灵，都将立刻被夺取神魂，化为厉鬼。被吞噬者，将永世不得轮回。这无间钢杀力量诡异霸道，又没了山神域镇压，还是早点离开此地为好。果然是你比较厉害啊！要是能知道你的行踪就好了，这样本姑娘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引人去找你麻烦，等你反杀他们之后，就跟在后面捡现成的。可是他好像什么都没给你留。不对，他好像把这个留给你了。那个穿白袍的道人，本姑娘记住你了，别让本姑娘再碰到你。不会是感冒了吧？哼，山神玉已备好，是时候破开这周天子气了。乾坤镜，中央雾土神光。中央雾土神光强化完成，宿主完成强化任务，获得1次抽奖机会。玉金山，让我看看你究竟是何模样！快到尽头了吧？这就是仙山白玉京。这就是仙山白玉京。沿着这里就能到山顶吧？这玉金山竟然蕴含了时间的道理。那便是玄天宝树吗？树干将整片天空都遮蔽了，这也大得太离谱了，感觉一片树叶都要压死人了。不过这么大一棵树，竟然连4大奇树都不算。天地间有4大奇树，分别是梧桐神木、狼环玉树、人参果树、沙罗铁树。不过一见这玄天宝树，就忍不住觉得4大神树加一起都比不过这一株，是我的错觉吗？这玄天宝树的顶端竟然不知去向，全部消失在紫气之中。这株玄天宝树居然自行开辟了一个洞天。这是。这都是些什么啊？这女孩走路的时候地都在震。会哭的泥塑娃娃，还在喊饿。啊，不哭不哭啊，不哭啊！这边的杂草这么茂盛，喂，没看见人吗？你走路的时候安静点啊！你就只会绕着树走吗？不用说，你也不会理人，对吧？至于下棋嘛，按照套路，都是下在最不可能下的地方就对了吧？啊，这棋盘竟然不是一子一子落下，
而是局势在不停的变化。让我试一下。算了，我也不懂，还是不作死了。希望他们不会干扰我掌控玄天宝树和玉京山洞府就好。果然是一处福地啊！我先来探一下这玄天宝树。空间之力，这宝树蕴含的竟然是空间之力，流入体内了。我明白了，这仙山原来自成一个世界，周天子气是生命，玉京山同时展现永恒和刹那两种时间之力，而这玄天宝树便是空间。时间、空间、生命，这三者变成了一个世界。似乎还缺少什么。生命并不单纯，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是造化，山川河流岩石江海亦是造化。两种造化的区别在于生命具有精神，时间、空间、生命、精神四位一体才是世界，而我将成为这个世界的精神。快看，子期被吸走了！这就是玉京山。为师已为你们拨开云海，上山来吧。啊，是师傅的声音！看来我们花的时间太久，师傅都不耐烦了。师傅这个考验肯定准备了很久，被我们浪费，真是罪过。下次一定不能让师傅失望了。不能气馁，下次我们定会完成任务的。现在我们先上山看看吧。好。小燕子他们都上来了，以防万一，还是把周天子气重新催动起来，保护我们这个家吧。恭喜宿主寻找到符合条件、适合开山立派的福地洞天。恭喜宿主完成第3个主线任务。主线任务特别奖励发布。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总算有个安身之处了。任务终于完成了，这就是任务奖励。物品名称：昼光藤灵根，作用：根植于洞天福地独立空间后，可随宿主心意改变独立空间内的时间流速，最快可加速100倍，最慢可减速100倍。日后渐渐壮大，加速倍数仍会提升。也就是修炼时间加速100倍。我这个100倍时间好像比那个100倍重力更厉害呀！洞外1年，洞内100年，并且倍数加速，还有提升空间。天元大世界的大宗门基本都拥有各自不同的加速修炼洞府，但加速时间在100倍之上的屈指可数。有了这个洞天，小燕子的3年之约也不用太担心了。新主线任务已发布，请宿主尽快查看。那任务又来了，就不能让我多享受一下清闲的时光吗？主线任务 2.0 开山立派，广收门徒。任务说明：恭喜宿主完成第1阶段准备工作，可以正式开山立派了。即日起，宿主需正式建立山门基业，并招收潜力数值总和25以上的弟子30人，为宗门打下第2阶段的根基。任务时限10年，超时未完成，直接抹杀宿主。招收潜力数值总和25以上的弟子30人。这4项数据组成潜力数值，每项达到10才算满分，小不点他们4个都在33以上。现在看来，系统制定的亲传衣钵弟子标准，潜力数值总和多半要达到30，而25以上的，明显是内门弟子一类的群体。这样的弟子完全就是可遇不可求啊！只有找到猴年马月呀，果然是坑爹的系统。罢了，先努力提升修为，然后打响知名度，吸引优秀人才主动来拜山门才是正道理。总之，先把昼光藤给种下。长得真快啊！这样就有山门修炼场所了。时间与空间2种力量产生了完美的共鸣，感觉好舒服啊！这个小洞天，从此便称作玄天昼光洞天。从此刻起，我同玄天宝树、玉京山
以及周天子气之间的联系就会越来越紧密了。这四方联合组成一个逐渐稳固的小世界，但要真正达到小成，还需要我结成金丹才行。开始加速，倍数100。可惜纣光腾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只有身为主人的我才能享受加速，不然把小不点他们叫进来一起修炼，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呢。罢了，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提升修为，驾驭玉京山小世界，不然这样持续暴露在昆仑山上空，很容易引人觊觎。以防万一，闭关修炼之前得做些准备。去。那个是……你们莫要惊慌，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护山法阵，为师要闭关一段时间，你们自己留在玉京山里修炼，不要离山。除了玄天宝树上方的小洞天以外，其他地方都可以自由活动。是，师傅。师傅真是选了个好地方，我们也不能懈怠，一会儿上山后马上开始修炼吧。好啊，我听大师兄的安排。附着的气息在这儿消失了。要清洗这血河真水，我有天一真水了。血污已经清洗干净，你手上的情报也该交给我了吧？雇佣唐泽找我的，竟然是你们太虚观的人，就连太虚观也想除掉那白衣道人。那人太碍事了，干扰了庞师兄通盘计划中的一些布局。我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那小子1年前在地宫是炼气10层，如今撑死也不过刚刚筑基，杀他还要那么多人？烈火剑宗金丹长老，于氏家族金丹供奉，玄机侯府2管事陶二，大雷阴寺弟子慧空。这4名金丹期修士都败于他的手上，你说这样的人只有筑基？哼，耍了诡计而已，就如同他骗我落入血河一样。若是硬碰硬，他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众目睽睽之下，正面交战3位金丹，打死2位，生擒1位，也叫诡计。一人鏖战3位金丹，不可能！你把当时的经过好好说一遍。当时他召唤了一个傀儡战士，是那个傀儡，明显是那个傀儡拥有极强的力量。这小杂种不知怎么炼化了那傀儡，才有一战之力。解决那傀儡不难，不过他用的阵法你可知晓？他在古玉大泽中突然亮出一张阵图，以一个从未见过的法阵，葬送了由金丹期修士领军的3000神武军和他们的神武诛仙阵。阵法？看来你也不清楚他的底细呀！我这天一真水花的可真不值啊！明明都是想杀林道人，怎么你们倒是先内讧起来了？你太虚观不是有能破天下阵法的太上破灭谷吗？为何不让你那庞师兄出来一叙？说的也是。师弟有一事相告。此人就是太虚观现任的天下行走，庞杰。天下行走是各大宗门在世俗世界的代言人，负责维护自己宗门与各派之间的关系。太虚观之前3代天下行走都是女性，当时蜀山里众师兄弟还笑话太虚观阴盛阳衰。这次终于出了一个男性的天下行走吗？哼，天地人3才之术，阴阳循环，逢3而变，正合天道至理，有何奇怪？此人竟有如此神通修为，竟可得知我心中所想，那岂不是说，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抹杀我的神魂，占据我的肉身？师弟既然要破阵，这太上破阵谷就交由你，你自行处置便是。如此，我便可以轻松处理那林道人，不劳庞师兄费心。既如此，那便去吧。若东西真在他身上，一定要完好无损地带回来。是。对了，他人座下一名弟子，似乎是昔年石家的人，现今只有5、6岁大。是。灭了那林道人后，将此子带回观中。此等人才不应流落在外，明珠蒙尘。谨遵庞师兄谕令。听你们刚才话里的意思，
你是要去寻那个姓林的小杂碎，你知道他在哪儿？具体位置不确定，但我收到消息，他不久之前在昆仑山北路一带出现过。哼，好，终于能斩下他的狗头了。堂兄呢？我最近修炼到一个关键时期，恐怕很快就要闭关了。行，有事情我再联系你。今天的修炼终于结束了，待会儿我们去山下转转吧。好啊好啊，一直坐着闷死了。登高望远，开阔心胸，古人诚不我欺。流泉飞瀑，仙气缭绕，师傅的这处道场，当真是个好地方。三师弟的这门法术，好重的杀意。站起来了，这是要天皇全指，湮灭吧！看来一击诛杀筑基期的修士还做不到，还得继续修炼才行。三师弟，同敌人有仇怨，报了仇也就是了。实在可恨之人，直接灭杀便是，也不用如此折辱他吧。二师兄不喜欢，我不练便是了。唉，我敢肯定，我前脚一走，他后脚肯定会故技重施。有什么东西来了？啊！这妖力是金丹气。好一座仙山，少君昔日曾提过，在昆仑山北路发现过一处奇妙洞府，莫非是这里？有人捷足先登，已经先一步上山，还布下了护山法阵。这样就想拦住我？竟将我的旭日真火化成了细雨，这是什么神通？谁？张灵手镯的气息就是在这里彻底消失的，藏的倒是隐秘。烈风，原来是你！你这妖怪竟敢深入到昆仑山北路来，不怕再也回不去吗？你这老杂毛，有能力留下我？哼，今天我不是来与你斗嘴的。张灵他们的气息再次断绝，定与这凭空出现的仙山脱不了关系。我倒要看看这洞府的主人是何面目。变火为水，化风成雷，当真好手段。此间主人不简单呐。看来老杂毛也没了手段。你竟将六色羽扇祭炼出了第7道光圈。这老杂毛的7色方专破仙家法力，着实阴毒。我可要小心，别不知不觉中了他的道。妖孽，本真人今日有正事要忙，暂不与你计较。识相的，赶紧离开昆仑山脉，再叫本真人碰上，就没这么好说话了。老杂毛摔了个狗吃屎！妖孽看打！老杂毛，你还不赶快忙你的正事！那么小的威风，法阵早就将其化解了。为什么太小，这人硬是没听见？真是难看啊！尊驾可是太虚观嫡传陈刚陈道友？你是封神宗的烈风真人吧？我记得你。啊，陈道友昔日曾到我封神宗一游，今日重逢，风采更胜往昔呀。太虚观的人竟然也来了，
看来这宝地与我封神宗无缘了。我来此有事，办完事再同你说。果然。你确定这便是那姓林的小畜生布下的法阵？错不了。其他都好说，待会儿那小畜生的命是我的。这座仙山，我蜀山必然也要分一杯羹，不是我说让就能让给你们的。哼！我乃太虚观入世弟子陈刚，奉当代道门天下行走之命，有谕令给散人林峰。林峰，速速出来听令！林峰，速速出来听令！林峰，速速出来听令！他们居然敢命令师傅，我们冷静，对方都是金丹期修士，不是我们能对付的。有法阵在，我们静观其变便是，不然会打扰师傅闭关。你不出来，那我便进去了，看我破了你的法阵！怎么可能？竟是法阵克星，太上破阵蛊。不对，这不是真正的太上破阵蛊，否则法宝一出，我们皆死。我太虚观统御诸天，如此好的法阵，你该乖乖献上才是。现在却反而用于阻拦我进入，真的是螳臂挡车。今天我便搅了你的阵图，再与你理论。师傅的大阵破了！哼，不过如此。逃吧，终究都会是我的。姓林的小畜生，给我滚出来！若再不出来，就别怪我揪你出来，让你在徒弟面前丢脸。对方法器厉害如斯。师傅人在闭关，法阵无人主持，敌人又攻上山来，这下不妙了。外界已过1月，林峰却在虚空之中度过了8年多。此时已是金丹将成之时。这便是金丹期的雏形吗？为何穿越前的记忆不断的在脑中涌现？是在提醒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吗？还是说，让我摒弃对那个世界的最后一丝留念？原来这一切都是参悟生死之间的走马灯。此刻的我，已经踏入生死之门，寂灭与复苏交替出现，生死之间有大恐怖，有何办法破解这大恐怖？生老病死是为生命，成满坏空是为造化，造化湮灭之后，生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唯有坚定的意志才是永恒的真谛，此乃结成金丹的关键。一颗金丹吞入腹，踏破生死无望门。有大无畏、大勇气、大恒心，便可踏破生死无望之门。我来了！外面的不速之客，也该闹腾够了吧？准备好受死了吗？师傅人在闭关，这下被敌人攻上山来，情况糟糕至极。那株玄天宝树看上去很厉害，我们引对方去攻击宝树，让玄天宝树收拾他们如何？玄天宝树究竟有何为能？我们不知道，一切都只是猜测。万一不成，反而伤了宝树。我们靠自己。师傅在树顶洞天内闭关，最好不要打扰他老人家。这一战，4人一起面对。我最心爱的弟子高龙就死在他们师徒手中，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两位不要插手，我只要那姓林的小畜生的命，其他人一概不管。那个小孩和那个青山书生，不要伤着了。剩下2个，随你处置。随你处置。瞧不起谁呢？不知死活的小辈！巨风淬魔阵，八卦崩解。大师兄扛住了第1波攻势。这次我们必须配合迎敌，否则胜算为零。小师弟，准备无相风雷，尽可能提升威力。我们要靠你反击。你们为我争取时间。交给我，我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剑道。筑基小儿，滚开！就是现在！纪念一绝。切，真是好险呐！要是这法术再熟练一些，说不定我就躺下了。你们错失了杀我的唯一机会，到我了。唯一机会。老鬼，你先在我这招活下来再说吧。去！九天无相罡风。哼，这就是你们的杀招。师傅说过，虚虚实实出其不意。我们真正的攻击意图，你是不会明白的。这才是我们最后的杀招。一击击杀金丹期，果然还是太难了。金丹修士能被几个小鬼欺负的，也就老杂毛你啦！可恶，诡计多端的小鬼！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那可别怪我们了。3个筑基期加1个炼气期，居然能让一个金丹期修士差点翻船。老实说，真有些出乎意料。现在玩闹结束了，快让姓林的小畜生出来！他这缩头乌龟要当到什么时候？得放干净点。等我师父这么大仇怨，看来没少在我师父手上吃苦头啊！你那狗屁师父，就是个炼气期的小杂碎，若非使诡计害我，早被我砍下狗头了。炼气期，你们所谓的师父，其实修为最多跟你们一样，只不过他比较会装神弄鬼而已。你们年轻识浅，被他蒙骗也不稀奇。不过现在还为时不晚，你们还有挽救的机会。这小小年纪就筑基成功，正应该投入我太虚观门下，日后必定大道可期，前途不可限量。还有你，不到2年时间就筑基成功，不愧是冰云师姐的儿子。朱洪武果然是看走眼了。游子归乡，你也该回归太虚观了，那里是你母亲的师门，也理应是你的师门。至于你们2个，一个勇猛坚毅，一个冷静沉着，心智上也都过得去。如果愿意，也可以随我回山。若能通过考验，还是有机会拜入我太虚观门墙哦。我说你啊，在那不停自言自语的，是不是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少在那唱白脸黑脸的，我们不吃这套。我只问一句，我娘亲过世时，你们在哪里？执迷不悟，那就没办法了。天龙咒印，天龙咒印，乖乖跟我走吧。你做梦！休想带走我的师弟！这火焰是7大真火之一的幽冥邪皇。就算有幽冥邪皇，凭你这筑基小儿还拦不住我！9楼回天宝术，起，3、1，飞龙大阵！硬扛金丹修士，居然连1刻钟都撑不住吗？师兄，还有我们呢！大家，有力在阵，却选择退缩，这才不是男人所为。大家一起将敌人赶出去吧！是。区区筑基小儿，
父母反抗真是可笑。止水旗，现！此土名为息壤，乃上古大能遏制滔天洪水所用，可自行增长，永不减少。对付你这点火焰，已经绰绰有余了。师兄，挡住了！到了现在，你们总该相信你们那师傅是徒有其表的骗子了吧？他确实得了些保护，但也无法掩盖他是跳梁小丑的本质。闭嘴！什么闭关？那只是他的遮羞布罢了。我破了他的阵法，现在他害怕我能破他的傀儡，这样他就没有任何底牌了。本座的手段又岂是你能揣测的？这法力流动是……辛苦你们了，接下来就交给为师吧。师傅，姓林的小畜生，你还敢出来？我要一刀一刀刮了你！竟敢在我玉京山放肆！好在我徒儿无恙，则定让你们尸骨无存。哼，没有幽冥血河帮你，还敢口出狂言？今天就由我来揭开你这跳梁小丑的真正面目！万气自生，剑冲废血，石上寒，死！师傅，两界虚空妙术，消失了。你再次找来，想必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那就成全你。怎么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不到2年时间，你怎么可能会变得这么强？你一定用了某种异宝，这绝不可能是你本身的力量，绝不可能！这就是你的遗言？啊！等等，等等！怎么突然那么痛？我的身体呢？残杀蜀山修士，贫道有想过后果？擅闯山门，意图杀害他人弟子，几位所为放在任何宗门都是死罪。这种辱没山门的逆贼，蜀山太虚观想必也不会承认吧？再加上几位出不了我这玉京山，就更不会有人知道了。诸天戒障，封神宗之人可不能离开，之后我们肯定免不了一场大战，但不是现在，所以永远留下吧。我封神宗之人绝不会饶了你的。少主没找到，没想到还要搭上自己，这次怕是难逃一死了。刘洋说你只有筑基，现在看来远远不止。好在我有2手准备。现身！居然是龙族！传闻太虚观圈养龙族，竟然是真的！龙族，传闻太古之时，万妖并存，龙族是最顶端的。没想到一个金丹期弟子竟有如此法宝。陈刚，这就是你说的好对手。就是他，切不可大意。看上去不是修炼肉身神通的呀。你个二货，还挑对手？好，本座成全你。这就是那魔偶傀儡？不，这是身外化身。这下你满意了吧？嘿，求之不得。比龙族还强悍的肉身，我好像惹了不该惹的人了。没想到这次外出遇到的对手会那么强，被陈刚这小子骗了。不过，就我家里那位，你可差远了。还来？这就是龙族。龙族，今天
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龙族。就你个子大！昆仑山要塌了！我的魔偶已经被你成功拖住了，你还不出手？想逃呢？太虚幻之，只有死的，没有逃的。死战者，你们的宗族我会厚待；逃跑者，勿怪我庞杰不留情面。太虚幻，何时出现过怯战之人？就是这面鼓先前破了我的2仪生灭阵，果然不凡。那时我闭关不在，无法主持法阵，现在还怕斗不过？我太虚幻太上破阵鼓，既然名为破阵，就是天下法阵的克星。你不信邪，偏要以法阵抵御，就是自取其辱。哦，是吗？那这个呢？天地之变，裂苍穹。你说除了法阵和魔偶，我就没有其他本事了。现在又如何？是我失算了，反正都是死，何不死的壮哉？也感受一下被太虚幻支配的恐惧。陈师弟辛苦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太虚幻天下行走，庞杰，堂堂道门圣地，竟然通过献祭弟子生命让自己神魂来到此处。若没有猜错的话，接下来你便要将他炼成身外化身，然后夺舍操控他的身体。没想到道门圣地也会有这么歹毒的手段。这是太虚幻弟子必须有的觉悟。为了清除你这种妖邪，所有太虚幻弟子皆做好了献身的准备。哼，所以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夺舍其他人？我从天道罢了，非是天道不仁，而是天道同仁。他日许我顺应天命，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舍去这肉身。不尊者就是违逆天道。你以为太虚幻为天下第一圣地，便可当为人间主宰吗？你要如何理解是你的事情。我来此，只是为了收回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这座仙山，龙叶那妖女的石笛，以及你的4位弟子。玉京山、石笛，这些虽说都是不是宝物，但这些对我而言也只是身外之物。即便扔掉，我眉头也不会长一下。但你那脏手，要是敢指向我的徒儿，献祭仪式结束后，就是我现身之时。到那时，你还能拦我？拦不拦得住，可不是你说了算。诸天戒障，隔绝法力流转，这是什么法术？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别急，我们终有一天会再见，而那天不会太远。赢了！哦，赢了！没错，赢了！师傅太牛了！我们守住了我们的家！唉，没想到固定山门会引来这么大的麻烦，眼下更是暴露了踪迹，寻仇之人必不会少。当务之急是隐秘踪迹。心神、紫气、仙山、宝树、冥河。若我修为更进一步，结成元婴，参悟更多空间奥秘，再与玄天宝术合作，应该就可以让玉京山随意出入虚空，想在哪里出现就在哪里出现。可惜现在从虚空遁出后，玉京山只能现身在昆仑山北麓凌云峰上方。师傅，我最近有些过于严肃了，其实一切都在变好啊。我们现在都有了自己的山门，有家了。
师傅，为师出关稍微晚了些，倒让你们受了一番磨难。师傅哪里话？与其说是磨难，倒不如说是锻炼才对。只可惜我们学艺不精，无法击退敌人，最终还要师傅亲自出手。知耻而后勇，这是好事。对了，还有一事，玄天咒光洞天已经可以使用了，如此不易，你们可别浪费了。唉，只剩1年多时间了，还要收纳30名潜力数值总和25以上的弟子，任重道远啊！现在还要应付太虚观和蜀山两派，这次好在周天紫气灌注在法阵内，否则谁胜谁负真的很难说。生灭6道一共6种变化，每一种变化需要合适的布阵材料。周天紫气为天，要完成天地之变，还需要地对应的材料。中央雾土神光可中和周天紫气，可当为地。可是乾坤镜能发出的中央雾土神光与玉京山上的周天紫气相比，数量太少了。哎，对了，就用这次缴获的战利品——止水旗、息壤、乾坤镜。哇哈哈！果然如我所想，这息壤蕴含的土象精气更深过山神玉。可是这点数量完全不能与几10万亩的周天紫气相比啊！要是能找到这息壤的发源地就好了。发源地？你炼制止水旗的息壤来自何处？果然不会轻易说出口啊！你出身太虚观，见多识广，想必听过这一门法术，名为幽冥操偶。你竟然用如此恶毒的手段！这就叫恶毒？和庞杰的献祭夺舍比可是差得远呢。本座可不会对自己人下毒手。你根本不懂庞师兄的报复，庞师兄会为我报仇的。他最好不要来招惹本座，否则本座便将他献祭夺舍同门师弟的事情大白于天下。我倒要看看，那时太虚观还能留下几分脸面。没人会相信你的。不，所有人都会信的，因为本座有一个最好的证人。我绝不会。你会的，不过那是以后了。现在你先告诉我，你从哪里得来的息壤？息壤在长春山一带吗？长春山有一个通往妖界天荒广路的通道，那里群妖环伺，唯有百草药宗贪图山中灵药，才在那设立宗门。看来要找这息壤，不仅要除去沿途的群妖，还要与这百草药宗打交道了。好了，接下来你就把太虚观的事情告诉我吧。太虚观贵为天下第一圣地，从千万年前便致力于联合人族势力，共同对抗妖族，而如今却花在内耗之上。太虚观观主平常只负责日常事务，决策均由长老会把持。在这种制度之下，长老会出现了2种声音：一是主张成为天下宗门之首，成为人道至高主宰的激进派；二则是主张各宗门势力平衡的保守派。当代道门天下行走庞杰，是激进派入世后的代表，也是派系中的后起之秀，更是重点栽培的对象和继承人。与之相抗衡的保守派天下行走，便是燕明月，他是保守派中新一代的领军人物。果然，最坚固的堡垒总是先从内部被攻破。既然太虚观内部存在争端，那我便有了挪腾迂回的空间。更何况我还有这么一张牌呢。唉，也不知道那几个小家伙怎么样了。他怎么不吃我的呀？你换个东西喂喂看。怎么样了？这东西好玩吗？师傅。既有丹药，也有食物。这还为了一名短剑啊！只有这个混世小魔王才能干出这么不着调的事情。他好像只会对吃的有反应，但是吃进去马上就会吐出来。师傅，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啊？神怪志异的书我没少看，可是这种东西一点也没记载过呀。往日就你话最多，今天怎么没动静了？我也没有什么头绪，不过我们4个中，他跟大师兄比较亲近。我？
他对大家都不怎么理会，唯独大师兄你做动作时似乎有点反应，当然反应也不太强烈了。对小燕子有反应？奇怪，好像唯有这东西被咬过了。这丹药是炎阳丹，炎阳丹富含火象精气，有助于修士修炼火系道法。看来胖娃娃对于火系的灵气比较有好感，所以刚才小不点才说这胖娃娃好像对小燕子有反应。可小燕子虽然之前修炼火系道法，现在都转为八卦诸天大道藏的法力，应该不具有火系灵气了呀。莫非他感受到了萧燕身上的邪皇霸剑？小燕子，把你的邪皇霸剑亮出来，或许就能破解这小东西身上的秘密了。哦。看来我的猜想是对的，他对你身上的真火很感兴趣。没猜错的话，这小家伙应该是一种稀有的精怪，自身完全由灵气凝结，没有什么智慧，只有贪吃的本能，但又挑食得很，唯独爱吃火焰。火力越强，他便越喜爱。问题是，幽冥邪皇的破坏力这么霸道，他真的能吃得下去吗？少量催发的话就没有关系。好。小家伙，你别伤到了哟。好吃不好消化呀。他跑了，大家追出去看看。这田地好像充斥着很强的生命力，让我看看你的效能。这些药材都已经被采摘下来晒干了，早已失去了生命气息的药材，竟然枯木逢春。那人参，不过短短片刻，长得足足有人手臂粗细，在土中如婴儿一般。这声音是在进行蜕变吗？成精了！这人参成精了！药材多则千年，少则100年才能成精。这风干的药材随意一撒就成精了，这速度也太恐怖了。五行相生相克，其中火生土，难怪。想来火力越强，这天机灵壤的灵力也会越强。幽冥邪皇为天地间7大真火，对他来说算是最顶级的食物了。哦，这岂不是一块上好的药田？有这样的药田种植灵草灵药，那速度质量谁可媲美？现在知道它是什么了吧？大师兄，以后就靠你养活这个小家伙了。这小家伙变化出的土壤叫天机灵壤，能加速草木生长。至于它化成的人形，就叫天机娃娃吧。看来他是喜欢上你了。我看就如天昊所说，由你来照顾他吧。师傅，这天机娃娃这么好，那洞天里剩下的那2个怪人，是不是也是某种精气的化身啊？那2个怪人，为师自有处置，你们切勿招惹他们。眼下有了这玉京山做我山门道场，开山在即，你们得抓紧提升实力。师傅，您开山门道场，立下宗派，我们4个是不是就是您在此方世界的开门弟子了？不错，不过为师记得某人曾说过，自愿给所有人当小师弟。那师傅，我们的门派到底叫什么呢？这个完了，这个问题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该叫什么呢？史上第一祖师爷第2季，敬请期待。好啊！太好了，好的，师傅，师傅说的，这一定是真的。我决定了，我们宗门就叫真命天宗。真命天宗，若天宗者，都是真命天子。这个完美的名字，大家肯定会赞叹不已吧？第1季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第2季再见，看玄门天宗如何成为史上第1大宗门。